了解意思吗？那么在底下呢，首楞严经啊，那个就是佛，那个礼教行果的果，就已经呢，佛性本体的定已经都生效了，已经有效果出来了，这样了解意思吗？然后我们呢，在从呢。那个一个一个那个上面的这一些经的名称它的含义呀，这边呢再来加以了解。那个大，就称赞此大，依大教解大理，起大行，正大果，有没有全部都是大？都是大。非常殊胜的，所以所有的那个修持方法都不会超越这个首楞严，所以这个大大就是摩诃尽虚空遍法界，就是称为大称为摩诃。然后佛就是呢表显之意啊32相之首大佛顶这个佛顶。无见顶相，就是佛的顶头顶没有办法去见到。那么不实于有，也不实于无有无双离，而能放光化火，表以佛顶者意味非前教之教，前赞之教。那个前呢就是方便，见就是呢有55位阶，不是呢前见之教，令受持者最悉看重，就是佛顶大佛顶无见顶相。所以之前不是要各都抄下来嘛？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没有？还不记得？他的意思呢？知不知道？因为无所见都没有能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能所双泯灭了，没有能所，没有能所就变成一体，那一体的就是佛性呢，整个全体呈现。这样了解吗？没有能所是整个佛性这个全体都呈现了，所以我们在那个这个一念无明三系的时候不是有讲一相、转相跟现象，对不对？那我们起心动念已经到了业，有业相。那我们转本有的智光要见那个业所呈现的那个业相，业相没有形象，我们呢一定要看，就结案为色，就现起那个四大之相，这样了解意思吗？或许就知道没瘾这个要说知道都唔知，你讲不知道，都跟他朦胧之中都有一答案。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些都不是很深，只要用一点心一知它就永远都知不会讲会个无去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能所双泯了，没有能所了。就是已经成就了，不是还有讲那个我们台湾那个佛学博士跟达赖喇嘛在纽约对谈吗？那个就比较能够让我们了解那个能所的那个内容因为全世界有50几个国家实况转播啦，那个很大的盛事2位
这个在世界都很有名。一个是佛学的博士啊，那么一个呢，他是正义的化身，在纽约对谈，所以各国都很有兴趣啦。然后我们那个佛学博士一直在发表理论，台湾喇嘛就举手啦，举手要问问题呀，那个台湾那个佛学博士啊，就请他说。他问，台湾喇嘛问，我可以问问题吗？然后我们那个台湾的佛学博士啊，他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然后达赖喇嘛第二次又举手，那台湾佛学博士又请他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然后因为那个时间还很早期啦，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一个家庭里面都好几部电视机啊，对不对？一人看一台，一间房间一台，以前我们要看都要大概有一些都要去电器行看，电器行他会放给大家这个过路的看。然后呢，那个旁边的一些人就在讲，达赖喇嘛那也没记忆，怎么记性那么坏，才一点点时间就忘了，是不是他记性很坏？不是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他那个叫行家一伸手啊，便知有没有。等到我讲完了，有能讲的我想。有所讲的法相，就有能所，有能所就是生灭，有生灭就是变化无常，那个我们不追求，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第一个那个能所就呈现出来，那第二个你讲完了，我不知道要问什么，那个就是说。没有三心刚才要问已经过去了，过去心不可有，不可得啦，未来心不可有，现在心呢不可有，那个三心没有，也到这个地方就已经没有下文了，当然嘛没有再话了，我们台湾那个佛学博士是把他的要讲的那一些理论是把它讲完，可是听人已经提不起劲所以我们从他们的对谈中就把那个最高的佛法呈现出来，那个不要有能守，有能守是生灭，然后不要有三心，是不是已经都呈现了最高的佛法？对不对？不过假如说我们不讲解的话，各位假如说看到那个形象，会怎么想？一定不会知道是这个意思啦，是不是这样？不容易所以我们能所双明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时常都有了像说我们吃饭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是没有能守能吃的我所吃的饭没有能守有没有？有啦，可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心里面没有能守是现象之中有现象之中我能吃，我所吃有能守，可是咱咧食，咱也无去管讲能吃的我所吃的饭，对不对？所以那个能已经刷明，都已经泯灭了啦，是不是？咱日常生活的有对不对？那我们看很多都是这样咱也要咖啡。有没有能守？那我们守的时候
有没有那个？我也扫楼卡，我今晚等在扫，有没有？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不是很困难的，这一些要能手双明啊，原来是很简单，都在呢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就可以呈现，差别呢就在心里呀。所以我们研究心理心法重要就是这样，我们要了解到它的那个变化性。有能手跟没有能手差别很大，没有能手啊，是一体，有能手呢是对待，那对待生命，这样了解吗？哎呀，我看这本人学讲。再讲第三个如来。佛有10个名号，如来呢为第一号，那个如来，我们要了解如来。那么佛呢道同啊，说佛，道都是相同。佛啊，如先佛是再来，比较后面成佛的，好像呢先佛已经比较早成佛的再来。故曰呢，如来。那么本经啊，如实的教义啊，如为道之体啊，是本来心，来是为感应，和众生呢结缘。那么如来啊，是为正果之人，正果了以后啊，就称为如来。所以那个大佛顶如来。然后密因，正果之秘密原因啊，表示啊，会鲜明之事项，不是讲安尼看啊就足清楚的，就是秘密的。即是呢，修成佛果所依啊因，那么依此密因啊，才能正果。按照这个因啊，才可以正果。而此密因啊，就在众生的身上所具的根性，众生呢日用啊，而不知。那么既然不知啊，就无法运用，挥失啊，自失，本来没有失掉了，它好像已经失掉了，迷而不觉，迷灭呢，觉得。十方如来依此密因而修，而证佛果。所以这个密因秘密的原因，也就是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所呈现的那个知觉性啊。各位有没有抓到啊？或者在问都很不敢肯定的回答呢。拢安尼，我安尼唔知对啊唔对，应该细想，要肯定嘛，彻底无疑才可以啊，都没有怀疑，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密因，然后呢，接着底下修正啊了义，依密因啊，所起之修正。了义啊，就是已经就近了，到达目标了，是决定义啊，直达佛地，已经到达佛地。那么知菩萨万行知呢，就是许多之意，有非常多。菩萨呢，是菩提萨埵，简略啊。菩提呀，就是觉；萨埵就是有情，有情识的众生呐，我们都是有情识，有认识，然后有情，有情识众生啊，已经领悟啊，称为菩萨。那么正果位之前的名号。那么大致的内涵啊，是已经领悟啊我空
法宫字啊跟碑呢双运，运字啊以自利，运碑啊以度化众生。那么凡尘之众生啊，皆具如来智慧佛性，不知而落入凡尘啊，造业受苦。菩萨万行啊，即是度化众生，归入佛道啊，注重实践。所以那个万行啊，就是要实际啊去做。那么大定啊之总名首楞严呢就是大定之总名，含的奢摩他、三摩地啊、禅那妙奢摩他妙三摩地、妙禅那，就是首楞严。那么三种别名而成啊大定的前提，不同于我们功夫啊缘起之定。我们凡人在做那个功夫引起来的定很快破坏。那这个佛性本体的定啊它也不容易破坏而本性呢自性啊本具啊之定，首楞严翻译成中文呢叫做一切事究竟坚固。那么最底下一个字经为能全之文，全就是解说了能够解说的文章。那么所解说之法解说出来的法，上气啊知佛所说之理，下气啊众生可度啊之机。它具备了观摄常法四个义理。这个贯呢就是贯穿所应该知道的真理，令不散失。摄啊就是摄受摄受所应度啊之机摄受啊这个众生令得解脱。那么常就是万古啊不能易其收就是再怎么久都不能改变他的说法那么法就是十方呢所应遵其轨要按照他的轨道这个就是经名称啊那个解说，这样了解吗？光经的含义啊就很澎湃很丰富啊，对不对？那我们翻过来，那么此经常以龙宫龙天上的龙在住的地方因龙圣菩萨到龙宫去说法看到呢龙场之中啊有此一经披月之想叹为稀有特默诵而出啊。所以以往那个修道很厉害，看过都该暗念出来就记下来，以圆菩提啊做我们南赡部洲众生然后呢入成国家亦视为稀有之法宝。那么常之国故啊尽传诸国，袂使提出去外国拢放印度。那么此经呢未到来，圣明啊先来因有幻身啊那个幻啊就是天竺是印度啊见智者大师啊就是天台宗创建者在隋开皇年代，西元呢592年左右跟世祖啊同年代法隆禅师啊也在那个年代。那法隆禅师有一个记啊非常好记啊，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啊，当用恰恰无，还记得吗？忘了啦，早就忘了那个是法隆讲的那个恰恰用心时，
刚好我们要用心的时候啊，恰恰无心用，无心呐、就没有生灭心呐、没有生灭心就是真心呐、所以讲无心恰恰用，无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来用，最恰当。当用恰恰无啊，用的时候都无心，了解意思吗？我这么讲的后礼拜过来，甲你问你拢搁害我啦，搁未记了，所以要了解说，我们呢有时候把它记下来，其实一记下来都记了呀，晓了呀，就永远都不会忘了。那么提倡止观法门，我们有说过啊，止就是停止妄念杂念，观呢就是关照我们佛性关照佛性本体。所以这个止观法门，我们现在也很多社会人士啊，很多都在修这个止观法门。那么与彼国楞严经啊，义旨啊相符。由是呢，智者大师啊，向西拜求18年，经啊未得见。那么天竺沙门，波茨密底啊，自意此方，他立志啊，要利益我们娑婆世界，那个中国，此次呢，这个逆经东来，就是把那个经藏起来，要带到我们中国来。被所编的官时啊查获，不许啊出国。波茨密地弘法院啊，欲监这个精进啊欲力难用啊那个极细的那个白毡书写此经呢颇薄浅长加菜马来底在仓口贫户啊，再请出国。那么官职啊搜查不着，乃得航海而来。那么以唐宋元年武则天的年代六祖啊慧能祖师的晚年，离得大师已经100年。神农元年西元700年六祖呢714年归空。那么这个时候啊经啊首楞严到达广州是在黄龙黄显岭的后代敌在呢广州支南全师啊，请于智士呢剖腹吃经。结果呢这个白毡呢结成一团，苦思不知呢解决方法。那么此时黄龙的女儿啊告诉父亲，用女人为婴儿之奶水啊浸泡啊就可以解开。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子啊那头脑很灵光已经被血液啊凝结成一块。他说用那个婴儿的奶水啊，把它浸泡，就解开。那波茨密地啊，翻译这个的中文以后啊，释回本国，以解鞭死之难。因为鞭死啊，国王这个说你怎么手鞭死手到让人家把经带出国去。因国王罪者啊所编的官司所以啊他释回，以自身承担其罪，所以那个都是非常有担当啦不逃避。波茨密地啊其冒进传法，不惜生命正所谓的重法然后轻身非常重视佛法看清自己的身体为法屈啊。那么我国的众生金瞻的法师的利益，波茨密地虽功成身退，我们不可呢放弃精神而泯其名。
研读此经的同时，致上呢最诚的敬意，让我们能深入法性那个藏海，而佛教呢将它归入密教部。这个佛教有2大教法，一个是显教，一个呢就是密教。那么显教是明显而教，讲清楚呢，说明白。密教呢是密而教，不能问原因啦，所以没有为什么，那个问题呀，你在问为什么，就把你踢开了，不能再修密教。那么此种教法，不适合呢在无名的地区呀，适合在淳朴单纯的那个地方，好像我们中国那个西藏。那么此楞严经在100册的大藏经中排在第19，密教部第2，105页，使显教的弟子接近的机会减少，增加它的神秘色彩。那么当机的阿难在此经呢，特地示现下等众生的知见，引导认为自己很笨的人，所以在看经的时候将自己看成是阿难，一定可以进入真理的领域。这个呢是经前的一些呢我们了解的。那么底下呢就开始这个经文的本文，从那个细分。如我闻，一时佛在四罗华城取言经色。如是我闻的由来，是释迦牟尼佛在进入涅盘之前，阿难呢四侧毫无这时候阿耨利劝阿难呢止至悲伤，趁师父呢未言及有4件事你可以请佛请老师指点出来给我们这个咨询。第一件事师父死后应以谁为师？第2件事呢，应以何为助？第3件事应以何为法？第4件事呢，以后集结经典，起头呢应该用什么样的文字？那释迦牟尼佛这个回答，第一问应以婆罗提木易为师，翻译成中文呢叫做觉力，以觉力为师。第2问应以四念为助，也就是呢修持的方法，下手修的四念和成就的那个四念不同内容。下手修呢重在破除我相，而我相呢深根蒂固，破除很不容易，所以还属就此四念为传播的重点。那么四念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尤其第一个观身不净功夫做时深入的时候我相就容易破除。以36物做观，我们身上我们的身体有36物，外12，身气有12，内含有12，外相的12，滑毛爪齿，头滑体毛，爪都是真感，齿喙体，那个齿类圆透，齿就是目屎膏，一个木在一个多那个叫齿，目屎膏，类就是目屎，圆就是嘴烂流出来吐就是还佫伫咧嘴内，屎尿过汗，屎流，甲咱迄个身躯的汗，这个叫外相。然后生气12，皮肤血肉，筋脉骨髓，反高脑膜，这拢咱生活物件，逐项拢咱袂去爱。
那么内含有12，肝胆肠胃啊，脾肾心肺，肾脏手脏呢，赤痰白痰，这个呢，全部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东西啊。所以印度啊是以这36物啊来观身不净啊。啊，那伫观敢若看这多一项是清气，啊，咱爱多一项。各位先生，我们喜欢哪一个？肝胆肠胃、脾肾心肺，还是毛爪齿？没有一个喜欢的，对不对？所以观身不净啦，遐拢不干不净。那么由36物啊集合成一个身体，非常的不净。那么常观呢就不会迷恋这个身体。破除我相之后啊，就要以上圣的4念来修持。第一念观身性相呢犹如虚空。第二念呢观受不在内外啊，不住中间。第三念呢观心但有名词，名词性理。第4念呢观法不得善法，不得善法。所以全部都进入最上圣的领域。那么此大圣4念这个4念住是成就的法门。那么接着那个上面有4件事那个第3件事是问有变心的弟子要如何处理。那么佛答以莫病表示去佛门之外，没有成佛的机会。那么对于第4问经典的起头要用什么文字？释迦牟尼佛回答用如是我闻。所以经典的开头是这4个字表示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因为印度的外道很兴盛，经典也很多。那么起头用阿优这2个字，留到我们台湾很少这个经典。假如说有看到呢起头的2个字阿优，那表示印度的外道。那印度的外道他们比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还要兴盛那个信徒还要多。那么流传一直到中国数量就不多，很少。那么如是我闻是启发我们信心。字面上的意思是如是这个法是我阿难亲从佛闻，由佛传授而我受，启发信心，而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善根。知佛因地皆由信生结，依结起行，因行得正无上道果。故信非常的重要。信根已经具备了，一切功德由是而生，故称功德母。一切的善法亦由信而得增长。那么我闻，我是阿难随身世间称名我。那么闻是从耳根发耳识闻佛声教，由耳达心故能记忆。那么佛与一切众生都认若耳能闻，故不曰闻而教称我闻。有深意在有深深的意，由根中不生不灭的闻性从根华肉而无闻华的功能，故不曰耳闻而称我闻。而所有佛经起头全观上如是我闻。而且这4个字是佛所指定涅槃以后集结的时候遵从那个指示以这个起心
启发我们的信心。文字表面的意思啊，是如此，而此4个字呢，竟然含着性理呀和修持的方法，要深入了解分析呀，才会知道。如这个字啊，的学问最大，含义啊最多，用上心呐，就能够体会。可以从众生的领域啊，到达佛世界的所有一切呢，都在这个如这一个字的里面。老子所讲的道，孔老夫子所说的宗，都有相通的内容，是形容道之本体，及它呢所发挥之功能作用。本体如如不动，遍满虚空，充塞法界湛然弥然，妙真如性。此本体呀，最不容易知道，而所知道的是它呈现的功能作用。那么认识的意识啊，这些感而遂通的现象，有深入研究啊，会以为它是本体，而走错呢修持的方向。所以功能作用啊，绝对不要把它认为是本体。功能作用就是功能作用。那么所谓的差之毫厘呀，妙之千里，修了非常久的时间，且没有功效呈现，心境上呢一点提升也没有，全注重呢在现象上面，相呢喜啊一喜，相忧啊一忧，相让我们喜欢我们就很喜欢，让我们讨厌就讨厌，讨不到的自在。那么现象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非本体，这个一定呢要牢牢记住啊。它生灭啊不停，变化无常。那么以此向上呢努力修道，吃了自己的业障，度化众生呢，是和众生结善缘，成不了佛，不了道的。所以认识道之本体呀，非常的重要，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明心啊、见性，一定在心性上呢做功夫。十方之佛皆在心性上修成，没有一位呢是从智跟从相上修成的。上天大开普度，时间呢已经超过80年，修道得道修道，达到者也不计其数，唯时间呢不等人，此良机良辰啊，需要把握，得此殊胜之道，发扬光大。这个如，那么底下事，一切事啊，究竟坚固啊，无非之意。我就是真我，非色身之我，真我常住啊不迁，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假不散，不垢不净。色身之我，众缘际会啊，短暂的现，很快呢就消失见。稳还没有领悟的时候啊，利用稳性还稳自性，回光返照，将外放的精神啊收回来。所谓的回头是岸，一回头了就到清净的彼岸。精神一回头就爬上性分清净彼岸。那么一时通前后继呀，前度我是将空间打破，此之时啊是将时间呢打破，没有空间和没有时间的束缚，自由自在，就是佛性本体，真理状态。那么时至古今呢，不离当下，时事
就是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三式。那么三式呢，一共有三式啊，加起来共呢9式，再加现前一念，共有10式。因真如本有如不动，而现在啊变迁不住。谈现在已经过1秒，已不住啊，习入的过去啊，及后入的未来，习入的未来啊，及进入的现在。习现在及进入的过去，后入的过去啊，及进入的现在，后入的现在啊，及进入的未来，后入的未来及习入的过去。如是过去呀，复有过去，未来又有未来，三世啊无穷，皆因现在之有所有，牵流不住啊，而成三世。我们落入有，就是能，所有，能守，就是所谓的三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有三心呢，就具备4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三心4相呢，就被3世啊摄受，而进入6道轮回，轮转不停。欲出离呀，要研究真理，要明心见性。意思在字面上的意思呢，是讲此经的时间。那么事实啊，佛63岁，这个比讲《金刚经》呢约早5年，这个是大略如此。各位浅显，可以听得懂吗？可以对啦，不深不很深，只要用一点心呢，都会了解。那我们呢，也剩下还不到半个小时，那么按照约定呢，就给各位提问。越能够提问呢，进步的越快。所以不要呢，这个不好意思啦。你的问题也可能就是别人的问题，所以尽量呢，我把它提出来。有没有人要问啊？这边有一些在问。好，请说。陈梦刘讲师解答后学改自信，这句含记也麻烦讲师解答。上天地下唯我独尊。那个这是在这个在讲我们那个道那个道的本体呀，唯我那个我就是道了，唯道独尊啊，上天下地唯道独尊，不是人呐，不是说哪一个人这个独尊，而是道，那个我啊就是道。另外，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又到见山山，这句含义也麻烦你讲师解答。我们开始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住相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大家身边有钱的，都到国外去旅游，对不对？这个时候啊，见山是山啊，见水是水，那个都是住相的那个时候。那么第二个阶段啊，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个已经在说，知道所有的万象万事啊，都是演寂则生，演散就灭。说山不固定山，水也不固定水，那个沧海桑田啊，变化无常，所以那个已经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到修的一个功夫啊很好的阶段，功夫很好的阶段啊，那个时候啊，这个万象皆
都是性，万事啊都是理，所以那个时候啊，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可是那个跟第一个阶段啊，完全都差别很大，它完全都已经啊进入啊一真法界，一真法界知道吗？真如知道吗？佛性本体知道吗？知道。总有一个知道的啦，它是相通的，只是那个名称啊不同，那个所阐释的那个内容角度啊不一样，它都是我们的佛性本体，所以一到第三个阶段啊，全部整个山河大地啊都是佛性本体，是不是已经啊看到什么是什么，可是都不住相了。好像吃饭没有能手了，了解吗？还有吗？没有了。还有哪位要问？好，请说。刘老师好。好。魏老师好。后学就是说我们上礼拜有那个大众的一些情形，然后就是说他们有些说是修佛教，然后我就跟他分享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佛经里面，他应该讲说，在我们那个弥勒佛是在光明，是光明仙人嘛然后释迦牟尼佛他有说，就是说，当初我们释迦牟尼佛他是非常的慈心，然后他都一生就是不杀生，然后有一天就说在里面他快饿死，然后就是说兔王还有5只兔子500只，然后就看到他就是快死的佛法，可能就是说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就没有，然后就是说他跟他的兔宝宝讲说，他愿意把他的身体奉献，就是说这个光明线。但是讲完之后，那些兔宝宝全部都跳到那个锅子里面烹煮。那后来这段故事，释迦牟尼佛讲说，那个兔啊，就是他的前世。那释迦牟尼佛就是说那些兔宝宝可能就是他的儿子嘛，但是弥勒祖师啊，现在弥勒祖师就是那时候的光明仙人。那后学跟他讲说，师父嘛，后学跟他讲说，他讲师尊，但是有可能说以后这个兔子或者什么，有可能是师尊所变的。讲的觉得很有道理，所以这是一个故事就在佛教里面，他讲就是说他对我们一贯道师父这个理念非常的认同。然后后学的表达意思就是说，那如果说以这个弥勒祖师这个释迦牟尼佛从佛的来的话，就是说刚刚那个楞严经前佛跟后应该是没有分嘛，没有分。以这样子来讲的话，那当初弥勒祖师他已经成光明仙人了那时候以释迦牟尼佛去讲，他是兔王，那这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上不晓得这样子，后学表达正不正确了？应该就是说弥勒菩萨是50亿，在佛经里面50年后才会来，那大概就一个地球的生命的时间了。那后学表达意思就是说，在佛里面应该没有所谓的前跟后，就像说我们这个小孩子，他在某意思，他行这个行戏嘛，好这个好戏，那可能他就是说比我们更好。来讲的话，因为我们从佛理来讲的话，不能轻视这个小孩子或者是后学，应该是这样的。那后学总归一个重点就是说，针对有关弥勒祖师跟释迦牟尼佛经讲的这一块，那真的有些佛教所讲的，包括说佛出日，那个释迦牟尼佛也曾经到东天宫第4天，然后去讲经说法，让
的母亲，然后又回到人间，谢谢。我们这个谢谢你那一首歌你都有提到深信我们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记忆，这个就已经有走路这个时间它一直是绵延不绝，没有那个停止的时候了。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了，全部也都没有。那所有的现象都是我们在完成才有呈现这个现象。然后我们要了解说，每一个人他所看到的现象都不会一样的。那每一个修持者他所经历的也都不会一样。那写下来的只是有一些让我们去这个有一些是真实，有一些是警惕，那有一些呢是要我们思守有它内在的含义的，所以都不用非常的去这个计较它是怎么样是真，怎么样是假，怎么样是对，怎么样是错，那个都不必要，都是多余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了解说，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显现在凡尘，都要我们要学会圆满生命里面的缘起缘灭，有没有？所以一首歌真的是非常好原来造化之中我们都是一体，然后也把那个点出来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没有能守全部都一真一切真一如一切如真如一真法界，所以我们了解说，所有完成的争执善则变变则就善。我们大德经最后不是这样讲吗？这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有没有？所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都把那一些比较重要都点出来。让我们呢就能够从这一些学到一些我们处事的原则应该怎么样来完成处理完成事。还有吗？好，请说。有讲师好。那个我们讲说一会1万800，那个约会是12万9千块。那可是我们以前读历史的时候，就想说山顶洞年纪现在大概有60万年，那现在这个地球的寿命已经有几亿年，那就是在整个我们论理的角度来讲，跟讲山都合乎这个论理。如果是以这样时间来讲，那如果一个约会的话，从升天升地，地球就没有了，那么地球之间会有这么长的时间，那山顶洞又有这么长的时间，那这样在来讲，这个理要怎么来讲才能够这样约？好，请坐。因为我们了解说这个宇宙宽广不是我们的头脑可以想象星球的形成、星球的毁灭也不是我们所把它规范那么的固定化，它也都变化无常。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是以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角度来阐释，说一个圆会有12万9600年，这个是一个概念它不固定。华无定法，不是一定的。那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太阳系，我们在地球，我们说这个是呈现的现象。那往后我们要了解到，它有整个混沌的时候，
所以才会山海桑田，那个会变化了，整个你看啊，那个九寨沟啊，以前是说是在海底嘛，什么现在在高山，对不对？那个都是变化。我们了解所有的凡尘一切都是变化无定，不一定。那我们是概类说西的角度来讲，129600年，那大致上有一半没有，有一半有生物，就6万年，6万年没有生物，6万年有生物，那个是概类。那我们佛性它不会生也不会灭，那所有的变化等于都在我们的那个知觉性，可是我们没有能守，没有我能知，没有我所知啊，就无所不知了。那无所以后，我们会用什么样的那个形式啊，再呈现凡尘，再呈现出现象，那又不可以。所以我们才一直在讲，我们不着有，我们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请问怎么回答？就是不可思议的，不能用我们人的头脑来思，用嘴巴来录音。所以这些都超越我们要去研究的范围。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各位姐姐是什么？就是生死，对不对？咱现在上重要的都生死啦，咱对生死有没有把握？有法度讲，我死去以后，成到天地无质，我害伊啊！我的迄个真如的佛性，我的本呀，都已经可以主宰。可以听自己的指挥，有没有到这个程度啊？还没有还要不要努力啊？就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完成都是假的，不要投入计较，不要投入时间呢，去追求名利。我们要投入时间把佛性本体这个培养得很活泼玲珑，很自由自在。这个才是正确的。等到我们有气不来，身体就还给天地所有风土，然后我们就不是自由自在了吗？要现象也可以你再发个愿再来呈现，再来救度众生，那个可以自己主宰，不是被业力推。那我们现在都是被业推所以生活之中，我们的心都是给他等加多了，像不像？很狭隘，现在呢就是要很宽广，心地也宽广，然后跟整个大摩诃宇宙虚空融成一体，就是要这样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回归到本位。就是本际，等到10亿年以后我们再来出生，这样的意思吗？有修了，有修你就可以主宰，对不对？我10亿年再来，我们现在可以吗？造了业被业推，一推来了不来不行一现象以后咱个安尼真计较对不？记不讲？不如意埋不埋怨？所以我们都被现象主宰，没有办法去主宰现象所以我们就要改变。我们能够呢主宰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可以自己主宰，自由自在。这个才是重要，努力的重点。那所有现象、所有事情，那个都是过眼云烟转眼就过了，不要计较，不要在意，我们披麻花意所以观恶也是功德，
会不会呀？迄那咧红吗？会欢喜也未？欢喜袂起来吼，爱学，愈骂讲哦，我一寡作业拢互你骂了了啊，安尼我拢清啊。可是我们都马上对立对不？马上盖眉头瞪你，谁怕谁啊？拢唔输人啦，这样像输。都我们失掉了啦，我们失掉整个人生，真紧一世人目前你的过去啊，所以或者在想那个时候啊，不是休息50天嘛，有没有？假如说一口气不来，4个礼拜安那，气啊对不？所以或者才讲，我们那年就讲1年，1年以后。还在的话，我们就讲维摩诘经，这样就还有你看4年的六祖坛经1年，道德经1年，楞严经1年，然后维摩诘经再1年，或者会当我还4年啊，对不？对不对？现在这么久的时间了，明心见性了没？无信心嘛，我都有信心要甲大家教会啊，大家无信心通学啊。容易的，会晓食饭未？会晓食饭就会晓明心见性，绝对可以的，没有问题。只要给自己呀，有信心，就绝对可以完成。还有吗？还有9分钟。好，请说。李老师好，各位先生好，李讲师好。而且想请问一下，怎么样才能知道说这个人证悟很细？怎么样？你公开详细。怎么样才能知道说，因为我们都要让人放下，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的证悟呢？证悟说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好，请说。这个要怎么样知道说自己做是对的？那个就呢，要从真理的角度啊，来回光返照自己的那个思想。我们假如说万念放下，里面还很多念头，这样有没有放下？这样没有放下，这个时候啊，他就还没有到达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你这个时候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什么也都没有了。什么没有，剩下就是觉，就是有一个觉啦。那个觉在，那个就不生不灭了，就是咱的佛性本体。我们要把那一个觉要加强，要呢让它茁壮，让它长大，让它呢跟整个虚空啊融成一体，是不是要时间？开始啊，就是要用一点智慧，我们有一点点念头，有一点点想法，有一点点住相，那都不是佛性本体。所以重点要在万念放下，一定要放下再放下。都拢无啊，我什么拢无啊，拢无啊，才对啦。讲有，我有感觉安那，迄拢也未啦，也未到，也未到万念放下的那个程度。各位先这样了解吗？不能有我有感觉，我听到什么拢未在那都要放下，那个都叫缘呐。咱有感觉，嘛叫做缘；咱有看到啥，嘛叫做缘。迄个缘万缘拢爱放下，全部都放下，一直放到放不下的那个觉性，就是咱的佛性本体。已经无心嘛啦，迄恰恰用心时啊，
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好记，下礼拜练看卖。还有5分钟，好，请说。候选人对，我们刚刚刘讲师有说陈路灯，对不对？然后呢，或许是想说，或许5万年放下的时候啊，就是说有一些你那个万年放下，各无形的众生来给你干扰，你那个叫万年放下。我就是想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些我们应该要去回向他。那你就不要做万年放下了吧，你不要沾了一个万年放下的名，然后去跟那一些无形的在打交道。如果说是我们要针对进去，万年放下就是万年放下，没有借口。你有借口这都给自己走那个后退的道路，愈行愈倒退啦。再有就靠做万年放下就是万年放下，不能这个无形的来干扰了，然后就跟无形的在打交道。你我做啦，你我做万年放下，较慢我功夫也好，或者道理会当行啦。还有吗？还有3分钟。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好，请说，坐就好了，坐就好。我们要讲是我们家有法身、道身、有应身嘛。那如果说以我们现在一般人在讲的话，是用什么来形容比较好？好，请坐。这个我们这个有法身，然后有应身，有报身。那我们要了解佛性本体，那个叫法身，以法为身，非常宽广，整个虚空是我们的法身，所以那个法身充塞整个宇宙虚空。然后呢，化身，我们就是了解说变化而来的身。然后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变化而来，我们体会啦。有时候心地很好，很想帮助人家；有时候心情不好，那个会危害到人家。有没有变化？那个变化出来的那个身我们可以去体会。所以有时候很喜欢帮助人，可是有时候呢都没有动力想帮助人都没有力道了，是不是？变化的身，化身变化的身。所以有时候你看牵那个老弱妇孺过马路。会很高兴那个也都是变化的身化身。那个报身果报身，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啦，咱现在辛苦的果报身，尽情所请的业，起码拢整个呈现，呈现出来以后，我们要去接受很多的事情，对不对？要去接受你接受的果报。接受那个果报，所以或者就讲，我们这个现在时候接受果报，要培养欢喜心、感恩受，这样才不会延续过来果报人过伫后边来带来，这样法身、化身呢，跟报身，知影意思无？讲敬言无一个要甲我赢。是那回去成就口味的那一些叫什么神？已经回去的。
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已经是修正，已经证悟自己佛性本体，那个回归本位真正的是我们追求的。那现在各位贤贤，我们在道场很力度化众生，可是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研究性理心法，没有明心见性。那现在已经归天了，那现在这个要怎么样来这个称呼他？这个也就是在化身变化身的中间因为上天还要顾及到我们在凡人的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这些人需要他有动力在努力去修道，所以要给这个还没有到究竟，可是已经归空那个化身一个名分，一个果位让你在凡尘他的相处的人有一个动力，可以努力的再去做。叫有力假如说你很努力的前已经归空了，可是出来的时候两个字亡灵，你会怎么样？会欢喜修修的回来，卖个板修对不对？整个那个动力都消失了。所以上天会循循善诱给他已经很努力可是都在事跟相，在事跟相修不成回归本位那不回归本位，那个中间过程要怎么办？就是一个化身，化身变化来度他周遭认识的这一些人，给他们有那个修持的动力，有那个佛力继续。这样了解吗？就是这样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生，大家好。谢谢占道天师德的天天大德，也感谢各位先生也或者几位学长。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法融禅师的句，说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无。或许把这个内容稍微跟各位这个解释一下。那个恰恰就是刚好了，刚好知道吗？刚好恰恰用心时，我们用心的时候我们每天有没有用心用什么心生心、思心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去探讨那个内容。那么这个法融禅师呢，他讲说刚好用心的时候刚好无心用，无心呢好用当用的时候刚好没有。所以这个他讲的意思就是我们把跟很相对的那个认识的心，那个事心就全部都去掉，全部都放下。所以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等于我们没有研究心理心法的时候不是都有真心跟有妄心都以为说心只有一个就是日用之间日常在用的那一个心，而我们日常用的那个心因为是变化，就是我们的六根跟六尘相对才六识。六根知道吗？敢会听清？我们讲一个就好了，讲眼睛，然后也讲一层叫色尘。我的眼睛对色尘，色就是形象完成的所有形象都叫色。那我们眼睛对着色，然后会产生心念，对不对？我们都有心意识
会产生。然后呢，这个心意识产生以后啊，会不会变化？因为外面的形象会变化，所以我们那个心啊就跟着变化。所以这个心啊叫做生灭的心。有了生变化叫灭，生灭。我们用生灭的心来修道，修不成道了。要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一致才会成。所以法融禅师呢就跟我们讲说，恰恰刚好要用心的时候啊，刚好无心用，就是表示啊，把那个根尘相对的那个心意识，那个事心啊，全部都去掉了，就是没有心了啦。所以恰恰无心了。无心恰恰用，那个心意识啊，全部没有，就是生灭的心完全都没有。没有的时候，我们所用的就是佛性出来的真心呐。那佛性出来的真心呐，是不是不会造业？造业就不受苦，就可以解脱了。所以那个法融禅师讲这个句呀，就是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那无心恰恰用，当用啊恰恰无，这个无心的时候啊，就是真心。真心呢，我们拿来用就是刚好，刚刚好。所以当我们用的时候啊，刚好没有那一些生灭的变化的。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假如说用跟人相对的心。因为根尘相对啊，我们有喜欢讨厌，那既然有喜欢讨厌啊，就有取舍，那有取舍啊，就造业，造了业啊，就要受苦，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认识的心是心啊，我们来则应啊，事去则静。事情到了后啊，该怎么做我们就去做，不要考到自己的那个自私自利。那这样的话都不会造业啊，这个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要做，这样会不会啊？我们一起念念看，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这个是法融禅师的句。那宿主去找这个法融，然后呢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两个晚上睡觉是那个长板凳，那睡长板凳的时候啊，那个宿主一直在打鼾，就是呼声很大，然后那个法融隔天清晨就讲说，大师，你那个鼾声吵得我都没办法睡觉。那个事主就跟法融讲说，你还说呢，你身上那两个跳蚤在打架，打得很凶啊，一只那个跳蚤的脚啊，被另外一只打断，打断的时候哀哀叫，那个法融说，跳蚤在打架是真的吗？然后他就在长板凳的底下去找啊。还真的被他找到了，有一只断了脚跳蚤，结果事实才厉害，跳蚤咧打架竟然伊也有听，竟然伊咧困要困高叫，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现象事主虽然打鼾可是啊要了解说他那个内心世界是很清净。连那个最微细跳蚤啊，在打架哀哀叫，他都很清楚了，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了解说，那个内心的修养，靠我们去努力啊。那我们可不可能见到跟事主一样，听到跳蚤在打架？可能那个半年放下一念不生啊，做个40-50年看看，就会听到了。那你这个事主跟你法融啊讲道，他跟他讲说，
这个百千法门啊，同归方寸。或许先把它念一次哈，再来每一句啊讲解。和沙妙德总在心莲，一切界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住具足，不离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梦幻，所以无三界可出啊，无菩提可求，理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那个结思结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缺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成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当无碍那个任意纵横，不做之善，不做之恶，行作触目一言皆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这个是世子跟法龙讲的道。那我们从头开始一句一句解说的意思。他说百千法门，完整的所有万法，所有的一切然后呢，头归方寸。各位点方寸是什么？不是在讲刘方寸是我们的方寸宝地就是我们知道说玄关就是百千法门归于玄关，就是归到我们的佛性都全部归到佛性。百千法门同归寸，和沙妙德。因为我们的行为一个行就称为一个德，非常多，所以以和的沙来说，和沙妙德，总在心言，从我们的心发挥去做，全部呢都是德，全部都符合真理都是德。和沙妙德总在心言。那一切的戒门、定门、慧门、戒定慧，以及神通变化，悉住具足，就是全部自己都具备了，充足，都没有缺欠，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本身就具备了神通变化，就具备了戒定慧，全部都有，不用刻意再来做，已经都有。然后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烦恼业障本来都没有啦，没有，在佛性之中都没有，那些一切的因果皆如梦幻，好像我们睡梦之中那个呈现的，在睡觉之中非常的切实啦，拢实实在在。各位有没有做梦？要说梦见人家在骂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回骂？人家打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回手？会不会？我们都会在梦境都把它当真了。所以因果皆如梦幻，就是所有完整的因果都跟我们做梦一样。等清醒过来都知道它是假的。那我们这个众生我们这个生活在凡什么时候会清醒过来？一口气不来我们晚上做的梦比较短，这个白的梦很长，要等到一口气不来，才知道说人生如梦。人生像不像梦？很像一口气不来规个拢假拢去互骗去整个假的，所以人生如梦所以一切因果皆如梦幻，都是梦幻，无三界可出了欲界、色界。我们修道要不要出三界？要努力出三界就不会在五行之中可是呢，我们佛性本体
他没有，没有三界可以出，也没有菩提可以求。我们要不要求菩提啊？菩提就是觉啊，我们要不要觉啊？就是要觉，不觉就是无明啦。所以我们一定要觉，我们保持啊，日常生活中都是觉，这样呢就可以成就。那假如说我们啊，让他不觉，无明就来了，无明来了就造业，造业就受苦，这样一直恶性循环，没完没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觉很重要。可是呢，到达佛性本体了以后啊，无菩提可求，已经是了。是了还在求吗？就不用了。所以无菩提可求。然后人与非人啊，性相平等。那个非人啊，就那个天龙八部啊，龙它就是非人啊。那我们人非人啊，性跟相，佛性呢跟形象都平等，没有高低啦，都是平等。人与非人性相平等。然后大道呢，虚旷，大道啊，它呢充满了虚空，非常广阔，大道虚旷，非常的宽广。所以我们要了解大道非常广。然后呢，绝思想，绝掉思想，绝没有那个考虑，绝思绝虑。然后呢，这个是跟法龙讲，如是之法，汝今已得，你现在已经得到了，更无缺少，与佛何殊？跟佛没有两样，跟佛都一样。更无别法，已经没有了。这个就是最究竟，已经没有了。所以更无别法，不但呢任心自在，给我们的那个真心啊都自在。然后莫作观景，不要呢就是观照。我们修持呢要努力来观照。那个还没有救。成就了以后啊，已经到达佛性本体了，就莫作观行，然后亦莫诚心。那个三点水在一个登山的登啊，念作诚还是念作邓？邓啊，诚啊，就是说也不要诚心啦，就是心不要去洗，它本来就很清净。或许上个礼拜呢，有讲那个密次底的那个诺经东来那个手边力，或许念手边时啦，念错，可能各位都没有注意啦可是我们这边浅显有跟慧学纠正的，很谢谢因为那个怎么念，我都讲历史为数，都会念官史。官吏才对，或许回去找字典那个是官吏做官的官辈姓官吏。因为我们念错了也会考倒人呢。或许30几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在讲性理心法，他有一次把那个3更半夜念成3更半夜竟然有一个道亲听我这样讲他就不修道。厉害呢！他都3更半暝就好醒3更。那个念假如说是下面2个字要讲3更啦，有下面2个字要讲3更啦，3更半夜又为那一个字竟然考退一个道亲真罪过所以还是我们公众语言文字还是要念对比较好所以或者会改进所以我们也不用那个诚心，然后莫起贪嗔，不要有贪嗔，莫怀愁虑我们胸怀不要愁虑然后荡荡无碍
都呢放的就是很自由自在，荡荡无碍都没有挂碍这样呢就恢复到那个佛性的那个本体然后呢我们能够这样子什么行住坐卧触目意言皆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了故名为佛。这个是呢世子跟法龙讲的道，因为它不很长，或许没有印没有印出来给各位看。想说呢这个我们讲了记下来就好所以那个荡荡无碍没有那个障碍，然后任意纵横不做之善不做之恶然后行住坐卧触目接触到我们眼睛欲言遇到因缘皆是佛的妙用全部都是佛的妙用这样呢快乐无忧故名为佛所以不长。有没有印象？听个印象就好了因为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信心法毕竟比较生涩他一定要自己能够呢花心追求，他绝对可以达到。那或许有看了后面有很多那个DVD CD 那个是道德经我们之前已经都讲完了，把那个全部都整理出来一个那个整理包刚好从头到尾有43片的那个道德经然后呢这个CD 有86片，因为我们分成86片分成上下刚好都用小的整理包，不像那个六祖坛经我们用大的整理包就大那个范围太大了用小的比较理想这样一手提着一个可以带回去听这个只要你听久了熟悉了就毕业听久都一样做听久了就会做做了就符合真理所以这个熏习很重要不用觉得说我们楞严经很深，不会啦，很浅的，都是白话看一看今天减少很多人有没有？以前去减较济听无不爱去这个一定得要这个听得熟悉爱听久听久自然就识就会去做就已经走入那个修道的轨道。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里？第3页这个佛在四楼华城，对不对？对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在四楼华城取缘精舍那个呢这个说法主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他能够呢自觉觉他觉醒圆满所以称为佛。那么四楼华城呢就是呢那个王舍城。那么取缘精舍就是那个其事己孤独也跟那个金刚经呢所讲的地方是一样。那么与大比丘众1250人居，跟这个大比丘总共有1250人这么多。那呢我了解说如是之法非我不是只有阿难自己独闻而是总共有
1250个人聚在佛的身边，同时听到。那么比丘那个大就是整个宇宙虚空我们了解到非常的广泛。那这边有写说含着3个义理，就是大、多跟胜。那么大则就是把那一些小胜小得的这个把它拼除在外不列入其中。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大法里面所这个全部与会的这一些人他们的程度也都是蛮高，所以能够呢给那个社会的那一些天王一些大臣所敬仰的，才呢称为大。那么多的是这一些比丘呢，他们就是研究的范围蛮宽广就是对所有一些应该知道的呢，他们都有研究，都知道那么圣者就是根基根气比较好超出印度96种外道。印度呢，他们有96种外道，蛮多。那么比丘也含着3义就是起示破恶跟不谋那个起示就是外起时以养这个色身，然后内起法呢以智慧命，养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人心佛性。然后破恶就是这个出破身之杀盗淫口嘴巴的恶口妄言曲语跟两舌然后细破我们那个见破跟思破。那不谋就是比丘登坛受具足戒的时候他的受戒师就是有把他们受戒的内容稍微传播，然后一直到达那个最高的欲界最高的摩西所罗天那个魔那个波旬他害怕所以不谋恐怖这个已经进入那个生宝树，就是宝里面的佛法僧的僧已经进入进入僧呢，就已经到达佛那一种地位。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他具足戒了以后能够遵守戒律就一定呢可以成佛所以那个成佛了以后凡尘那个魔就管辖不到所以魔他很恐怖，他怕所有娑婆世界的众生大家都修成佛，他就没有魔祖魔孙了所以这个是实以不谋不分。那么众以大有比丘众的众梵语就是僧伽那我们中文叫和合众。那么和合有2个，一个是离合就是同证菩提，然后第2个呢就是四合四合呢有6种，为呢戒合同修，然后净合同结利合同均，然后身合呢同住然后口合无争然后呢意合同悦都是很愉悦很快乐所以我们在这个凡尘之中假如说人是很多呢，我们就可以用这6个
能够戒和、见和、利和、身和、口和、意和。各位姐姐，我们最难做到是哪一个？大概是意啊，意要合都很困难，所以意和同悦，就是一同都很喜悦。那么众呢，乃4人以上之称，4人以上啊才可以称众。那么1个、2个、3个不能称众，亦不名僧，也不叫僧，名比丘，就是比丘，因为4个比丘同住啊，才可以做做法，那个僧事，就是办法事。那么1250人聚这个是一个数目，就是这么多人。释迦牟尼佛呢，最先呢在鹿苑度乔陈那，乔陈那呢就是那个歌利网转世的先度他们5个人，然后再度3个兄迦叶他们的徒弟跟他们老师总共有1000个人。那么再度舍利弗、目犍连他们师徒各有100人，然后再度的耶舍等50人，总共有1255个人。那么现在把那个5领略去掉，就讲1250人。那么此等呢皆先修印度96种外道，然后这个勤苦非常勤苦，可是没有收获，就是修得没有效果。那么遇到释迦牟尼佛以后才得到利益所以他们感恩1250个人感恩，就呢常随啦常随着释迦牟尼佛到处这个经说法。那么皆是呢无漏大阿罗汉，以及都是无漏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漏我们翻成中文叫烦恼，那无漏就是没有烦恼。那我们在这个实际的来讲，无漏呢就是精神没有外放。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呢，精神都有外放，叫漏。没有精神外放叫无漏。是很想都能够呢回光返照。那么此显大比丘过去之本，他们过去那个都修得很高的程度然后呢众皆内密大心之行，就是把那个修得很高的程度都把它掩盖下来都不显现不变无伫外口互知影然后外现声闻声闻就是小乘佛法所以外口现出来就是程度无悬无讲足悬无漏以不造生死因，不造生死因生死果已经断了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故名呢无漏然后呢不受三界因果的流转那么漏有3个义理，一个就叫欲漏第2个叫有漏，第3个叫无明漏。那么漏为烦恼欲漏呢是欲界的见之烦恼见就是呢见惑88事，思呢就是思惑81品。这个呢或许有可以写那个讲义出来这个讲解。那么有漏呢是色界不色界的烦恼有就是呢因果不往，还有果。那无明漏就是三界的痴惑。那么三界无明有此三漏，生死之因必漏漏于三界，受生死之果，一定呢
都在生死之中。那么阿罗汉呢，是梵语，我们中文啊叫应，因，我们要了解说，因之中呢为人天的福田，果的上面呢应受人天的供养，即这个起示果，起示的那个果报，那么又名杀解，修这个四谛行苦集灭道，杀烦恼觉，即破恶果，已经可以破恶，所有的恶都破除了，果报呈现，又名无真，已经呢证悟偏真涅盘，了分段的生死，已经没有分段生死了。我们众生生到死一段，都是分段，都分段生死，六道轮回，即不魔果，那个已经不害怕这个魔扰乱，不受三界生死的烦恼，之所流转，故名呢阿罗汉，无漏的大阿罗汉。那么佛子自此善超之有，能以国土成就威仪。阿罗汉之法身慧命皆从佛法而生，故曰佛子，佛的孩子。那经所谓从佛口生，从法化身，得佛法分，所以佛子住持呢，为此生宝，至于世间传持佛法，至于真理持用真理，以度众生。知有善超知有，那个知有者呢，即三界九地，有因呢有果，或名呢25有，异界有，异界的有又一天，有四大部洲，有四趣呢就是阿修罗，畜生、地狱跟恶鬼。然后六一天6个，四大部洲4个，安尼10个，个四趣有14个，14个有，欲界14个有。然后色界有，色界呢有初禅，有大梵天，有二禅、三禅、四禅、五净居跟无想天，所以它有这个7个，所以很多呢那个印度他们要修到大梵天，他们不是要去理天因为那个目标都大梵天。那么无色界呢有4宫天，4个、7个，还有14个，总共呢就是25有。那么三界中众生呢，不能忘我，故皆名有，融合的无，有我执、法执，然后受苦连连，一直到无我、无法、无学叫做善超，善超之有。所以我们要努力，要善超之有，所有有都超越了，已经到达无生法忍，无法可学，无学，那都很高的程度。以超有而不离有，不超而超若成空自己之阿罗汉，自此世间传持佛法，则不得名为善超。所以那个善超之有，还真的是很超越。成空自己那就是已经家己好就好，不管别人希望那个叫成空自己。那么成就威仪，能以国土成就威仪。那么比丘呢有3000威仪8万细行，名为律仪戒。若以行之作恶
身口七之，时时谨守不犯，名为成就威仪。具备了威仪，则鬼神呢，亲仰，钦佩仰慕。不具备威仪啊，则世人啊，讥嫌。我们凡人世间人啊，该讥笑，该嫌。亲仰之福之因呐，讥嫌呐是罪之本，所以他的外表啊能够造福众生。那去有众生咧嫌迄就做罪啦，他造罪了，所以要看的，那个三恶道。那么威仪啊，虽是外表，具则令人得福。缺则呢，令人造罪，所以呢，这个期间的关系也很大，比丘呢失威仪，假如说他失掉威仪，皆由于散乱的心，若色心呢常在定则自然不犯一切的威仪。那么从佛转轮妙堪遗嘱，严净毗尼弘换三界。这轮为法轮，佛法圆融，无始无终，犹如车轮，常转不穷，又能载运众生，离生死苦得涅槃乐。故欲佛法如轮，好像轮。又这个轮有这个摧意佛法能摧斩众生烦恼壳，现真实相，故名轮。这个轮法轮妙堪遗嘱，未有大智力能核淡佛法。可以挑着佛法到处去卖。佛所遗嘱一一能如法手持，不致散乱遗失。如在般若会上，须菩提能转教菩萨，及其事也。这个事实这个须菩提能转教菩萨。把佛的佛法教导的菩萨。那么严净毗尼，毗尼呢翻成中文叫做觉力，觉的总名觉力的总名叫毗尼。那佛所制定那么轻重开得呢持法名为律，轻重等华。不令有犯，戒行无亏，名曰严净毗尼，就是遵守戒律，弘换三界能如此的即为出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大毁犯，所以弘换这个三界，然后应身无量。度脱众生拔戒来，业之成类。佛法利益众生以各种方法教化，最直接有效乃应身皆矣。故曰应身无量。且不但度现前的众生，而愿拔济未来一切的众生。愿大都利大，又不但度一切的众生，而度十方一切众生。四大所有风土五蕴，色受想行识众缘和合而现象。众生名叫众生。那么现象是众缘际会而生。那佛性本不生，不生就不灭。那么凡尘只要落入现象就一定会变化消灭所以称为妄。妄就是不真。我们在生活中时常听到鼓励的话，
要认真。点醒我们呢，不要认假，要认真。而凡尘四相呢，哪一样呢是真？全部呢都是假。那么出烦恼坑啊耶拔，能够呢出烦恼坑拔，然后度生死海耶济，拔济，拔济众生呢业之尘类，凡尘啊劳劳碌碌啊，叫尘类，不管什么身份地位啊，都要接受天地的煎熬，被凡尘啊所累，要超越尘略，需要修道，成道，从明理啊入手，非困难之事，不是困难，绝对呢可以达到。那么其名曰大智舍利佛摩诃目犍连摩诃迦尸罗。那么底下这一些是在介绍这一些弟子大弟子们的那个背景。那我们拿回去看的就可以。富罗那、密多罗尼子、须菩提、优婆尼头等而为上首。这一些背景呢，那个小的字我们就不再念。那么复有无量的必知无学，并其痴心呢，同来佛所，直之比丘，无量，就是数量非常多。必知呢，就是独觉，必知佛，那个没有老师教，自己呢观察凡尘的万象。观察万象，然后能够这个了解到这里，那个叫必知无学，修成叫必知佛。那么并其心呢，跟他们的徒弟同来佛所，那么识之比丘，一些他们是跟比丘一起来的，使以比丘们带领，那么修是指，佛制定比丘，觉下安基从4月10号一直到7月15号90天。以夏天呢，那个地很多的种雨，那佛慈悲呢，解除尽洗，就是卖去个打洗。要免伤呢从雨。那么夏至已毕，就是已经经过7月15 90天已经过去了，故名解夏，已经把那个禁酒的已经解开那么修夏以后任意参求，就是经过90天以后。那么可以不了解的可以自己这个问看要问谁有自己的喜欢所以叫自知即自由呢参法。那么十方菩萨呢知觉心仪，亲奉直言，将求密意。那么这个十方菩萨呢知觉心仪这个又不一样了。那个不同角度这个菩萨心有疑惑呢，一定呢要问佛，佛才能够给解答。所以十方菩萨呢知觉心仪，知呢就是问，来问呢他们心里面的一些疑问，亲奉持言，就是直接听释迦牟尼佛慈悲的教导。那么将求利益那个要这个追求那个秘密的真理义理这个是不记载在这个经典上面秘密的那个都没有画。那么即使如来呼咒宴安，为知会中呢先至深奥，所以这个地方只有这样那个如来呼咒
晏安就已经呢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为智慧中呢在宣示那个深奥，那我们经典里面全部都没有记载，因为迄拢点点的拢用一款那个身教在教导他们，用那一种没有语言的那个方式来改所以经典内底都无记载跟那个妙法莲华经那个前面一段是一样。那么华严轻重得未曾有，这法席是呢现在这个还在会场留下来的这一些人就呢得未曾有，就已经呢佛有告诉他们那个深奥的义理。那么迦陵仙音遍此汪界，恒沙菩萨呢来场。这个迦陵是一种鸟的那个名称，那个鸟它的叫声非常好听，所以好像仙音一样，能够呢遍此汪界。那恒沙菩萨就是非常多的菩萨来聚道场，都呢在这个道场那个聚会。那么文殊师利呢而为上首，那么这里面文殊菩萨呢就是最这个最积那个智慧的上方，所以他为上首。那时波斯诺王为其父王呢围入营斋请佛供这个时候呢，这个波斯诺王为他的父王为日就是做祭啦他的父王的那个忌日，然后营斋呢就是办那个素食给僧人吃这个营斋。那么请佛呢供乐，请佛也一样来请。那么供乐就是正殿的两旁正殿是办国家大事那殿的两旁就是在皇宫里面上管呢挺多正殿要办国事，所以没有在正殿办那个营斋。自营如来那个波斯诺王自己那个迎接如来，广设真修无上妙位肩负亲缘自大菩萨，各家己本身来迎请名将呢在所谓大菩萨。那么城中呢复有长者居士同时唤声赐佛印。那么在王舍城之中呢，各有一番长者居士有在中驾同时就是唤声就请僧人吃饭赐就是等候赐佛来应等候的佛来回应。那么佛是文殊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斋主，那佛呢就命令文殊分领这个菩萨以及呢阿罗汉来应这一些那个长者设在前这一些修道人。那么唯有阿难呢先受别请，言由未还不妨生次就只有阿难他呢之前呢已经有受别人请了然后言由未还也未回来不妨就是未付啦未付呢和迄个文殊菩萨带你去迄个长者的家里吃饭所以不妨吃。那么既无上座及阿遮里途中呢独归
他们这个佛这个戒律里面出门以后要有3个，一个上座一个阿里跟自己一个，安尼3个，安尼才无犯规啦。你若家一个出门就算犯佛规。那么上座呢有4种一个就是年上座，就是讲年纪真大年龄很长。第二个戒腊上座就是受戒很久第3个呢福德上座就是福德就是很尊胜。第4个法性上座就是已经证无为证到佛性本体，那个呢法性上座。这里呢我们中文叫做窥范师，堪为人的师范。那么共有5种一个是剃度这个受沙弥这个十戒法。第2个呢是教授以受具足戒这个时候那个起戒。第3个就结盟受比丘那个戒的时候当那个坦白是结盟就是报那个号。第4个受经教授这个经典。第5个依止及参学之的主人。那么立志一生演出驴须2人，上座阿遮里这个同行，所以言行子反过失。那么阿难呢受别请不同言辞故伴离，途中独归。那么其日无供已经呢供养佛了，供养菩萨了已经没有在供养一般的僧人修道人就没有别在设供，所以就无供。那么即使阿难直持应器，就是拿着那个钵以手由尘次第行起。那么心中痴求呢，最后的坛乐以为斋主都没人来供养僧所以他就比较困难去托钵。所以诺王请佛长者居士同时换身，故阿难呢世路无供，不得已自己行起直持应器我们这边总叫应量器这个应自时量大小而成其趣乃受时之这个具体色量体色量3个皆应法如法不能吃多拿的气太小，不能吃少拿的气太大要刚好。那么佛字那个体就是铁跟瓦2种可以。那么色有些丁给它分分呢没人爱所以这样就是不会惹起人家想偷了平时时时不收这个炎热的夏天电家不必乱喷量则应急食量多少而为极大呢不过3升，至少1龙生半一升各半各一半以手游城即手路他所游的那个地方，诸罗华城就是王舍城。那么次第行起，次第者呢这个哀父这个呢
挨家挨户啊有那个顺序哦，不越啊这个贫穷哦，寻起啊哦依顺啊大圣法律哦，平等啊次第而起，都是平等哦。小圣的起时啊哦，向觉之衣冠哦唱三啊哦这个土次法无淫神。那么今哦次第啊行取，就是学这个大圣。阿难呢心中出求，最后谈曰哦那个谈就是布施，越呢就是越过贫穷，以为啊这个斋主哦。所以啊，这边有讲说哦，谈及布施，为布施可以啊祸福哦，能啊越过贫穷苦海。那么最后以王及长者居士啊，修供代谢哦，为先前的谈乐哦。那阿难心中啊，出求有花心呢，施我者啊，乃最后的谈乐哦。以为我之斋主，那么还显啊，王及长者居士啊，为佛菩萨哦，阿罗汉的斋主，那个都比较高的程度。那无问哦，见会啊，萨利尊信及旃陀罗哦，方行等持啊，哦，那个旃陀就是屠杀业哦。那么阿难呢，他是要平等哦，写那个大乘法。我所着的师子啊，不论呢哦，梵志是净性哦，那个旃陀是慧性，不过他们身份地位，萨利啊哦，那个他们印度啊是叫王种，或是呢赞助哦，那个真济产真好业哦，尊姓呢。旃陀罗，我们中文呢叫做杀者啊，哦，屠杀为业，那个是卑贱的哦那个职业。那么方行等持啊，哦，方者啊就是法，哦，因要呢效法佛菩萨，以平等之慈心啊，哦，行平等之起持，哦，不倦者卑微。下劣之家而不取。那平等起持啊，哦，有5个义理：一啊，由内政平等理；外啊，不见有贫富相；二呢，心理啊贪慢，那个持无啊偏利；第三个啊，表威德，不惧啊这个众相，孤有。淫女家，第4个，习凡夫的猜疑，第5个破恶圣分别。所以阿难呢，要学平等之词啊，不择微贱，不选择啊，那个起时的对象。花欲呢，连成啊一切众生无量的功德。花意啊，就是花心，花大圣心呐，行平等期，既不则不选择微贱呐，这类令啊微贱者亦可施食求福，故能呢圆满成就一切定慧众生无量的功德。阿难已知啊，如来世真。喝须菩提抵大迦舍，阿难呢在净明，就是维摩诘经啊，维摩会上，那么早已经知道如来世真呢喝须菩提和大迦舍，喝呢就是骂的意思啊，因为啊须菩提舍贫啊起富，他的意思啊。就是恐其呀，无尽啊，以续啊善根。大迦舍呢是舍富啊起灵，它的意思呢就是引起啊久苦，贫穷啊，都受生活的苦，
令众啊不因，恶人的意啊，虽善而心不平，故为那个为谋者净名居士啊所喝。那文中说如来世尊而净名为金树如来获身，则知啊净名之喝啊即世尊释迦牟尼佛之喝是一样的。又呢这个释迦世尊以净名之喝为非，实质啊亦喝也，就是骂他们心啊不平。为阿罗汉啊心不精平，屈两如来啊开阐无遮，度之啊夷。这个偏护啊令人生谤，然后呢为有爱护之心，贪口腹啊之欲，然后偏贫，就是像那个贫穷的去乞食，令人自疑啊，未有企图，然后阿难屈两如来啊，开阐无遮，屈者就敬也，仰啊就是目仰目，敬目呢，这如来，开花阐明，无遮限，平等行起，可以度之啊，怀疑毁谤。然后经比啊，城隍、徐部啊、郭门，严整威仪啊，消功斋法，经者啊是过经过，比啊就是四楼华城，皇者城外的豪胆，无水啊，为皇，郭门啊即护城之门，徐部者啊。就是行礼端庄，很端庄啊，行到呢，刚才卫兵的交接，那个啊，我们假如说到那个忠烈祠啊，去看他们那个仪队仪兵的交接呀，那个走路都很好看，缓急啊得以，犹如清风呢，徐来，严整啊威仪，端严整饰啊。其威仪，四目恭敬啊，其才华，以其感化呢，以忍。那么如此啊，有生善啊，灭恶之功，非阿难故众失态，咬人啊，恭敬，他们呢本来霹雳之中啊，就是要这个样子。那么尔时阿难呢，因10次呢，经历饮食啊，遭大患之。尔时呢，就是啊，入城乞食之时，因阿难呢，欲学菩萨平等之心啊，乞食，然后呢，次啊，即次第，寻起，经历饮食，即引你之房间呐。幻视啊，就是虚幻的咒事，变化呢物象啊，迷惑于人，令人呢失性啊，被其咒力啊所摄，不觉啊随从。那么摩登伽女啊，以娑毗迦楼仙梵天咒摄入呢习。这个摩登伽这个呢依那个戒因缘经啊，那个戒因缘经里面翻译为呢小家种，那么也叫做呢下界种，是其母名啊，他母亲的名字。那女名呢波吉底，那个女儿的名字叫波吉底，我们中文叫本性。未虽呢堕入淫女，那本性呢不失。那么今女摩登伽女啊，依母啊张名，按照她母亲的名字说出来。娑毗迦楼，我们中文叫做黄华，意云啊金头，金头发，以华
黄如金啊，看那金苦行外道的名字梵称呢先天的啊，过去啊先梵天所授，那么金头外道那项羽传语啊摩登伽传给他的母亲，那么其女因见阿难啊具佛这个20种相然后呢色身如影非常好看心生呢爱染，因过去500世以阿难为夫妻已经呢爱惜未忘爱与心一见呢就喜，看到就很喜欢故其母亲讲愿为夫希望他做丈夫。那么母亲告诉他阿难已经出家要呢舍离爱欲莫做思念，不能够这个两头。那么其女一直要求他母亲当满守愿他母亲被他缠得不得已来这个做尽护食用迄酒的迄个羹看的迄个吃的米来顶头，那么使予遂阿难，你提议阿难，而阿难呢心意恍惚背起协奏手色便是其家深入饮食，离一旁间及摩登伽之寝室。那么引公五摩将为戒体，所以呢，我们了解到大概我们凡人最喜欢这样的喜不喜欢？这个公就是身摩登伽女引心呢炽盛这个欲焰飞扬他那个爱的那个心已经很高很嗨，将呢起身这个波尽阿难那么抚之摩之阿难则如醉如痴心虽明了力不自由。那么将毁戒体戒体及受戒的时候，登坛白结魔见就是登坛已经讲那一些里面的内容所得妙善无漏色法，即是呢无咒戒体。那结魔师第一番白于云，此是第一番结魔已成，那十方妙善戒法由心业力悉皆正通。那么次语，此是第二番结魔已成，十方妙善戒法于虚空中如云如覆汝顶上。那么第三云此是第三番结魔已成十方妙善戒法从汝顶门流入身心，充满正报是为戒体。那么将为戒体乃摩登伽女将欲毁阿难之戒体以遂其欲就喜欢跟他做爱。那么现阿难呢以正出国有道这个这个戒力有道呢共戒力，身呢虽静而心不动，乃将回而未回，犹得保全戒体然当时是破前讲虽莫导世尊大慈宁不救我。那么世尊呢这个他心悉知故下文所以他有接受那个
那个戒体以后，心里面呢祷告啊，今年释迦牟尼佛赶快来救我，释迦牟尼佛才能够收到啊，不然我们众生大家也都在受苦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都没有收到我们那个受苦的心声？因为我们没有受那个白结魔的受戒。那么如来知彼啊，隐士守家，斋必啊贤归，王提大臣啊，长者居士，彼就指阿难。佛心真知啊，无所不知。知阿难呢，为隐士守家。那么隐士啊，就是啊协作为导引之事，具备作力守家，无力啊，敌苦，故望佛垂救。那么佛的常理啊，斋必啊，既未说法。佛一般呐，受人家这个斋请的话去吃饭吃煞拢会讲经说法。那今日呢，速归，今仔日呢，真赶紧就要回去，必有因缘，故王及大臣啊，长者居士啊，俱来随佛，愿闻法要，就是要听到一些很重要的佛法，所以我们把那个法要啊，就写在一张这个讲义上面。所以都有这个身上都有一张，对不对？这个就是法要，楞严经的法要。那么既来随佛，愿闻大法心要啊之意。这一段呢有微细的理在，我们呢加以了解。如来应梦王宫呢，允何之也？以迭王宫那一章，因阿难呢有护戒之善念，自然呢那个感动，能够感应，感应啊这个佛心，如来一人呢，皆不处而独知也。如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他知道呢？如来妙智啊，虽周遍法界。但无感而不能应，何以故啊？若无感而应的则如来之智慧啊，如同凡夫之妄想。无故呢而生知觉，不会无故啊而生知觉。若如来无感而能应者，十方一切众生受苦无量，皆应往救。若往救者啊，世间苦事何不这个习昧也？若知而不救，则非佛心。好像世间四大所有风土啊之性，周遍法界无处不有。若无因缘接触啊，毕竟不能发现。佛性呢亦不如是。佛虽呢有普度之心，非有感而不能应，所以修道自己发心啊，非常的重要。日常的生活时时刻刻啊，回光返照，26时钟，26呢就12个时辰，一个时辰2个小时，26就24个小时，时时刻刻都守住中道。中道就是佛性本体，就是呢跟呢如来佛这个心相应，如来会来度化引导。但一切众生呢日常生活却是希望被美色啊这个引弓抚摸，时刻以身体的感官呢刺激啊享受为追求的目标，这个住在形象上与佛心不能相应，想成佛不是梦幻吗？这大概我自己写的。
于是呢，这个真顶放百宝，无畏光明，光中生次啊，千亿宝年。那么于是即佛归啊众随，阿难呢戒体啊将回未回之时，顶呢即呢这个肉髻顶相表如来常性，本觉离体。光明呢表始觉自用，光是百宝表慈悲得用，有求必应，可以摄受前品。光是无畏啊，表威势利用，无恶不推，可以折伏众邪。从底放光啊，表从体啊即用，依本觉离体啊，其始觉自用。光中呢，出生11宝莲，表因行啊，色觉起行，为依始觉智而修大圣行。有佛化身呢，皆夫家咒，宣说神咒，上乃放光生莲，此则呢化佛说咒，无我心佛，是无上心法。佛居佛顶啊，乃尊中之尊，所说神咒啊，即密中之密。佛表知佛即果，莲华表如来密因。金华从顶出，显一心啊，不离果觉。佛在华中显果觉啊，不离因心。为修德有功，性德啊方显。能成就近觉佛，这家福咒啊，乃叠子而作。本经有5次的放光，此第1次从顶，表依离啊起智；第2次呢从面门，表知智啊将开；第3次呢从那个万字啊，表因心显见；第4次从知佛顶，表一多无碍。第5次呢，从无体，表耳根连通，总色呢知根。次文思，思将作护啊，恶作小美。这个次德啊，就是次令。这个我们了解说人王。法王俱可这个称次。那么咒虽佛说啊，必假生传。必次文思者，以阿难为邪事所验，非大智啊莫能写；摩登邪为痴爱啊所服，非大智啊莫能解脱。以文殊的智慧化性与痴爱，故能呢提拔阿难，出于隐士，讲劝性离归来佛手。那么提讲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手，提对阿难是罪初醒，精神未复，故悉提悉讲对登伽。如痴不悟，未肯忘归，故悉讲劝。登伽见佛成佛开导，顿证三国，一击手，这个戒言诚意，利益，将此段经文换成领悟的契机。阿难就是自己协奏隐士即这个现象之美声美色，见色即斗隐士，闻声呢即斗邪咒，玩回光返照即佛呆闭闲归，放光化佛，求出离声色之方法，即化佛说咒，能出起出离之心。即佛之闻思了声色呢，空无所有，
即归来佛手，这个是把它又讲白话的另一段。那么阿难见佛顶礼悲泣呀，愤无始来，一向多闻未见道力。从此一直到流通分之前，皆是正宗分南经这个真正中要之意即正受言性定宗旨。阿难自愤一向多闻，未显道力这个五遭患事不能自救。阿难与佛同时发心，佛众实行，阿难众多闻，喜欢多闻，佛已经证悟果位了，阿难犹未了道，故自愤。丙礼者谢旧，谢垂旧之温，悲泣者伤行起之思，悔愤无始来，一味的偏重多闻，不勤定力未曾从闻思修，故未遣道力，不敌这个邪咒，这个道力就是定力，那么此一份正是阿难缓迷归悟改过自新之心，他的心已经改过，因亲祈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所以这个妙奢摩他要灌，那妙要灌下来，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禅那。可是经典翻译它就省略了那个后面两个妙。那么诚恳请求十方如来成就之方法，欢离菩提，我们中文叫做觉道，为自觉觉他，能够自觉又能够觉他，觉行圆满，走成三菩提之道。一真性菩提，以理为道；二实质菩提，以智慧为道；三方便菩提，应机施教为道，应机度化众生。真性菩提者，即真如自性，真如是理，此理为自心本觉之佛性，又即一真平等之性，众生仙佛一样。这个生活不二，生就是众生，佛是佛的果位已经成就，不二都一样。众生迷此，知佛正此，差别在这里。正即此理，法身显现，即法身而。那么实质菩提者实质之真实之智这个穷得一心本源，称真如理所证这根本智，成自受用报身，此智照理，理无不测，又名理智，亦名实智，以真实智照本觉理，即般若德，上面法身德，这边般若德。那方便菩提者，全了方便，自觉于言然后觉他，从根本智起佛的智，现他受用报身，为大基的大根基的说法，又应各种机现应化身成就众生各种事业，又名是智，亦名全智。全就是方便，种种自现自在无碍，其称解脱德。所以三个，一个法身德，一个般若德，一个解脱德。佛证三德，具三真，成就三菩提。阿难分小圣无力敌魔，思修最上一圣之法，
此即这个发微小向大之心，故有此请。这个就是这个本经的开头由来。妙奢摩他三摩禅那，阿难不知十方如来因地所修之定名，乃举常说的三种定的别名，加一个妙字予简之。妙字须冠下三名称，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禅那。那么简此定，非作意修习之定，不是我们那一种凡尘，那个用四心在修的定，乃天然本具之定，非独自四心之定，乃圆含万有之定，故呢以妙称之。奢摩他等三呢，乃定之别名。所能言定之总名。然当知奢摩他三乃定之共名。他经呢亦有经也有奢摩他。所能言为定之不共名。独举此经故，只有这一部经才有所能言大定，剩下的没有。那么阿难加一个妙字予简之，是刻定请佛指示十方如来得成菩提之定。那么佛知阿难问意以回小向大，发菩提心，故摩顶安慰是之有三摩提，名大佛顶所能言王，即转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那么此所能言王及十方如来得成菩提不共之定，此定言含奢摩他等三种别名，成一佛定的总名。那此一门超出即一甚了义修正之法门，方能超出权小而去妙庄严路。那么佛既是总名之后，乃复按定信解修正那个秩序直达三名。以正说前经文中三段有标出界限分明。那么出佛破妄事无处之后，即求是真，开示我等奢摩他路。当知此相，正破妄事非心，妄事无体，乃彻去奢摩他路之障碍。以四心乃能也大定之障碍，四心不去大定不成，故此三免不可用此观来解释。以此观不能舍离四心。四心有生有灭，如以生灭心为因，决定不能发明不生不灭之性。故佛此事根中不动摇，不生灭之见性，要阿难开解照了。此常住妙明不动周延之定体，即奢摩他。佛要阿难生信发解，言入如来掌心，为所能言定体，微密光照性具即定之慧，即精明之中如来密因是。那么其段说性不说修，故独属奢摩他开解照了如来常性本际之定体。那么接着说妙三摩，是实际进入修持阶段。那么经文佛云：阿难汝等决定发菩提心，以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倦，应当鲜明发解初心二决定义。
二决定义啊，一决定以因同果，若因地以生灭性为本，修因而求佛圣啊，不生不灭，无有是处。那么此舍事啊，也名义。所以或许一直在阐释说，不生不灭的心，修生不灭道啊，都是从这出来的。那么而决定呢，从根啊解决，佛理啊，悟后起修，须以六根啊，选择一根下手，但从一门深入，自可入一无妄。一根呢还原啊，六根解脱，然后无师特显耳根呢，从闻思修，即为妙三摩。那么从根修正啊，乃性具啊，即慧之定。佛要阿难呢，多闻之人，乃向耳门救入啊还家。即精明之中修正了义啊，是也。在接收妙禅那，因阿难白佛言：我辈啊愚钝，好为多闻，以知漏心啊，为求出离，蒙佛慈悔，得正呢熏修，身心快然，获大老益，再请禅修位。那么佛会说妙性严明，离之明相，本来无有迷雾啊还胜之分。因众生一念妄动啊，从真起妄，故有12类身。还妄归真啊，则成55位。由前三摩，正圆通体，安住啊圆定，登体起用，万行还心。自此啊本定，立位啊增进，圆满菩提啊，为无所得，即为妙禅那。那么精明之菩萨万行是也。那么此事呢，自他两利啊，上求下化之行，和此三定的别名，成一首楞严总号。即阿难所请，方如来得菩提之定。那么最初方便于是复有和恒沙菩萨即知十方大阿罗汉。那么最初的方便即奢摩他，物理为最初方便，那么修行呢为初方便，所以一个最初，一个初。那么修行即三摩，禅那呢为方便，所以最初方便、初方便、方便三德。那么以禅那中呢，以得圆正，定慧呢均等，中中流露之行，为即萨波罗海，我们智慧财，方便萨波罗一切种子知佛。究竟圆满果的智慧。那么佛教以方便为门，今奢摩他呢最初方便是悟门，三摩初方便是修门，悟修超出生真门，然后禅那方便是正门。经历呢55位真菩提。正入涅盘之门，就已经呢正入这个涅盘。那么于时即阿难呢请求佛定之时，成佛法三圣这个供养共同敬仰，故引复有和菩萨及之十方一之佛等。什么？超过？没有，因为我们都不愿意问，所以我想只想留下10分钟就好。好了，现在还有20分钟，
因为大家口这样念哦，会想说我摕回来看，我摕回来念就好啊。哦，其实你拿回去看哦，不见会了解里面意思，所以哦，或者才会把它念出来。这一段哦是一个起头而已啦，后面很多哦都是要我们去用心的。这个是一个开始怎么样来一个起头，不要觉得它很深啊，它很白话，有没有？很白话，足浅的啦，会深不深？会讲真深就是咱拢唔捌接近啦，所以记得那个后面那一些整理里面都要带回去听，带回去看。剩下20分钟留大家问，已经减少10分了。下个礼拜现在再不问，下个礼拜剩下10分钟再不问的话，我们全部都讲课。有没有要问的啊？剩20分了。好，请说。老师好。好。为了让你多一点时间让同学，就要帮我那不想问的对不对那个请讲师复习一下。我想要问今天就是有那个阿难第一个就是说，他在刚刚讲的就是跟他老师的那个之前的那个第一个他应该是有得到的，他应该有求到的就是一个候选要问的这个。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因为他遇到危险的时候，然后他可以求就是释迦牟尼佛，然后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用，有时候我们就是第一个就是佛性第二个就是跟理智有时候在冲突的时候就是在交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遇到这种状况。那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觉得做法就是以那个刚刚所讲的是真性菩提那真性菩提来讲的话，就是说，先我会给你加智，当然这中间有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包括说历劫来说所想的所做的当然就是会有影响那后学觉得是说阿难他应该是也是要聊他这段但是可能在自信上或者是这个现实的生活之中，如果有相冲突的时候那怎么办？第一个可能他会觉得很就是非常的难过了那如果说我们修道的人如果说有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有些来讲的话就是说谈到后学有一个职员他说他想要跟他的老公离婚但是他已经就是嫁了第二个一女嫁一个，然后再第二个，但是他说他是信基督教，但是基督教里面说他是不可以离婚的，但是后来他也离婚了这是第一个。然后我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修到的就是说，第一个色界从淫界这个淫来讲的话，产生意念就算了就是说看到的或者是想的就是很严重。那请问这个刘讲师就是说，如果说从这个淫念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以你现在的年纪就是大概比较稳定的部分年轻辈的有时候生理跟心理的部分就是说可能包括所想，包括后学的孩子就是说联想，包括说连现在电脑都不能看，都不能进去看，因为老师说过这个就是八大意思这个
以后可能就拔不掉。那请问刘讲师有关这一部分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就是说给这个年轻一辈的人但是如果说强硬说法他又听不进去，那有怎么办？刚才的或许还没有上来讲课的时候，我们这边负责点的师呢有跟或许讲，说我们礼拜有讲那个就是求道以后再去皈依的事情交代说那个不用就是回来忏悔，就是回来向老母磕头，多磕头就好了。因为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形之下，然后就是皈依那个本身那个罪过不大了，那我们知道做了自己都向老母磕头就可以了，先把这个件事讲给大家知道。那刚才呢这个问的问题因为他也问得很复杂了，我不知道要从哪一个去回答起，是要从就是那个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从那个观身不净我们上个礼拜有讲。他们印度的那个修持者，他们都有那个尸体林可以去去观察那个我们人死掉了以后一天是什么情形，一个礼拜是什么情形，然后一个月又是什么情形能够观察它的变就知道说我们人那个真的是观身不净36物合成的身体都我们是爱哪一个36物里面哪一个分以后没有是可以爱的，拢真垃圾所以从那个根源着手，然后呢了解说或许都很推广那个谢谢你那一首歌那个我们老师讲真信可以这个留下我们那个累世累生的记忆都是说我们已经不只有千生万世，拢无法度算，已经太多的多那个生生死死太多的多，然后我们都在其中在翻滚在那个因果里面所以我们开始讲树子对法龙说那个一切的因果皆如梦幻，就好像我们做梦了都是梦幻不真，所以我们在造因的时候自己要掌握那个因自己要了解起心动念都要知道所以那个路那个生命因果牵系都是我们心念的累积，对不对？我们心念起心动念太多了因为都起心动念都不合真理，所以累积太多就变成我们六道轮回就已经太那个密就是很繁密所以一直在六道轮回都太久了所以我们要就稍微清醒一下能够清醒了以后我们回到那个妄念放下一念不生，不回到佛性本体吗？回到本体以后我们了解说我们经过非常多的缘会，经过非常多的六道轮回，都已经太密集了啦，可是我们一个也不记得没有一个是记得啦都全部都忘光光了那我们了解不是忘光光就没有，还是有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回光返照来看看我们那个念头是从哪里来的起念的时候一定有它的内容，然后我们呢看看这个内容它是在
想什么，是从哪里来，去找它的因啊。那我们找到因的时候啊，我们会很高兴。为什么？既然知道因了，就会知道解决的方法，怎么样来解决呀？就会知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外在的约束力呀，都不是很够了。什么基督教不能离婚，后来离婚了，不是这样说吗？他对那个基督教不能离婚啊，相不相信？他就不遵循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是内心重要了。那个外在的环境啊，变得无常，都一直在变。那我们假如说都看重外面的形象，那我们内心就没有一个定，笃定。我们内心那个定力都没有，都会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一直变，一直变，变到我们自己都讨厌自己。各位会不会讨厌自己啊？不会啊，真的那真的就很好，可以贯彻自己的意念贯彻我们那个中国文化传承。这样的话很笃定那个外相外相都变化无常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男女之间的那一种那个事。年岁大跟年岁小没有关系，你这个不学了，你到老了还是那个隐心很强。你年轻的时候能够有正确的真理观念那个隐喻的心不强，那个不关年岁啦，它关系到我们的认知。我们对佛性的认知，对真理的认识，说都认识了，那就不会。你只要说能够体会原来造化之中我们是一体。那一体有没有自己跟自己爱？有没有？没有所以会不会做爱？不会很向往所以或者就讲到达那程度事来则应，事去则见。男女之间结婚了，你做爱就像吃饭，不是每天要吃饭吗？有没有？有没有很奇怪？是不是很正常？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都是很正常的状态之下不要这个奇奇怪怪的那个就好了那夫妻都是要互相扶持，互相关怀那个倒是很重要。他要从心里面建立心里面建立对对方的那一种那个去关照去爱护那个不是口头说一说就好了，要从内心去做。那我们有实际做了自己最起码很踏实，在那个人道上面不会亏欠。所以修天道有人道奏起，人道圆满了，天道就可以到达现在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内心重要，自己花心就是要勉励自己一定要成佛现在勉励自己要明心见性。这个不是空口说白话明心我们明的心要明明了妄心，明了真心，明心，然后见性见到自己真不昧的佛性本体，这样明心见性，心明因果就不迷昧，见性成佛就无疑。不是会背了吗？不会又忘了听伤济变乖老子。乖老子那道理知影伤济啥拢袂用然后我们也是一样的
道理听得太多了，我还是不想走，所以还是要了解说根尘相对，那说一根一尘，眼睛，然后呢形象，这个叫一根一尘，然后相对会产生念头，对不对？这个念头心意识，我们在凡尘用就是用这个啦，这个它是会随着外境的变化，然后我看了以后，看它变化，我们心就跟着变化，所以叫做生灭心。生灭心它一直在变化，我们日常用要用不是说生灭心不用，一样要用，只是那个事来则应，事去则静，因为生灭心也是佛性生发出来，佛性的功能作用。那我们现在也心理心法是追求性本体，这样了解吗？我们追求本体，不把那个功能作用当成本体，因为妄心呢，它变化一直变化，所以妄心无体。或者不是讲嘛，假如说那个茶杯是古董，那古董就很值钱安尼要几十万的，对不？我们就很喜欢是不是心？是。把它打破了呢，爱不爱？那个爱的心跑去哪里？不见了，再怎么找找不回来，对不对？所以那个叫做妄心，妄心无体，没有体，它随着外境变化就变化了。所以你看男女之间恋爱，爱个你死我活，结婚结婚即马说的环境甲因分做两位，个人赚个人的钱，结果各有第三者啦，各有外遇啦。伊个咧爱的时阵是咧爱假迄嘛爱真的对不？所以他们都是把真心建筑在事性上面，不是这个真心这真心不会变化，因为它没有形象。不会变化，也不会生灭，都如如不动。那我们要知道，如如不动的才值得我们追求。一直在变动的放一起就好两放袂两放就烦恼那会样得就逍遥自在所以要活泼玲珑我们要很活泼。功作用就让它功能作用，一次用了就好，贵的贵卖过去想伊那本体要守住还要守住本体，本体不会变化常住不迁，你不爱用伊嘛拢地理你若用伊欢喜，所以就爱甲请出来做主人可以来发号施令，指挥咱的这个言行动作，那佛性伫咧指挥咱的言行动作，迄拢合理合理就无业，无业就唔免受果报，不接受果报就没有苦啦，都解脱了。那假如说我们都是很注重现象住相，住相就烦恼烦恼你看有喜欢讨厌，又有取舍。所造的行为就业力形成，然后就要受苦，这样了解吗？所以都鼓励我们问北部的前线的问迄个问还未了呢，一个经过问，讲你稍等咧，解决了这个讲你，无啦，我这参在内底，问得很努力又是很深入不是问迄个粗浅的，拢唔安尼正心内底里，表示他有用心，很用心的在研究这个真理，要把真理融入咱的佛性，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回答了因为你问到我现在唔知讲你咧问啥，还有2分钟，好，请说。
各位联合师、各位前贤、刘讲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三思省是什么？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上课的时候可不可以一直念那个课本？可不可以说一些比较能够动脑筋的道理？要不然的话，真的或许也想睡觉。那你就尽量享受。那个一打瞌睡也不会做梦了，一打瞌睡也不会胡思乱想，那个最接近佛心。当然有一些啦，因为这一些前面是交代它的一些过程，所以我们把那个内容讲出来。没有念小的字不知道它的内容。我念过以后讲到那个真理部分我们都会慢慢说。要像上个礼拜我们也是要慢慢说慢慢说，要各位了解以了解为最重要。头那个问题是什么？三思神。对啊，就是我们身上有三思神，它就是报告我们做的善事跟坏事。那这三是什么是三思？那个是实以我们不是有佛性嘛有秉性，有习性，对不对？它那个它是集中的，有身体以后才有。咱有身躯以后才有三思行，那是伫咧观咱这个身躯的作为在管辖我们身体的作为。它是比较报忧不报喜好的伊拢不爱报拢报歹。那个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倒不用太在意那个三思神，也不用在意呢我们那个我们过世了以后叫什么？过世了以后八世第八世还没有离开身体那个叫什么？阿赖耶识。第八世阿赖耶识可是我们要了解说，阿赖耶识呢，它是最慢离开，最早投胎投胎它先来，过世以后它最慢走的。所以我们在那一个阶段之中我们有修，在凡尘有修那个阿赖耶识的作用就很大，它可以支撑到49天。那假如说人都不行善没有修到，那过没多久都没啦。所以看他的那个过没多久身躯拢也变有无？那个阿赖耶识已经离开了，超过2分了，结果。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主、各位亲人，大家好。我学三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学讲。这个我们呢上个礼拜大家都讲说一直看着这个文字在念，会睡着了因为那个都是背景介绍内容呢这个比较不关紧要。然后我们从今开始就转入这个心法的部分讲这个心法所以一样呢小的字我们回家去看从大的字开始讲。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边？第4页。第10页。第10页我以为说又回到了这个最吃方便这边嘛
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呢开始啊，就是讲这阿难被这个文殊菩萨带回来。那么他混呢这个无始以来一直好多闻未尽定力就是没有在定力方面呢加以修持，所以他很悔恨，都因为有这个恨呢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在凡尘踢到铁板那踢铁板的话就会改变我们想法跟改变后，那么从那个阿难回来以后那个跟佛这个请求能够将那个十方如来得成菩提的那个方法，能够呢开示让他能够修持，能够成就。那么这边呢就开始讲那一个最初方便，以及初方便，以及方便。最初方便呢，就是先了解圆融的道理，是十一奢摩他。然后呢，那个初方便就是要实际去修持实践，就是三摩地。那这方便呢就是禅那，禅那都是已经修了以后有功效了所以三个听起来好像差不了多少。最初方便、初方便、方便，是不是差得很小？差得很小。所以他阿难的要求说能够将那个最初的方便能够先这个开示，也就是奢摩他路。奢摩他以前我们有讲说呢那个天台宗的开宗祖师有创建那个止观法门。那止观的法门就好像那个奢摩他就是领悟圆融的道理。奢摩他跟三摩地跟禅那，它三个呢翻译成中文都叫正定。那三个正定内容都不太一样。奢摩他着重呢在领悟圆融的道理那个物理为先领悟最这个出手的地方最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理念正确行为才会正确所以那个奢摩他路这个阿难一直要求能够呢开奢摩他路。那领悟呢圆融的道理可以说我们在这个求到了以后应该就要这个告诉各位这个圆融的道理。可是我们可能都善因也不足了没有那个善知识来引导，所以我们很久等于说整个修持的方向都不是很正确那仙佛来介绍来开沙，那讲的呢也都是性理心法，因为我们都没有研究不了解内容，那不了解内容就无从修起但是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都很可惜。然后写说我们修道了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佛性，就是一定要明心见性这个成就成道成佛都是从心性修起。假如说不是从心性是从事跟相。那事相方面我们了解都是呢了我们的业障，以及跟众生结缘他呢在这时的功德方面可以说完全的有了。那我们都认为一直很努力的跑，很努力的在做，可是呢都住在形象那个是马修
瞎念，再怎么样久的时间啊，都不会成道，不会成佛。所以一定要从心性着手，而且要深入，深入我们心性，了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修道轨道。那我们也已经各位人员都很难得已经熬过2年了，对不对？熬过，因为听不懂，都还要坐着听，很难过的那个叫熬煎熬。不过都给我熬过来了，对不对？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心得，虽然不敢说很透彻啦，可是毕竟已经要我们再回去这个上以前所讲的课各位浅显坐得住吗？这一条我们听的人比讲的人还高超嘞。所以你就坐不住了。为什么？因为讲的不符合你听了。没有从真理，没有从心性去阐释的话，讲的都是皮毛，对我们帮助不大。所以一定呢，要从心性着手。那我们努力去行善，又不住相，这样呢，我们所有的善融入我们心分，融入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这样的话呢，就叫深植本。我们有道德的根本，都深深种植在我们佛性之中。所以我们就有内涵。那有内涵我们以后假如说呢，做上工作就做得住了。那像我们事项一直在做，你说呢，做上工作宝宝等坐不住，因为没有那个德性。所以从六祖坛经开始六祖就讲，见性是功，平等是德。那我们最难得就是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就是培养德性。那我们想想看，我们分别心都非常浓厚了，所以那个德性就培养不出来。那我们呢，一定要从真理方面着手，努力的修持。那听久了一定能够听懂了，对不对？我们听了1次不懂，2次不懂1个礼拜不懂，1个月不懂，1年就懂了，1年不懂，2年懂了，2年不懂的话，3年都懂了。懂不懂一定会懂所以听久了一定会懂。这个信心法越修呢，我们就会越高兴自己越充实可以说晚上呢，这个睡觉的时候盖着棉被都会偷笑，不像以往盖着棉被唉声叹气。可以有没有唉声叹气没有真的那么好。因为这个越修烦恼越多了那个都方向不正确。那我们呢这个研究心理系法了解说怎么样修才是正确的进入修道的轨道怎么样呢改毛病气脾气都很重要了。所以修道呢都是这个挑自己的毛病，改掉自己的习性。我们有佛性，有秉性，有习性。佛性呢，它是如如不动，不会变化。我们领悟它在，我们不领悟它也在，我们知道它在，我们不知道它也在。像那个谢谢你，或者都一直讲，老师把它点出来，说这个深信深深的相信，我们的生命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累劫就是缘会啦，经过非常多的缘会，以往
已经经过非常多的人会啊，12.9年，非常多，那个累世就是6道轮回，6轮回或者说一个圆会啊，大概就有6万年，那6万年我们假如说都是行善，就有1000次的人道的机会，生在人道之中。各位在人道之中生了多久啊？只有今生追生吗？都不是哦。那个以往都已经经过千生万世，非常多了所以我们在凡尘的遭遇都有其前因后果。所以只要是我们遇到它一定有前因。然后现在因缘汇合，让我们呢去了这一段因缘。所以老师才讲说缘起缘灭我们要圆满，有没有啊？所以在生活中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它可以呈现我们整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只要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三心四相没有，我们当下一念就记住了直是古今。那个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那过去式也有3个过去、现在、未来。现在有过去、现在、未来，未来也有现在、过去、未来，加起来就9世。然后在现前一念就10世。10世的古跟今不离当念，不离我们当下的念头。所以我们当下只要没有三心没有四相，那没有三心四相没有分别，就已经整个佛性都呈现呈现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都呢这个从真那期望然后就造业，造了业就受苦，那受了苦就怨天尤人这样子恶性循环。然后我现在知道了就呢要了解到过去就拿过去，未来呢还没到，现在住既然三心都没有了，就没有四相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那四相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不管是物不管是人，都是平等。那既然都是平等，就没有喜欢讨厌。那没有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我们就没有行为动作。那么说行为动作都符合真理那符合真理不造业，不造业不受苦，解脱了。所以要自己解脱了不是求仙说我很烦恼，请帮我解除这一些苦难不是这样仙佛他不会帮你这个把所有的业障消除。要消除业障是要自己自己努力自己努力才会。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讲那个数值对那个法龙禅师讲那个业障那个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这个皆失节律，没有思虑那入世之法呢，汝今与德更无缺少，与佛何殊？跟佛没有两样更无别法，已经没有再别的方法汝但任心自在给心自在，默起关照，意默呢这个诚心那个默起贪嗔怀愁绪，然后呢这个荡荡无碍，没有挂碍，任意纵横就是自由自在这样任意纵横。然后行自作恶
触目一眼啊，皆是佛妙用。然后快乐无忧，故名为佛。这个是是指啊对那个法融禅师讲那个道，因为那个时机啊，在西元呢600年左右，在六祖的那个诞生那时期，蛮早了因为在达摩祖师传道给神光以后那个皇帝呀就是在杀修道人所以二祖就赶快要那个僧璨三祖躲到深山去，要传道，你传道就会被杀死那个道脉就断了，所以那个历史之中，那个三祖僧璨的事迹就完全没有。然后呢，四祖道信到山里面遇到三祖，然后三祖这个教导把道呢传给他，然后后来又来，才有呢这个流传，一直传到我们现在。可以说呢，我们那个道有一个脉络。有上天呢派个祖师掌道盘来传已经呢得道的这个众生。那在呢这个三佛授言之前只要你是程度够了，已经到达那个真理的领域那就不用这个祖师来点道受记就不用。直接就可以回本来的那个地位。那从三佛说以后没有祖师受记没有点到那个就是邪魔外道，连都不承认那有的前人在问说，那我在我是要生在那个没有那个上天派祖师来掌道盘的时期。我说那可以你行善把那个种子不灭留着，等到下元会有开天辟地隐会降人，那个时候那个上天派七佛来治理凡人，要给众生住，那个时候你再来就可以不用接受祖师的那个受记，不用点到就可以回归本位。各位有把握吗？我们大概都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能耐，所以还是在这时期借着上天大海普渡，已经呢那个一代祖师把我们玄关都已经开，所以读破经心忘点不如明师一点，我们都有讲嘛，有没有？所以修的再好，没有明师这一点都没有办法归位上天都不承认，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一定得要求道求道打开玄关所以各位要了解那个一代祖师掌前并掌握道盘，才有那个可以那个打开众生玄关的那个那前并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求道的时候一起谈的老师就已经到来了是老师点的各位要了解是老师点的，老师才前并你没有掌道盘没有前并可以点开众生的玄关非常重要这一关也非常重要而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完成的名相是什么名是什么相，那个都虚幻不实在，是假的那释迦牟尼佛也讲说语言文字是起灭动摇辗转因缘生，若辗转因缘生于第一义不能显示这个意思呢就是讲语言文字里没有道，只是借着语言文字来传传那个最殊胜的方法
那我们不要住在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工具啊，所以或许老天住在一起的时候，老天都时常在念，说我们完成博士很多，有没有很多啊？现在很容易就念可以拿到博士的学位，博士很多，可是没有一个博士成佛，他念得很通啦，这个所有文字语言都念得很通达，可是就是没办法进入心理心法，所以成不了佛啦。而且得博士以后都很骄傲，都高人一等啦，那个观念就已经不正确，都是平等，性相平等，人与非人，连非人，就是那个天龙八部，那个都不是人，他的性跟相跟我们都平等，所以一定要培养自己那一种没有分别的心呐，就是平等，人与人，事与事，人与物，人与事，全部都是平等，那有平等的心呢，我们就可以降服所有的那个不好习性。不好的习性本来就没有，那我们落入轮回太久了，自然形成。那到现在深根蒂固要改都很不容易改，所以一定呢要下定决心，先明了自己的那个缺点在哪里，然后呢用心把它改掉，改掉就好了，一定可以的，所以在凡尘法无定法，一切法都无定，要我们自己努力，所以修道一定要回光返照，关照自己所作所为符不符合真，符的话可以延续，不符合的话呢可以改过，这样呢才不枉费我们呢这个能够呢得道，能够呢修道。又能够参与办道，这个都很不容易的，我们要珍惜。那我们呢就又回来讲楞严经，哥一定呢要呢用一点心多用一点心自然呢，那所有那个释迦牟尼佛要表达的我们都会了解，我们讲到第10页的那边就是以大致的来讲，就是最方便，对不对？以此呢，复有恒沙菩萨，及之十方呢，大阿罗汉，就是这一些很多一粒沙呢，一位菩萨，非常多的菩萨，以及十方的大阿罗汉。阿罗汉称大，那已经呢，就是表示他呢也是也已经进入菩萨的那个程度，只是呢他们都会这个以大相显现那个小，就是隐藏呢他的那个根基很深的根基都把它隐藏，它显现的那个形象就是那个声闻以及那个辟支佛比较呢浅的那个程度。那么辟支佛等愿呢要闻退坐默然承受圣旨都已经呢这一些辟支佛呢就是没有人教，自己这个观察万象的变化。观察万象的变化呢，就知道万象是假，那万事也都因缘际会，所以万象万事都虚幻不实在。那能够知道虚幻不实在就不住相，那不住相以后就会回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方面能回来。那个修道就已经正确了，
走路修到轨道。那么尔时世尊呢，在大众中施呢金色臂，因那个释迦牟尼佛金身呢都是圆福坛金就是金色的，所以他的手臂也是金色的。摸阿难顶，就是安慰这个阿难，然后跟他讲，告示阿难，以及施大众，所以我们不只有阿难受益受到利益，大众呢一样受到利益。所有三摩体名大佛顶，手楞严王，具足万贤，就是有这个三摩体，这个是佛他定的一个总名，叫做大佛顶手楞严王，这个呢就是大定的总名，所以这个佛才具备，这个菩萨都还有，手楞严定那个菩萨都还不具备啦，他是百千三昧的那个生出者，能够生出百千的三昧，能够具足万贤，所有的万贤六度万贤呢都在里面。那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十方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那么十方如来就是讲空间所有一切都一门超出，妙庄严路都是一门超出能够呢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德那个本位。那么如今呢谛听要呢阿难这个谛听。谛听就是抛开自己心里面的成见，不能有成见这个有成见就听不来，那听呢听不来，做一定就做不来，所以一定得有谛听才能够受到利益。那么阿难呢顶礼福寿圣子阿难呢他就就接受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开示。那么佛告阿难如我同气这个佛跟阿难讲说如我同祖脉的祖先的气脉同气就是他们都是这个兄弟姐妹兄弟。那么情君天人，那个情跟天人以天为这个主要的，不是在凡尘教的道义之教啦。那个道义之教跟那个天人是不一样那么当初发心以我法中见合圣相顿舍世间珍崇的恩爱这个释迦牟尼佛问阿难说：你当初发心后在我佛法里面看到什么样的那个圣相殊胜的形象能够顿舍世间深重的恩爱那父恩母爱能够舍掉，然后出家来修道，一定有很大的原因那么阿难他就回答我见如来32相我看到如来这个32相，所以我们了解说也是见那个相那个殊胜非常的懂所以才舍掉凡尘的那一些那个挂碍牵缠挂碍都舍掉，然后进入这个佛法就是这个剃发，然后穿袈裟。看到32相圣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他的那个身体，那个释迦牟尼佛32相那个身体竟然可以映彻，也就是可以从外看到里面看得这个很详细，好像琉璃这个透明的看得
这个清除。那么常住思维啊，阿难呢，就常住思维，这一个思维心呐，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那么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他说这个32相呢，不是呢这个欲爱所生，为什么呢？欲气啊，粗浊，那个3个路啊，就是粗了。很细很粗的粗，筋粗啦，意气呢粗浊，心燥啊交媾，就是男女之间做爱啊，那个叫交媾，脓血杂乱啊，不能发生呢圣境啊妙明，就是从做爱生出来啊，不能有这一种形象。不能有这么好的形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行百善啊，就成一相，行了100善以后，就有一个相呈现，所以佛啊，他有32相，80种好，都从累积啊，那个善啊产生的。此金光记呀。那个殊胜的形象啊，是此金光记呀，是可养，所以阿难呢就很喜欢，从佛剃落，就能够呢把这个头发都理光了，穿袈裟，进入修。那么佛就这个讲，说善哉阿难。他已经知道啊，他能够出家的原因啊，就是看到佛像，这个殊胜。汝等当知，一切众生啊，从无始来，生死啊相续啊，皆由不知呢常住啊真心，性净呢明体，用之妄想，此想不真呢，故有人转。所以这一段呢，这个以前或许都呢，要呢所有这个听课的呢，把这一段都背下来，因为它对我们直接啊有很大的关系，说一切众生啊，从无始以来，因为我们啊佛性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没有始也没有终，无始无终啦。所以它都永远在，都在，所以我们都不认识。现在呢，研究啊，就是要认识。从无始来，生死啊相续，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这样一直啊，生生死死，都没有了期呀，生死相续。那什么原因呢？皆由不知啊，全部呢都不知道。常住啊真心，不知道我们有常住啊真心，就是都不会变化，它都永远在，我们呢都不认识而已，我们有常住啊真心，然后性净啊明体，那个性啊很清净，然后呢我们佛性的本体啊又很光明，性净明体。这个呢是真，然后用之妄想，此想不真，这个是从真起妄，从我们的那个常住真心呐，性净明体，然后起心动念，然后用之妄想，我们都用妄想，我们在凡尘所用的都叫妄想，为什么？因为它变化无常。我们的念头啊，各位先生，有没有一个念头都不变的？都会变所以都叫妄，都不真。所以我们在凡尘所用的都是妄想，用之妄想。那么此想啊不真，这个妄想它不真，它就是假的，故有轮转。所以才有6道的轮回，所以从这一个
佛讲的这个里面，我们就了解到，说我们能够知道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已经回归到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我们不用妄想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六道轮回。这样有没有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六道轮回的症结所在就是用之妄想。我们日常生活就是用妄想不用我们真心不用性净明体所以这边呢就点把它点出来了。说我们要呢怎么样能够超出这个六道的，就是要用真心，不要用世心，用生灭心那个都属于妄想，这样了解吗？可能我们假如没有研究心理心法，会不承认为什么我的想的生活黑拢我做妄想会这样会这样想。说很真我目睭看到，耳孔听到，本身去做不到，拢嘛真正实的假。可是一定时间经过时过境迁，对不对？心改不改变？心就跟着改变所以这个就不真了，真的就不会变那会变的就不真。那为什么我们那个真心它会真？因为它没有形象，没有形象，所以常住不迁，都永远一样，不会变化没有形象不会变化，也没有生也没有灭，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咱知影知影讲我们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有真心有，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尽量的把它启发，我们所用的就用真心那用真心的话我们开始会比较吃亏因为现在的凡尘这个善恶都大概都是一半一半然后善恶也很善，恶也很恶善恶各居一半。那佛菩萨呢，他们都要到娑婆世界来这个转世，因为在娑婆世界可以行功立德，因为很多的不善的人，他是不了解到真理，所以才不善。他假如说能够了解那个不善就不见了，就会变成善。所以这个是活菩萨的那个用心，他们希望众生都能够成就，能够成道，能成佛，能够脱离我们这个苦海。因为在凡尘或许呢这个看来那一本小徒儿念书尊那个道经拿给或许看，里面有那个黄母13太，然后里面呢老母讲只会开天五会观，五会然后我们现在五位交替五会已经过了，天已经关了只会开天五会观，然后丑会辟地未会地就慢慢沉沦，就慢慢变化，然后到隐会降人，身会人美，这个是大的一个轮回大的轮回现象就是这样。所以你现在说再怎么样救地球，再怎么样救地球，那个都有限不过这个胃它还有10800年，不会一下子10800天存下去的，不会
还是蛮有一段时间的。然后呢，在过去呀，人啊就没有。在过去呢，天地混沌了。在过去呀，下一个元会又只会开天，会辟地，隐会降人，又下一个元会的运转。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等于说不知道非常多了。那为什么不知道？我们都不研究啊。为什么不研究？为了赚钱啊。我们都有这一种逻辑呀。赚钱要怎么？吃饭。吃饭要做什么？延续生命。延续生命要做什么？享乐啦。就是享乐然后享乐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凡尘啊，可以转个方向来研究啊，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能够转个方向来研究很多道理啊，就会一一的浮现。像那个老师讲生信啊，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啊。我们哪一个留下？没有一个啊，有没有？不要说累劫累世啊，只有一生就好。有没有留下一生？连一生也没有啊。我们前一生是做什么？不知道啊。什么老师会跟我们讲生信、生相信，就是从真理啊去推敲，从真理去延伸。我们一直啊这个听到老先锋啊说，自我成道以来，大地啊混沌次，就是经过7个元会，已经经过7会了。难道我们没有吗？南极老先锋成道以后，我们就不见了吗？我们一样在里。怎么不说在人道呢？一下子在地狱受苦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一样在，只是在6道轮回里面，咱都在轮，等在咧受苦。那受苦的时候啊，知不知道？都不知不觉哦。你看现在做那个鸡啊，做猪啦，做牛啦，他知道苦吗？也不知道啊。所以他为什么会转世啊，变成畜生？就是因为所作所为啊不合理，所以你畜生他的背一定是朝天。背天嘛，背天理啊，违背天理。所以你看现象一出来以后啊，他的背啊都向着天，不像我们人呢头顶天脚立地，有没有？所以我们人最灵那一定要好好能够珍惜，能够把握，不能呢相信因果，那一些啊有的是硬熬啦。有没有看过硬熬的啊？那个硬熬的上天不会让你如意的。好啊，不要紧，你做你去熬。你来世的中间你都不讲理啊，要出生什么？是不是要出生禽兽？做精生嘛精生有咧功利无？伊无功利啊，所以互伊做精生。做甲互甘愿，精神会甘愿袂？伊若唔甘愿，佫做精神，做个甘愿为止啦。看什么时阵甘愿，什么时阵脱离畜生道。所以我们要了解无一种那个精神，它是头顶天啦。你若讲猴子猴子若坐咧伊若坐咧头就顶天啊对无？可是伊若咧还是背朝天嘛背天理呀
所以我们要了解违背天理过来出世就是精生啦。做精生拢唔知苦，干那知影通食，知影通食大只食饱，通风台会了那个业债，我看偌济害咧，害偌久，看伊欠偌济都要害偌久，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害死叶辉的那个勤快。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转世牛，做牛咧犁啦，咧拖咧犁，因为他害死众人，然后在现在上天大开普渡可以出去做人，现在居住在台中，是一个温道，然后已经嫁人了，生了3孩子。可是先生已经过世了，那有道亲要去度他求道，因为3因缘不足，所以带到那个佛堂，佛堂在2楼，他爬那个楼梯就一塌不，他问旁边的人说，你们的楼梯怎么这么高都爬不到，爬不到伊那外人看他说，你拢原地咧踏步要那爬高。所以里面佛堂里面那个比较有经验的就讲这个还没有求到的那个因缘，所以求不成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虽然用骗来求道的啦，但是咱都是有根基才骗咱来行。咱若无根基要甲骗咱骗袂行啦。这样子嘛，所以爱真欢喜会骗。所以那个前因后果，那我们在这一生这一世也一样会遇到一些这个不合理的那个事情降临到我们身上。那我们要了解，既然是找上我们，那一定呢我们在前因也一样不合理对待别人。现在反过来，那个叫这个因果，有因果的关系要培养欢喜心甘愿受。不欢喜我们还要处理处理了以后因为是不欢喜，所以那个业还在。过了一段时间，换了一个形式又来了，又碰上不合理的那个事情，你一样又要处理，这样一生就过得很坎坷了。那我们已经转个心念，欢喜心甘愿受，再不合理都很欢喜去接受，已经了了，那个业债已经了了，了了就没有了，对不对？就是他走他的路，我们过呢我们的桥，互不相关的，清不清净？所以就是要培养，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能够呢，这个逆来就顺受。我们不是也有看永嘉大师讲，观恶也是功嘛，有没有？那个人家骂我们的话，我们就能够观。为什么用观呢？不用听呢？因为观有加入我们的心意的。听的话只有用耳朵，用耳朵听的话，我们就会起对待。加一点气改良。那你用观的话，恶言是功德它为什么会恶言相向？就是因为有原因。假如说你都没有错，然后他用那个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你，那就是要消你的业障，要谢谢他，对不对？要不要谢我们业障是很难去掉这个时阵有人难去掉，欢喜也无。
被骂会欢喜哦，人家会怎么说？啊，你这神经病！我们修道哦，就是有那一种神经病哦，因为都跟常人不同，常人喜欢造业啊，我们喜欢了业，了到已经都没有了。你一直看他呢，都不回话，不顶嘴，他会不会不好意思啊？会不会？已经拍谁对吧？那以后他遇到什么事情啊，他会想到你的那种含量，竟然骂他的时候，他能够容纳，都不回嘴，不恶言相向，所以那个啊，就在培养，一方面呢，培养我们的德性，一方面了我们的业障，那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不是都会难过，难不难过？有没？不过也有人是喜欢人家骂的哦，有没有？凡人事呢，都是啊虚幻自在。那为什么又说凡尘？这尘就是有染污啊。污染我们佛性的意识在，所以要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凡尘，不被凡尘污染，这样呢就很理想。那一定呢就是要自己要下功夫，真的修养，能够涵养，一方面呢自己的品格可以提升，这个品味就不一样，有一些都是尽在不言中，自己能够体会出来，可是呢讲就讲不出来，会很高兴到这个晚上一睡之前一静下来，就会这个一直会偷笑，会说今天了了很多业障，然后增加很大的容量，这样生活就过得很如意，就不会呢走入那个负面的，我们是很容易走入负面的，负面的太容易，所以造罪很快，那个正面的就很慢，要行善很不容易，所以或许讲说你学正学很正派，大概要10年。你学坏的话，大概不用5分钟了，对不对？或者就讲，你观念非常正确，学个10年是正人君子，然后你去看5分钟的叶片，你那个10年功破功了，破不破功？所以就要分辨那个不能去接触那个是夫妻在房间里面做的事不能拿出来公开，拿出来公开呢，那个就破坏我们那个善良风俗所以要了解到那个一看的一言一瞥，马上就要快离开，非礼就误事，不合理不合真理就不要看。当会调袂，看一眼佫目睭佫瞪较大蕊，佫看详细，然后人家这个放给你看的还不够，自己去出来看，那就深陷其中了，家己搞到规身躯拢落骨仔眉，要洗好清拢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了解说要行慈善那个叫累积慢慢一点一滴累积下来，那做坏事一下子全部都破坏了我们大家呢这个互相勉励。
那么如今啊，预言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如今呢预言啊无上菩提，你现在啊要研究无上的菩提真花明现那个无上菩提呀那个怎么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应当直心呐，酬我所问，就是应当要直心呐，酬就是回答啦，回答呢我的问，我问你呢，你就用直心回答。那么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这个十方的来，刚才我有讲，就是这个空间呐，的如来。都是同一道啊，出离生死，没有不一样的啦，大家都一样，同一道呢，出离生死，然后皆以直心呐，都是用直心，心言啊直，心也直，言也直，那么如是乃至啊，终始地位啊，中间永之为趋向，那个用直心呐。整个啊都没有伪趋向啊，那我们起心动念啊，那个叫伪趋向，有没有委屈？委婉曲折啊，有没有？我们起心动念都不止了，已经目的了，所以直心呐就是道场，直心呢就是我们呐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那个。大圣起信论啊，它有详细说明，直心呐，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我们用直心，我们在生活之中就用直心，我们生活之中用不用啊？真的用吗？没有委屈相啊。所以再问就点点，为什么？因为拢不是安尼，都不是用直心啊，所以我们了解说，佛就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怎么样来应对，就用直心，心直言直，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之为趋向，全部啊都没有委远曲折，都没有弯弯曲曲。那我们有没有弯曲呀？我们太会弯曲了，都很老手了，安尼安尼唔好的代志嘛，一个顿讲到安尼偌水的安尼有没有？能言善道就要讲，所以老子才讲美言不信，信不美，还记得吗？迄个会当相信的话啊，伊拢会好听啦。啊，那迄个足好听的话迄你莫相信，迄拢假。所以美言啊不信，信言不美，然后啊，这个善则不变，变则不善，有没有记得？我们听到人家跟讲，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落在咱的心上啊，我们变不变？一定站起来变，不是坐着变，还站起来变。所以就是要了解那个啊，善则不变，变则不善。善则为什么不变？因为啊，总有这个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不用变，事情自然会呈现真实状态。安尼的去掉啊，所有的烦恼，所有那个人事摩擦都拢无去啊啦。整个都消失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啊，有很多事情，我们呢深入一层看，深入一层的作为啊，就整个都不一样。
哦，所以伴奏音乐啊，都要伴奏较大声的，大家拢有听。所以我们这个歌啊讲得很好，都要音乐来伴奏。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就跟阿难讲，说阿难，我即问汝，当汝发心啊，远离如来32相，江河所见啊，谁为爱要？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所在。说我现在问你，当汝发心啊，远离如来32相，那个时候啊，你发心要修德，我们呢都有一段非常虔诚的时期啊，都非常发心呢，要努力啊，这个修道，然后贡献道场，有没有？都有那个时期在了。后来为什么变化了？都会起变化，事情啊都会起变化。那释迦牟尼佛问阿难说：江河所见啊，那个远离如来，看到如来那个32相，非常的殊胜。那江河所见，谁为爱要？看到什么？什么人真欢喜，真爱。那我们回想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也有非常喜欢的那个东西呀，看见的时候啊也有那谁喜欢？什么人喜欢？那个谁为爱要？什么人喜欢？那个呢，我们就可以去探讨。那么阿难呢，他就回答：世尊，如是爱要啊，用我心目，由目观见啊，如来圣相，心生爱要，故我发心呢，愿舍生死。阿难呢，他就真的是直心回答啦。即时啊，根据那个实在的那个情形啊，向释迦牟尼佛讲说，如是的爱要啊，这么喜欢，就用我的心目，由目啊观见如来的圣相，由眼睛呢观见如来的圣相，然后心生呢爱要，所以那个目啊跟心啊，都有把它表现出来。故我发心愿舍生死。那佛一听到以后啊，就知道那个病因所在。那么佛告阿难：如所说啊，真所爱要啊，依你心目。若不视之啊，心目所在，则不能得啊降伏尘劳。佛呢跟阿难讲，说按照你所说的这个真所爱要很喜欢很乐意就是依你啊心目。若不视之啊，不认识之道心目所在心里都一样目里都一样，则不能得啊降伏尘劳。因为我们在凡尘啊都是劳劳碌碌了所以我们要降伏尘劳。各位在日常的生活之中，有没有降伏尘劳？还是钻入尘劳？我们呢要知道说，在呢这个日常生活里面一定我们要去应对凡人的万象万事。那我们要培养事来则应事去则静。那么在这一种心态之下，我们那一种事来则应事去则静，本身就已经
没有喜欢讨厌，他没有喜欢讨厌啊，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啊，就不造业，不造业啊就不受苦，就已经是解脱了，那我们呢，大部分啊，都不是这样，都呢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啊，面对的万象万事啊，都产生喜欢讨厌，然后呢，自然啊有取舍，自然呢有行为，自然造业啊，自然受苦，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没有研究的话，它一直啊，这个延伸下来都会这样。那我们有研究了以后啊，这个事来则应，这个事则应啊，就应该用真理来应对，不是用我们的喜欢讨厌啊，是用真理。那这里该如何，我们就如何，然后做了以后啊，应对了以后啊，就全部抛开，不在脑海里面啊，留下印象。可是我们完成的一些作为啊，这个事来则还啊，事去呀，则失。事来啊，都很烦恼，事情过去了，检讨、开会，然后改进，这样，就变成啊一个惯例呀，就习惯性都这样。所以时常开会啊，时常在决定这个事情。或谁跟老千住在一起的时候，老千讲，修道哪有开会的？修道没有开会。老千的观念讲修道无迄个咧开会啊，咧开会就是咧妥协对吧？你讲你的意见，我讲我的意见，你责办我责办，大家安尼来安尼互相安尼来实行，对吧？这样算修道吗？算不算？不算哦。那个是那个是宗教团体的劝善行为，劝众生为善啊，众生为善了，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安得好啊。那我们不同我们是要把这些善的送上那个成道成佛，是不是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修啊，是从根底修起不是说用开会来讨论决定的。那自己对不对啊？你在开会会不会说？拢会讲好听对不？改了唔好的小砍，会不会？哪拢点点？所以这个久了，跟老天住久了，真的都会融入整个那个修道的轨道，没有那一种妥协的啦。那我有没有妥协啊？导师或许都会跟各位说，我们的六根当家太久。现在呢，要他交出权柄给佛性当家，他会不甘愿，所以要先跟他妥协。从我们那个生活习惯家里都整理得很干净，对不对？然后呢，准备拖鞋，然后客人进来请拖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请妥协？你进来了，请妥协。就是呢，我们先跟我们六根妥协，说你不是主人，所以你的权柄要
挪出来给主人当家。既然你都当那么久了，然后也让一半的钱币你主宰，你记得办10甲要全部都交出来，这样我们那个6根才会乖听话，才不会俩讲听有。所以我们假如说这个听到真理以后全部都不给6根当家，然后都佛性做主你要爱看无看，要爱听无听，要爱闻无闻，要爱食无食，要爱摸无摸，爱想无想，会俩讲未？真的俩讲的这个就是现实啦，现实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先呢就是一半不要全部都移到佛性来，先一半给6根。6根呢，他慢慢的他会知道自己就是卑离跟奴才不能跟主人在争钱币，他会慢慢交出钱币，让佛性当家。那佛性当家就已经走入三宝那个佛法僧人的行列，就已经就是佛的那个身相了。这样了解吗？安尼会样做未？有想要做无？所以不会很激烈啦，都很那个祥和的这样转移之前，有没有？很祥和的转移正钱。今嘛6根的当家的事情转到佛性本体，安尼都很祥和的过程，不发生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怎么样来调试，才能够走入真理，走入真理呢，才能够真的修道。那真的进入修道的轨道，那个成佛只是早晚一定会成。那从自己的心里面生出来的意念，绝对行的啦，早晚绝对行的。那假如说对这个心理心法都没有了解，那个心性都不知道，那成佛根是渺茫，对不对？所以或者都鼓励我们所有有求道的这个道心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了以后修起道来头头是道。就在日常生活之中过得都很快乐。不会说进入修道就苦哈哈的。各位会不会苦哈哈的？很快乐嘛，对不对？修道是很快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很快乐的那个心胸。所以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一定要认识知道心目所在，能够认识心目所在，就可以降伏尘劳，凡尘的劳劳碌碌就可以降伏。那么底下呢，的释迦牟尼佛做比喻说比如国王为贼所欺，发兵讨除士兵要当呢知觉所在。那个国王就是我们的本性那个本觉。那个贼就是我们6根。然后发兵就是始觉智开始觉悟的智慧。那么这个兵就是要知道这个觉在哪里，才能擒贼俩惨再来丢了。思路流转心目为救，
说呢使你能够六道轮回这样轮转不休，就是因为心跟目为旧，旧就是罪垢了，心目心目罪垢让我们六道轮回。那么五经问汝，为心与目今何所在？我们可以把这个问话转到我们身上来，说我们的心与目今何所在？各位填写的，我们的心目今何所在？你都一样，很有意思因为这个都是很平常，在生活之中我们就会去想到的问题，只是呢不知道它里面有那么多的内容不知道里面有真心有妄心就是不知道。那阿难呢他就回答说：真，一切世间十种一生这个世间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界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世间。那十种异生就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它有胎卵湿化，有色无色，有祥无祥，肉非有祥，肉非无祥这样十种。从这个从妄回到那个真只有10种那个异生那你从这个从真起妄的话，有12个类生，要加2个加肉非有色肉非无色，加这2个。然后你返妄归真的时候这2个没有，这2个呢它是呢它是我们的那个真如正次所以就不包括在内有10种异生。那么同将呢四心居在身内各位请见我们的四心到底都一样，到底都是不是到底先过来对？这个是我们所有众生共同的那个认知这到底先过来对所以阿难就把它讲出来，讲到底先过来对就是居在身内是不是居在身内？那么纵观如来青莲华眼意在佛面那个表示说纵然成就如来了那我们看如来的那个形象那个佛的眼睛就好像那个青色的莲花那个莲花之中最殊胜的就是青色的青莲青莲华眼那个好像青色的那个莲花的那个眼睛意在佛面，也是在佛的那个面容就是它的表面这个呢就是我们所有众生都认为我们的四心就是居在身内。我今观此福根四尘只在我面阿难呢就讲说我现在呢观这个福根四尘，这个福根就是水火风土那水火风土这个四尘它形成我们的身体，对不对？那整个我们整个面容也是水火风土形成，眼睛呢也是水火风土形成，所以福根四尘只在我面，都是呢在我的面容。那么如是世心呢实居身内这个世心实在就是居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人呐，所有人的这个观念。那么佛告阿难，如今呢现众如来讲堂，观起头领，今在何处？这个呢，佛呢跟阿难讲，说你现在坐在如来的讲堂，然后观起头领，现在今在，今何所在？这个呢就是要用眼前的景象来这个跟阿难讲道。那阿难回答：世尊，此大功德清净讲堂，在己孤独言。今起头领实在堂外，在讲堂的外面。这个起头领佛在问今何所在？提供别堂外。那佛呢就跟阿难讲说：阿难，如今堂中呢，先何所见？你现在在讲堂里面先看到什么？二回答：世尊，我在堂中呢，先见如来，然后次观呢大众，如是外望方属也。这个阿难回答说：我在呢这个讲堂里面先看到如来，然后呢接着看到大众，然后再接着外望，为门窗看出去，才看到那个起头领灵眼。那佛呢又讲：阿难，如此缘因何有见？说你看到那个起头领，因为什么呢？然后有见，能够呢有看见那个起头领。阿难就回答：世尊，此大讲堂户有开豁，这个户门有窗，就是门窗呢都打开。我在堂得远瞻见。所以我伫个讲堂内底，拢有看到，看到这个起头领。那佛告阿难：如所言身在讲堂，户有开豁，眼足灵眼，亦有众生呢，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者。某迄个众生伫这个讲堂内底无看到如来。看到外口起头领。阿难就回答：世尊，在堂不见如来能临前无有是处。讲在讲堂无见到如来，会当看到起头领迄无一块掉啦。然后佛就跟阿难讲说：阿难如意如是，你原来安尼，表示讲你伫个讲堂内底不看到如来，这个呢就是在破除他的那个自信在身内在身体里面在破除他这个那个观念。所以底下就讲说：汝心灵一切明了，讲你的心灵一切拢会当了解。若汝现显现在眼前，所明了心显现在眼前，会当了解这个心，实在身呢，实在住伫个身躯内底，尔时先合了知内身，迄个时阵应该就要先知影咱身躯内底。颇有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刚有迄个众生先看到身躯内底。然后才看到外口的物件，有没有？先看到内底五脏六腑然后才看到外口，有安尼无？哇，毋着甲破开，看有清楚就甲破开。所以佛就讲，众不能见心肝脾胃。
哦，这挖了伤近啦，甲心吼挖了伤近，袂当看到。啊，迄较呢吼，纸生化长，纸呢就是指甲，指甲伫咧生，头毛伫咧长，金转麦摇啊，成和明了。哦，这应该你拢爱知影。各位前年，咱知影咱的指甲咧生，头毛咧长，知无？知影哦，有看到哦，哦，这厉害咧吼，哦。时间以后才知影讲，哦，我指甲才长啊，就来加加咧。哦，一段时间以后，哇，就来哦那个理发厅、电话厅吼来去整理头发，才知影讲头毛咧长。哦，所以我们聊这个事啊，一段时间累积以后啊，才知道它在生长都看不见啦，哦，拢无看到。所以我就讲。说终不能见啊，心肝脾胃，抓生化长，筋转脉摇，成和明了，你拢应该爱知影。如何不知？为什么你都唔知？必不内知啊，云何知？啊，你内底都唔知影，哪会知影外口？所以这个就讲到心法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对啊？啊，咱的心伫咧身躯内底啊，是安那唔对？安尼有伫内底无？有啊无？有，假使有肯定回答的，一定爱看到看到咱的心肝脾胃，看到抓生化长，看到筋转脉摇，啊，拢有看到无？拢无。啊，拢伫内底无？无。所以我们那个努力的地方就在这里。这里的观念啊，就是要让我们透彻知道，因为心灵啊，心啊很灵敏，凡心在的地方啊，一切都能够了了明。你的心伫倒啊？拢会清楚的知影你周遭的一切，迄才真正迄个心。所以这边呢，我就讲，是故应知啊，如远绝了，能知心啊，住在身内，无有是处。所以这个应知啊，就是应当智慧啊来知道。你讲绝了能知之心啊。迄个私心啊，住伫咧身躯内底，无一块着。这样了对吧？即摆伫咧想当海啊，走去倒去？无伫身躯内底啊，无走去倒去。所以恶难伫咧替咱想啦，伊伫替咱想讲走去倒去。所以伫遮他就在讲。所以阿难呢，稽首而白佛言：我闻如来啊，如是的法音，悟知我心呢，实机啊身妄。即马既然唔是住伫身躯内底，啊无即马住伫身躯外口，安尼对啊唔对？所以阿难一问出来我们就知道不对了可是佛他不会那个那个强制的，伊袂安尼怀大把讲，你都爱相信啦毋是伫咧身躯内底他都会讲，让你能够信服的那个道理所以都是讲道理让你能够明悟能够了解。河南人他讲讲我听到来安尼讲，毋是伫内底，毋是身躯内底，安尼伫身躯外口啦也还用悟知我心，然后又讲理由所以则何？为什么呢？譬如灯光燃于室中迄灯光点伫咧室内，这灯呢必能先照室内，迄个灯一定先照到迄个室内，然后重启室门，或即停机
一切众生啊，不见身中，独见身外，亦如灯光。灯光无伫室内啦，伊居在室外，伫外口，不能呢照视啊，所以室内啊照袂着，所以看袂着迄个心肝脾胃，那示意啊避免将无所恶，而咱讲我讲安尼唔知跟真理啊相不相应，唔知对已经无破啊。同佛了义啊，得无妄也。这个看那个阿难的讲话，我咧讲，我都讲有信心啦。讲到尾啊，你看那个也，就是已经信心都没有了，都已经不见了。那有人有心伫外口的，然后佛告阿难，我呢就跟阿难讲。是之比丘啊，是来从我苏罗华城，许取啊团食，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讲这比丘啊，要来听我讲经法，为呢别位啊来到这个黄色城，叫苏华城，然后寻取啊团食。他们呢都按照佛制定的戒律啊，这个团食就是敢若咱在时啊咧食饭圆安尼啦，各位捌食过饭圆无？猪啊免，唔免肉肉的食对不？安尼叫做团食啊，他们印度呢都是这样吃饭，肉肉的就摕来食，无用猪啊。然后迄师傅来放喺迄个钵内底还得用手啊，甲溜溜的还得摕来食。曾经呢有那个问佛说，人本愿呢内底拢足侪错啦，要安那？那佛就讲去迄河沟改迄错的味啊，改迄个肉味洗掉，就会塞吃。就是不贪口腹之欲啦，能够养生就好，这样。那么归起头林呐，我以是来分讲我已经拢罢。那么汝观比丘一人食时啊，吃人饱火，讲讲咧食，大家会饱，会不会？那个我们说我腹肚足枵啦，你替我食，你食较饱咧食我的份。安尼食的人腹肚已经定了，枵的人也要枵了。所以才有讲个人的腹肚啊，个人顾，虽然腹肚虽然顾，拢爱家己顾腹肚。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一种。这个团食啊，就是分段而食，我们呢众生都是分段，分呢早餐、午餐、晚餐3段分段而食，叫团食。那佛说呢，这个已经落入凡尘有现象啊，就是要4种食啦，一种团食，然后呢，一种就是那个接触食，一种呢就是想的是施食，一种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另外那一种那个施食啊，那个就是那个色界的，然后那个认识的识食啊，就是无色界的。所以既然落入这个现象，都要吃了，才会维系生命。然后我们那个分段而食最明显，然后触食就是接触，像咱7月咧拜对吧？拜兄弟啊，因拢触食啦，伊拢接触所以7月拜的物件你爱紧食，不会歹，对不？
迄其拢去哦，遐鬼神食了啊，物件真天歹，有没有？迄就是已经没有精华所在。迄我们拜7月迄好兄弟啊，迄个精华拢去遐鬼神已经拢去啊，食去啊，剩来干那迄个壳，所以我们吃那个养分就少，爱紧食，要等少拍算嘛，爱紧食嘞，才袂歹。那个叫触食，然后施食啊，也叫做禅，打坐那个禅食啊，就是世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个禅食，那个禅食伊呢八度腰，然后进入打坐八度八，那个禅食，一直修到4禅的话，到都没腰了。嘛免喘气啊，所以那个第4禅很殊胜。然后到4空天都是无色界，无色界已经没有体形象，可是呢，他的事神一个底这个间所以他用那个想的认识的事去加就罢，没形象最容易养，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像也没有形象，也是最容易养，对不对？像不答应啊，不容易养吗？你都不能差的有没有？不会吵我们，那我们这个要跟他争的话他都让位了。所以如来不与世间共争啊，世间与我争，有没有？咱听了就晓有知影意思无？那个如来是谁啊？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我们真心佛性不跟世间，不跟过去、现在、未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跟的争都不争然后世间与我争，可是这个时间空有该咧争无？咱的6根拢该咧争对无？伊就退位啊对无？伊就硬起来退位，拢无爱争啦。讲好啦，拢牛力，既然你来爱就牛力，最后谁吃亏？佛性呀，佛性它如如不动它没有变化吃亏我们要进入到人位，我们要去受苦是自己自作然后自受，我们都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佛就讲说一人死的时候知人把我，然后阿难回答说不也是真何以不这个是知比丘虽我汉躯命不同现在比丘虽然已修到这个阿罗汉的程度，可是呢这个身躯跟那个命都不一样。允何一人能命作保？为什么一个有法度大家拢帮？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说个人的那个生命个人自己照顾啦，都不能依赖别人。所以我做这个比喻是要了解说身心不相外，袂使讲伊走出去外口出去。那么佛告阿难：若汝解了知见之心，实在身外身心相外，身体跟我们的心已经拢无熟悉已经呢各个独立拢无熟悉外了，志不相干身跟心不相干了。各位姐姐，我们的身跟心相不相干？相不相干？都相干了可是假如说以阿难心在身的话，
那身心就不相干了。则心所知啊，身不能觉，觉在身际啊，心不能知。就变成这样了。我们的心是在身外的话，就会变成这样。那我今是汝啊，多罗绵手，如眼见识啊，心分别佛。所以我现在呢，用那个多罗绵手，用手来压手给你看。因为那个佛手啊，很柔软，看到多罗绵，看到米啊，很柔软的。讲你目睭就是身躯啦，你的心身躯甲心嘛，目睭看到是身躯，心有分别无？心了解无？而那呢，他就回答：如是是真有啦，我都这个目睭看到心了解啦。那佛告阿难：若相知则云何在外？你得了解啊，目睭看到心了解，心甲心，身躯甲心嘛，做伙啊，那讲伫外口。是故啊，应知如解了能知之心啊，住在身外啊，无有是处。你讲迄住在外口无切着，咱嘛知影无切着伊开始咧问咱就讲唔对，唔是安尼，对不对？我比阿难聪明有没有？那么底下又讲，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呐，不见内故啊，不积身内，身心相知不相离故啊，不在身外。今思维知在一处，我今麦个想，伊伫一个所在。所以这个阿难的思维啊，那个就是生灭心，那个思维就是生灭心。然后佛他就顺着阿难问他，处今何在？处就是地方所在，叫处。这个地方所在，即马伫倒位？你的心伫一个所在，伫倒位？然后阿难言：此了之心呢，既不知内而能见外啊，如我思尘潜伏根离呀。安尼我咧想，去伫咧根内底啦。咱的心嘛，会去秘咧根内底呗。不会，我先想一想啊，然后才听佛回答。会呗？不会说不会也不对啦，说会也不对啦。所以这边呢，有时候那个你看住在室内不对，住在身外不对，不在内不在外，伫都一样。所以那个到后面呢，就会有答案了。前面呢都是在讲那个原因，那个怎么样的原因。然后阿难就讲说有人起琉璃碗，那个琉璃碗就是眼镜目镜做琉璃碗，起两眼这么个目镜给挂起来。虽有物合迄目镜是物，目是东西啦而不留碍没有那个障碍。笔根随见随即分别那个眼根透过琉璃碗能够看到外面的景象，那到以后就能够马上分别。然我解了能知之心不见内者唯在根故，分明属外，就是我解了能知之心无看到内底，就是因为去秘伫啦，看到外口真分明，
分明的是了了分明啦，拢了解真清楚。这个无障碍者，浅根啊内固，密伫个筋的内底。后呢，我告阿难，如所言啊，浅根内固，犹如琉璃呀，彼了当以啊，琉璃照眼，当见山河，见琉璃佛。你挂目镜呀，看到外口的物件，有看到目镜无？有没有？有没有？这虎在问讲看到外口的山河，还有没有看到眼睛？有啊无？就两极化的，有没有？有没有？不是是真阿难回答。世人当以啊琉璃照眼这个实践琉璃，伊讲目镜摕来挂，看到山河大地嘛看到目镜啦，迄眼睛啊会有快。那么佛呢，他就讲，若见眼者啊，眼即同见，在看到这个目睭，这底下上面还有一段，佛阿难啊，汝心若同，琉璃何者啊？当见山河，何不见眼？讲你看到山河大地啊，为什么无看到家己目睭？若见眼者啊，较需要看到家己的目睭，眼即同啊。你的目睭甲外口的景象就变做同款，不得成随啊，唔是讲随看随知影，无法度讲随看随知影。那若不能见啊，因所言了之心啊，浅根内如琉璃河，较需要无法度看到目睭。为什么讲这个了知心密伫个筋的内底，敢若这个琉璃摕目镜来合的？是故应知啊，如眼觉了，能知之心啊，浅无根离，如琉璃河啊，无有是处。密伫个筋内底，甲个目镜合作伙啊，无一块对。我们呢，这个上次有讲。因为各位的提问都热络，所以我们留下10分钟了。真正的留下个10分钟，各位都没有感觉说我们上课加长了有无？哇，两边有没有？变成两边。不过我们还是一样留着给大家提问因为这个蛮重要有很多呢一些障碍我们经过这个提问能够解决的比较快能够了解真理那个比较快速所以我们留10分钟。假如说踊跃的话，我们再呢增加20分钟，增加到半个小时。那假如说又不提问的话，那我们干脆就整个都讲课讲完了，讲到下课为止，这样好不好？那有没有10分钟很快就过了好，请说。拿麦克风。学长你好，好。然后学长请教说家里有一点困扰，就是说佛堂，我们3佛4有还有佛堂家，那因为有那个老鼠会入侵，那就是说我们修道人不可以跟那个动物结不好的姻缘，是说不知道是要说他之后他还会再跑进，那跑进来之后我们还要再处理同样的事情，还是会入境嘛？那不知道说要用那个老鼠药去杀它，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很为难。那请刘讲师。好，请坐，请坐。跟老鼠沟通跟老鼠讲，
你不要进来给我破坏哦，你进来的我会杀死你。要跟他沟通，跟他讲，他再不听话的话哦，你用老鼠药把他毒死，他要担当。以后你找我，这样了解吗？那后续有曾跟那个老虎讲说，请老虎背你连个老鼠都要请老母啊？因为后续不知道要怎么办嘛，那就是说请老虎说让他走开，不要再进来扰乱我们。那个凡人事啊，不会事事如意啊。所以我们要判断，先跟他沟通。那老鼠一样，有很多道亲呢，都跟他沟通了以后，他就不见了。说你不要来破坏，你进来这边呢，破坏这个盛世啊，有罪，所以你以后不要来，你来我要用只要把你毒死。那你真的就是真的再来，你真的就把他毒死。你就要担当，以后找我，这样知不知道？所以众生啊，他已经昏灵了，昏灵了以后，你把他害死，让他又急灵，你反而是行功了。不能说我害死你，你不害死他，他就办的话，急灵就永远就当老鼠，他也不甘愿啊。所以真的遇到那样，你就担当，你来找我。所以说到这个或者就讲，在天佛院因为那个很多人都拿东西到香瓦去吃，很多蟑螂，然后蟑螂或者就拿那个拖鞋然后看着蟑螂，就把它打死。我说你去找老千人。我是代理老千人管理这个地方，主人是老千人，你去找老千人。然后回到我家里的时候一样有蟑螂，我就一样拿头把它打死。所以以后来找我。这个讲理嘛，跟他讲，所以我家里没有那一些东西啦。那些会飞的会跳的都没有。我跟他讲不要进来进来我就把你打死。还有吗？还有5分钟。好，请说。刘讲师，我们说弥勒祖师掌天板，那济公活老师掌道盘，那天板跟道盘我们怎么来分？因为掌天盘的时间非常久，道盘的时间它的期限都不长，大概都不到100年啦。掌道盘都不到100年，那掌天盘呢？那个都是非常久，有的都是算1000年的。那要了解说它的很长的那个期限那是一掌天盘。那个很短的是负责那个点开我们那个玄关的那个是掌道盘。要明心见性你问这个好像跟明心见性没有关系。什么人掌什么人掌，跟你什么关系？所以我们那个期间，我们这边还不是一样分说能够领命，能够不能领命，对不对？还不是闹得很不愉快。就是智慧唔白啦，智慧拢看到啦。应该研究了不研究了，人家领不领关你什么事？人家领了你就成佛嘛，人家不领了你就成佛嘛。你要想你自己本身才重要。有明心见性的，有没有改毛病气脾气的，那个才是重要你去管人家领不领？是不是这样？我们得爱想的才白啦，很舒服。你若无想的看到非要找自己麻烦，都还个狗油
还有4分钟，怎么追分过得这么慢？还有问的没？有就问啊，拿麦克风，拿麦克风来，有就问啊，哎，好。老师，各位姐妹大家好，或许想请问再一次请问刘讲师，就是说我们在那个什么这件事情说，所有的我都没有在4项上面成的，可是呢，我们一贯道呢。我们认识的佛啊、菩萨、成菩萨的，都是因为修道，然后在期间啊，就是很努力的修，然后呢，归空以后啊，就是有他的那个，就是有颁发他一个口味这样子。所以说，那如果都在4项上成，那我们一贯道这样的菩萨。是算怎样的？这个问题呢，好像我都回答很多了哈。可是呢，有没有了解到，那个都是方便法门啊？因为我们现在一些已经很努力呀，在4项上去做，已经过往了，归空了。那假如说这一些过往归空的人，他没有一个名位，没有一个名分，那跟他周遭学的人啊，会不会泄气？一定会没力的啦。伊都遐认真做啊，我在好，我们都会自惧悲屈啦。所以那个上天呐，就给他一个名分。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纵然什么都不做了，我们也是菩萨。我们也是菩萨摩诃萨，知道吗？那个佛啊，修正的人称我们众生啊是菩萨摩诃萨，有没有名相？有名有相。因为他没有分别心呐，所以我们都是佛，都是菩萨。所以你不要太在意那个伊安尼拢有一个名号是菩萨。这菩萨是真啊假？请问，咱是真的啊假？咱本身啊是真的啊假？像你有一个姓，有一个名对无？是真的啊假？什么时阵才是真的？所以一念为光啊！当下都记住。全部呢都是真的，当你起心动念怀疑心起呀，一切都是假的。安尼知无？下课，讲完诗各位讲师、各位坛词、各位先生，大家好。谢谢张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生给或许有些讲。我们从这个2年前第1堂课啊，就一直强调说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可是当时并没有把那个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讲清楚说明白。可是后来有一直讲都没有集中在一起详细说。那我们今天呢，就把那个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把它讲清楚说明白，让我们在修的时候有所珍惜。各位都知道吗？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知不知道？那或许呢，先这个把眼耳鼻舌那个嘴巴舌先讲。我们从那个舌头嘴巴呢了解以后然后就可以知道前面眼耳鼻然后呢身意
整个5个也全部都会分辨了生灭跟不生灭。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舌头，对不对？有喙齿在讲话。然后我们那个喙齿它就是不变之体。然后我们吃东西是随缘之用。那佛性的不变之体，收不到音嘛，很小声。这个比如说我们呢这个吃花生的时候有花生的味道，那花生的味道一产生叫生，吃完了以后那个味道下就讲灭，然后我们接着吃别的比如说小梅呀、梅子梅子的味道就生，然后呢吃完了就灭，生灭生灭。然后我们那个嘴巴那个舌头它呢是不变之体，它这个可以应这个万物吃进嘴巴，什么味道都现了所以不变之体我们在文字里面叫极，极静那个极。然后呢我们那个吃东西知道什么味道，那个叫燥，燥就是随缘之用极而常燥，燥而常极我都时常听过，对不对？那个极就是不变之体，也就是不生不灭那个极各位姐姐，我们舌头会不会生出那个花生的味道？因为它不生，所以就不灭了，不生不灭然后呢，这个梅子我们吃梅子有梅子味道，舌头会产生梅子味道？不会，它都不会，对不对？所以它是不生不灭。相对不生灭跟生灭认识了没？就很清楚鲜明，对不对？生灭我们吃东西东西千差万别，非常多东西都有非常多不同的味道。那么进来嘴巴呢，我们都能够了了分明它的味道，那个是随缘之用，我们佛性的随缘之用，它是属于生灭吃进来东西吃完了灭，生灭生灭这样了解吗？所以从我们那个嘴巴舌头就可以了解说变之体佛性本体不生不灭的就在我们知觉性之中，对不对？我们所有味道都是舌头在辨别，对不对？所以你看不生不灭的佛性可以辨别所有的那个味道，千差万别的味道都可以辨别得出来。可是只要我们那个东西吃完了，它又回归到不变体那个极，所以叫做极而常燥。常燥呢，就是我们吃东西东西味道让呈现，然后燥而常极，燥了以后我们吃过以后又回到那个不变之体极回来相对呢那个极而常燥，燥常极，了解了没？了解。以前都只有文字啦拢可能有文字碟变化拢比较注在文字下。那现在我们把文字转换成实际的生活，我们在生活里面就在运用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我们也运用佛性的随缘之用。所以或者都一直讲事来的应，然后事去则静，对不对？咱头头摕来食就是头头味，事来的应嘛。这嘛事去头头食完事去则静，又回归到那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回来。你知影无？
所以这个理呀，我们就是要了解，所以那个东西就有东西的一个界限。假如说我们这个花生跟甘蔗一起吃啊，花生跟甘蔗一起吃，各位同学，我们要把它吞进去，还是要吐出来？要吐出来还是要吞进去？吐出来那不是可惜吗？那个花生很好吃啊。所以它的界限甘蔗有甘蔗的界限，花生有花生的界限那花我们就吞进去，这个那个丝吞进去大家就要吐掉，对不对？那个就是理。在理方面我们就做的都很自然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今天就把那个六根性，六根之中的不生不灭我们都把它详细的说明，讲清楚说明白它不含混一个一个都是有生灭，有不生不灭。那因为我们舌头比较容易辨别，所以从舌头先讲。那我们从舌头的道理延伸到眼睛、耳朵、鼻子，到身体跟意念，它都是这个道理。那我们现在要讲那个眼睛眼根。那我们眼根以为我们都以为能见就是眼睛那眼睛里面我们之前讲那个六祖坛经的时候有讲到说满眼本灰色，有没有？满耳本灰生，还记得吗？文殊常触目观音赛耳根，有没有？那个文殊常触目就是说我们眼睛它有不生不灭的佛性那我们见尘也是见，见性也是见。那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都是见尘，这样了解吗？不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时候眼睛所看到的都不是从不生不灭的那个角度进入都是从生灭的角度在生活所以我们众生都是六根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那把六识就当成我们的心不知道说六识那个识心就是美。因为呢我们的六根面对六尘，六尘一直在变化，然后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六根跟着变化所以就生灭无常所以叫做妄。那之前我们有讲妄心无体。那很多男女青年恋爱那个时候都说我很真心爱你，那个真心就是建筑在世心上面世心里面的真心，确实很真可以为他生呢，可以为他死说假我们一定不承认都说真。可是时过境迁，事情已经过去了，然后环境改变了，会不会变化？就有第三者出现这样真不真？不真那种假的骗人我们都很灵验被他骗骗到拢真甘愿的。所以当时呢，或者就讲说我们那个妄心妄心体，那真心有体各位都还记得吗？就是用那个茶杯来比喻说这个茶杯假如说是古董的话，是古董很价值，对不对？大概要10万块
哦，啊，真简单，咱就真爱，真爱是不是心？是，哎，就是心。啊，因为这个瓷器很容易这个破坏，我们一个不小心把它摔破了，摔破了以后还爱不爱？不爱了，对不对？扫到垃圾桶去了，纵然它有价值10万块，那也没有用了没有人要了，要丢掉、扫掉，然后给那个垃圾就带走了。那爱的心去哪里？找不回来，对不对？所以那叫做妄心无体，没有一个体性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众生就是用这个心来生活，然后我们修道的时候也一样用这个心修道，用这个根尘相对产生呢那个六识，用那个六识心来修。不知道呢，我们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心，都不认识了，因为不研究不知道，都以为日用的心就是我们真心，就是呢佛性本体，因为它变化无常，所以我们修道的心也就跟着变化无常。我们回顾这个几十年来，安尼真兴盛的时候大家拢安尼将领导人，对吧？那发生考验的时候大家拢揪起来，有没有？拢揪起来，这个就是变化，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然后我们真心呢，它是如如不动，它常住不动。我们的真心不生不灭的真心，要怎么找？还不错了，还到万年的放下。万放下就是把根尘相对的那个六识全部都放下。那个六识，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把六识全部都放下，叫做忘记。忘记了以后呢，真浅。忘记真浅。那我们现在呢，从眼根收起。我们眼睛看外面的幻象，看到的时候叫生。那我们不看的转头的时候叫昧生。这样眼根之中生昧知道吗？很清楚明白，对不对？清楚明白。可是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的眼根明来就见明，暗来就见暗，对不对？那个见明见暗，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明暗是外面方成景象的变化，那景象它无常变化，它生灭不停。那我们了了分明，知道就好。知道不要去住在外面的形象，因为住相了，我们就会产生烦恼。那我们不住相，回到不生不灭的那个眼根性。眼根性我们一回来以后可以见明，可以见暗，可以见到形象很漂亮，可以见到形象很丑陋，对不对？那形象呢明，形象暗，形象很漂亮，形象很丑陋，都是变化无常，实以生灭。那这一些生灭我们知道就好，我们就用那个随缘之用，就是用照，一照就光明了，对不对？我们那个生不灭的佛性它就是能够照。随缘之用，随着佛性应用，我们都能够了解外面的形象，了解。那我们回到不生不灭的见明
见暗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眼根性、不生不灭佛性回来。一回来以后呢，我们对外相、外面形象就不会产生喜欢，不会产生讨厌，不会产生喜欢，不会产生讨厌，我们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啊，我们就没有动作。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我们对外面的景象很容易产生喜欢、讨厌，很容易产生取舍，很容易有行为，喜欢想拥有，不喜欢呢，就排斥，对不对？拥有跟排斥都是行为，都是造业。有善业有恶业，我们既然造了业，就要接受果报。那我们用不生不灭的文殊菩萨的智慧，就是那个文殊常触目，我们接触到眼睛就是有文殊菩萨，也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既然都用佛性本体对凡尘的万象，就没有分别心。这样了解吗？了解。知道眼睛的不生不灭了吗？看到万象有变化，可是我们那个看到的那个眼根性它没有变化。明的时候我们就见明，暗的时候呢就见暗，我们都能够呢了了分明，对不对？所以它那个造体独立，造就是佛性随缘之用造，那个呢体就是不变之体。那我们呢都有一根性有不变之体，然后有随缘之用。眼根的随缘之用就是看万象，万象呢都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是不是它又变化无常，对不对？变化无常，我们就让它去变化，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挡，没有办法去改变，对不对？让它自然变化，让它自然变化，我们就不会住在那一些形象。既然不住在形象里面不产生喜欢，不产生讨厌，不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我们就不造业，这样呢就解脱了。所用的呢都是我们的眼根性，就是那个寂如如不动的那个呢本体。安尼有清楚无？有了解讲咱要安那来？这个修道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了吗？从眼根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对不对？知道说眼根它有这个不变之体，不变之体是如如不动，它是不动的会都一直讲。说假如说呢，我们那个不变之体是动的话。就像呢，我们有玩过相机的人那个按快门的那一刹那，镜头晃动洗出来的相片都模糊不清。因为按快门的时候都不动，所以照出来很清晰。各位有没有玩过相机？知道一动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相片会模糊？所以我们从那个真理从那个原理知道，说我们的佛性本体一样，就是因为如如不动，所以我们头转得这么快看的形象都非常清晰，没有模糊不清所以动是身体，佛性不动。安尼有了解无？佛性它是如如不动。冲晒整个宇宙虚空，非常宽广，足快。像讲后伫个人来个台南，个人有我的佛性嘞，台南嘛有啦，我唔免带去，对不？不用这拢有嘛对不对？都如如不动，
哦，这样知道吗？那我们也是一样哦，会到处走动。那到处走动哦，也不用带着佛性走了，它到处都有哦，到处都有佛性，都是我们的法身，以法为身。那个法就是呢，阿耨多罗三菩提，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你有了解不？有清楚不？所以就要研究。我们研究了以后啊，知道说佛性呢，不生，所以不灭，不生不灭。所以啊，亿万年啊都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了。所以啊，不管在怎么早之前啊，几万年前，几亿万年前啊，咱都已经伫咧啊。几亿万年后，我们还在，咱要搁伫咧，这样了解吗？所以谁说那个谢谢你老师都把它点出来，深信啊，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有没有？咱拢伫食店啉迄个孟婆庄的孟婆汤都忘光光了。拢唔知影讲我们的这个寿命啊，竟然这么长，这样长。虽然我们在六道轮回，可是佛性啊，它都没有变化。佛性因为没有形象啊，所以不会变化。常住不迁，不用搬家了。常不迁。所以我们啊，生从哪里来？我们的身体呀，生从哪里来？死的时候到哪里去？所以来无来处啦，去无去处，都是借着天地的小风土，众缘际会借我用。来的时候啊，没有来的地方；死啊，没有去的地方。没有来没有去啊，叫做常住不迁。我们的那个佛性啊，都没有变化，都没有迁来迁去的。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我们当下一直讲啊，时事古今啊，不离当念，对不对？当下就具备了万万年。只要我们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佛性整个圆满都体现。佛也是这样，我们众生也是这样，跟佛没有两样。那因为我们啊，在平常之中，都被我们自己障碍了，我们自己的观念啊，障碍我们自己不能够成佛，不能够成道。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一些不正确的观念都放下，忘了就尽了，忘尽了真就显，真理显现了，就是恢复到我们本来，我们跟南极老仙翁一样，南极老仙翁一直啊，在这个介绍的时候就讲，我成道以来啊，这个大地丁混沌啊，有7次了。那7次我们也在里面啊，只是我们又到了轮回，伫咧无无时南极老仙翁已经呢可以抽身，可以自己主宰，我们没办法，我们也推到了这个现象，来的现象。然后我们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用我们的眼根线，不要用生灭的那个我们看到外面景象那一些生灭的随缘之用，那一些啊，我们就事来则应啊，志气得见，又恢复到那个如如不动的本体，一样的。这个是一根。然后我们讲耳朵，耳朵呢，能够呢辨别声音。我们听到声音啊，叫动；听到静悄悄啊，叫静。静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听到？只是听到没有声音了所以声音啊，有动，
然后有静，然后我们那个稳性啊，它没有变化，有动有静啊，动呢，声静啊，那个动有美，有声美，所以我们耳朵听到声音，声音声美，我们的稳性啊没有声美，有声音的时候听到声音，没有声音的时候啊听到静悄悄，听到声音，听到静悄悄，那个啊一样啊，就是如如不动的稳性，就是我们佛性，也是始于寂而常照啊，照而常止，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这个耳朵那个方面要了解说，语言文字啊，都是起灭动摇，辗转因缘生。若辗转因缘生，于第一义啊，不能显示。就是语言文字底下第一义，就是究竟了义啊。究竟了义就是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在佛性本体啊，这一些语言文字都不能显现，你知影无？所以不要住在文字上，不要住在语言上，迄拢假，迄拢工具啊，你了解无？咱读甲足正确的，拢已经摕到迄个博士的学位啊，所有的内容读甲真正确，会幸福袂？会升到袂？所以老天也时常讲，以后我们凡尘啊，博士那么多，哪一个博士成佛了？就是没有，因为方向不同。在文字啊、语言当然我们是求取正确啦，因为共用的大家都在用，正确的话呢，听起来就较清楚。可是那个只是工具而已，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讲说，语言的文字是起灭，有起有灭，动摇，它是动摇，辗转因缘生。若辗转因缘生呢，于第一义不能解释。在究竟了义我们佛性本体它不能够显示出来，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耳根为什么说观音在耳根？音是要听的，我们为什么要用观的呢？就是进入性理心法，我们用观观这个音声，观完成的音声，音声呢有生灭变化，我们那个能观的那个佛性没有生灭变化，所以它如如不动，常住不迁。这样耳根知道了吗？不生不灭的跟生灭，生灭就是动静，有声音没有声音，有声音呢就是生，没有声音就是灭，所以我们听到呢有声灭，可是那个能听到的没有，没有生灭。眼耳鼻，那我们是讲这个鼻根，鼻子我们鼻子是不是闻到那个气味？香的来咱就鼻就香，对不？臭的来就鼻就臭，对不对？所以香甲臭伊有生灭，咱鼻就无共款的气味，世间的气味足多，对不？光那个我们那个化妆品的那个气味就非常多，这个我们你现在用的那个香水味道也是千差万别，对不？都不一样的啦。我们彼此都能够分辨出来，对不？那一种不一样的香味那个就是生灭，闻到了生，不闻的时候灭，生灭生灭。然后我们这个鼻子是不是不生不灭？对不对？你摕什么味来闻它就什么味走出来。
啊，你若拢无偏的中间哦，它又回归到如如不动，对吧？所以不生不灭的那个鼻根啊，就在我们回光返照下呈现出来，有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开始2年前一堂课开始说，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那我们的6根里面就有不生不灭的心，也有生灭的心。我们明心就是全部，不管是生灭的心、不生不灭的心全部都要了解，都能够分辨得出来。那生灭的心我们知道不住，知道不住在这个生灭的心，然后不生不灭呢，它自然呈现，没有形象就是因为没有形象，所以不容易认识。可是后学会讲，说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还记得吗？刚听到一定会说我讲唔对去那会安呢？可是你现在真理已经显明了以后你再来看，若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已经把能所双明混合一体，一体之中是不是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是不是如来？就是如来。能够用眼睛看得到吗？就看不到。是不是可以体会得出来？就是可以体会出来。那个如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都是如来。那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世间已有争，这样意思都跑出来了，有没有？有。我们那个佛性不跟凡尘那个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就是东西南北，就是时间跟空间我们的佛性不跟时间争，不跟空间争。只要空间、时间跟佛性争，佛性它就退位，就隐藏，伊拢转牛郎对不？修养好不好？我们佛性修养非常好，伊拢袂甲人相争啦。你若要这种牛，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经文本身就讲得很透彻了，只是我们都意会不到，以为讲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不知道说讲如来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的佛性就是如来，我们的佛性就是佛跟众生没有差别，所以那个名跟相都是假的，没有名没有相，那个就是佛性本体。安尼有了解无？那我刚看我们后面有很多那个道德经那个 DVD， 可是好像各位都没有心去研究拢甲白拢无要摕回来看，有没有带回去看要研究我们越研究真理越研究就越透彻了解，透彻了解我们的行为就不会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就可以解脱，一定可以成就了，往后可以成道，可以成佛。那假如我们对真理都朦胧，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成道成佛就比较困难，比较没有希望。那我们透彻的对自己不生不灭的本体了解那个就很容易就一定可以成就自己从内心产生信心，绝对可以成佛时间早晚一定可以所以要这个改毛病气脾气，毛病脾气我们佛性里面都没有了。可是我们现在在凡尘生活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毛病脾气？有。还蛮强哦，对不对？所以了解说啊，真的是修则改也，要改掉毛病脾气。佛性里面没有毛病脾气，所以修道最主要不能有情绪啦。我们情绪一来讲不讲理？都一定不讲理的啦，歪爸爸。所以呢，要了解说修道不落入情绪，一定呢要很清醒。清醒的时候那个觉都整个呈现。那我们整个觉都呈现了，就是最理想的生活。所以一定呢我们要觉。眼耳鼻舌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么接着讲到身。我们身体一样，身体呢就是接触，我们一接触接触呢完成的这一些事跟物那么完成的事物有生命。那我们身体的那个接触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冬季冬天穿的衣服就比较多，对不对？那现在假如说我们穿很少衣服会怎么样？会感冒，对不对？所以那个穿衣服就是接触啦。接触我们穿暖和穿的很少那个就是生命。我们身体接触的生命。那我们呢接触到那个很粗糙的很细滑的我们喜欢摸粗糙的还是细滑的？都是细滑的，摸得很舒服，对不对？那个就是接触。接触有生命，对不对？有生命，有生有命。你接触到了那个就生这个现象一过去了就灭，生灭生灭。可是我们能够接触到那个完成的所有一切前三前高前波望得粗的那个以为那个能觉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触线是不是不生不灭？是不是不生不灭？假如说我们那个身体那个触那个线不是不生不灭的话，那我们这个衣服那个冷天气不用穿多，热的天气也不用穿少。为什么？因为都不会变化。因为我们外面的那个天气有变化。然后我们身体的触觉一样也产生变化，那个变化的就是生命。那个能知道变化会适应变化的那个那个佛性那个本体就是不生不灭的本体，这样了解吗？因为在身体那个触觉性方面我们对那个不生不灭比较呢还要用一点心才体会得出来。所以呢或者就先从那个舌头嘴巴先那个嘴巴容易体会。那一体会到嘴巴的那个不生不灭然后我们延伸到眼睛耳朵鼻子然后身体然后跟底下讲意念全部都一样，都有不生不灭的那个在。那我们呢要了解到不生不灭，是不是都要回光返照？就是要把我们的那个知觉性把我们那个气收回来，收回来以后我们就可以体会那个不生不灭的身体的那个变化。这样了解吗？身体方面那个触觉一样能够知道外面的所有一切变化的那个
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所有的现象都是始于生灭，生灭的我们就让它自然然，自来则应逝去则见。冬天的天气冷了就穿多一点，然后天气热衣就少穿一点，就自然这个事来就应了，然后气就静了。像我们之前一定要这个门窗关起来，然后开冷气，对不对？那个也就是身体的触觉，身体很热，那个触觉需要外的那个冷气来调和，那个是不是生灭？生灭。那我们应对冷气，应对天气自然的冷，那个能够应对的，是不是我们佛性不生不灭的那本体？对不对？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用不生不灭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是非常鲜明讲清楚说明白，没有模糊的空间不是安尼含理合理，不是讲安尼拢对啦，不是那样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定要认识真理。那我们认识真理了以后生活起来就会得心应手，过得很祥和如意，就好在天堂一样。他们讲到那个做一个意，意就是意念我们起心动念，眼耳鼻舌身意，最后一个意。我们都很容易起心动念，对不对？那起心动念我们都生灭不停，念头都一个接着，对不对？一个接一个，那就是生灭啦。即马安尼念头走出来就生，念的过去对无？就灭，个新的念头个走出来个过去是不是生灭？迄个会当生念头出来，迄个就是不生不灭啦。伊拢无变化，直直生出来，迄有变化。安有了解无？咱的意念迄个本心本体迄就是佛性本体。那个呢如讲伊拢无变化。可是呢，它能够生出万念，万念拢为伊遐生出来。所以伊本心就是不生不灭，伊本心不生啦。生出来拢咱拄着外口的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的，然后促成我们意念有念头出来，安尼知无？所以咱的念头足济啦，接济拢为倒来，为目睭看耳听鼻去鼻着，然后嘴食着身躯接触到念后才生念头。所以那个佛教它有一个法门叫做看化佛，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就是讲坐禅的时阵或是打禅期都是要看化头，看我们讲话，我们起心动念的那个源头，有没有？都没有听过没有。那个是一个修持的法门打禅期打禅期可以了解吗？有没有听过？那个打禅期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克期取证，就是7天的期限一定要领悟啦，强迫自己领悟那个内容就那个主的这个标出来，让你这个7天之中
不能有别的那个心思，都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面。那个看话头啊，也就是要克其起正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所以看话头也可以了解到佛性本体。那我们很多没有体会就看话尾啦。看话头跟看话尾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哪里？看话头就是说还没有生出我那个意念还没有生出那个内容那个叫话头。那话尾就已经生出我们的念头的内容，这样了解吗？我们念头都有内容，对不对？那我们大部分呢是自在话头还是自在话尾？拢伫话尾伫迄个已经起心动念迄个念的内容，念的内容烦不烦恼？话头的话烦不烦恼？都没有生出那个我们起心动念的内容，那就没有烦恼了。我们都是已经生出了有那个起心动念的内容，伫咧想即马安尼钱歹赚，有没有？钱歹赚有没有烦恼？无钱通用就烦恼对不？所以你看想去想了安尼，经济嘛愈来愈歹有没有？那个股票不是掉吗？本来都快9000点了，现在掉到7000、6000多，一直掉下来，就了钱对不？烦不烦恼？各位可能会想说，我也无买无咧玩股票，我也知最好啦因为那个金钱游戏会把我们束缚了，给咱绑起来，对不？那我们在凡尘就是要了解到，有当食，有当穿可以遮风避雨，很就好现在的厝南部还可以啦北部很贵一间干安尼一档大尔，就安尼算1000万，1000万偌久？好像天文数字安尼想讲要去买一间厝，就爱安尼拼，一世人有当就拼袂到，就很烦恼了，对不对？要不要为那个事烦恼？要不要？我们安尼生在凡尘直直拼到一间厝，有一口气都要转去。即摆迄间厝要创啥？安尼有巧，真戆拼到要死已经拼到一间厝讲我身体唔做主一口气才袂来，我甲迄间厝搁送互别人，甘愿唔甘愿？唔甘愿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就是要了解到，有通遮风避雨就好唔免去甲人咧拼迄个豪宅迄豪宅迄一平几万。现在吓死人了一平大概是50万，6手4风5万，值不值得然后我们这个买车我们都是
蛮志气高啦。为什么买进口车？开起来才有派头啦。派头爱足侪钱对无？不要，要迄都爱钱，都爱去拼面，拼趁钱，趁去卖，有没有？结果买来开开一个伤紧，甲人相容，死翘翘。刹那之间，生命都不见了，那所有的打拼都没用。所以我们人生呢，就是要立定志向，立志向很重要啦。各位同学，立什么志向啊？对，就是要立志向成佛，能够成道，成道成佛啊，这是最有价值的，最值得我们追求了。那凡尘的所有一切都是希望不在啊。纵然咱规世界拢互咱赚到啊烦恼无效啦，一定会死的对无？咱若死拢规个赚到拢都要个规个送人啊，是不是这样？所以迄个死法实在。然后我们这个修持啊，就是很实在，能够培养我们的那个德，那个德能够培养。我们往后就可以坐在供桌上，受人朝拜。假如说没有培德，没有内涵，那我们呢往后何去何从？要去倒？准备要去倒？各位先生，往后准备要往哪里去？最理想就是在里天，真理的那个范围之下，就是在里天，长期光图啦，在那个佛教来讲，它有环胜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有实报庄严土，有长期光图。长期光图呢，就是我们说的理天长期光，极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照就是佛性的随缘之用，我们呢这个极而常照照长期，在长期光里面，就是呢在理天最理想，那一定呢要把毛病脾气去掉，在理天有没有毛病脾气？不能有了，有就到不了了，到不了理天了，所以一定呢要去掉，我们所在凡尘沾惹的尘垢，都要去掉，全部去掉呢，才能够回到长期光图，也就是无极理天，所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来就是在无极，在呢那个一本，那我们现在落入万殊，一本三万殊呢，那修呢就是要万殊归本，又回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那也把那个不生不灭的六根性都跟各位这个讲清楚说明白。你了解无？所以往后就知道说，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因果一致才会成就啦。有前测无？那有的话呢，我们就回到这个《楞严经》这个讲解回来。我们讲到哪边了？第6页那么快已经到16了。16页。
翻过来啊，哦，16页又翻过来，哦，翻过来在哪边？阿难白佛言啊，在这边哈，这个阿难呢，向释迦牟尼佛讲，我今啊又做如是思，所以这个阿难呢。他视线就跟我们凡人一样，又做如是的思维就是用我们的根尘相对的那个六识心在思维，是使以那个变化，使以无常，使以生灭。那么是众生身这个虎杖在中，窍穴机外。有长则暗有窍则明。咱来解藏起来它都拢暗无看。若有窍有窍则明就会当了解。那么今我对佛今嘛阿难呢对释迦牟尼佛开言见明，目睭背金就看到光明。名为境外，就是看到外口。那么闭眼见暗，目睭闭落来就看到迄个暗相，拢暗蒙蒙。名为见内，就看到内底。思意云和，这个义理来安那。伊认为讲安尼真对啦，开眼见明闭眼就见暗。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开眼见明闭眼见暗，那个有那个生灭的心，跟有不生不灭的心，都在一起，所以佛在问阿难的时候他就讲说，是见尘呢还是见性？见尘是见啦，见性也是见啦。了解吗？那我们假如是开眼见明，闭眼见暗，把它认为是对，这样也是见尘还是见性？对，这样就是见尘啦，就是看见凡尘的景象。他看见凡尘的景象它就是生灭无常那个就没有走入我们修道的轨道。安尼有了解无？所以这个很详细的跟我们说明。那么佛告阿难，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汝当闭眼见暗之时，你目睭拢开看到暗的时阵，那么此暗境界位宜言对位不对耶？讲你目睭开落来看到暗面蒙，这个暗面蒙甲目睭有相对咯。目睭有看到这暗面蒙无？有没有？就是跟眼睛相对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个佛在问阿难说，你见暗的时候这个暗相、暗境界，是不是跟眼睛相对？有没有相对？有没有？各位浅显有没有相对？这个暗相暗的境界就是跟眼睛相对了。因为有跟眼睛相对才知道就是暗相所以呢，佛就先这个拟定到底有没有跟眼睛相对？若以眼对假如说是跟眼睛相对，所以佛他都不霸道，袂讲真理你就安尼就相信不对都不会那样，他会讲道理讲，而且讲得让你心服口服。伊讲较输咱闭眼见暗是跟眼睛相对的话，那么暗呢在眼前这个暗的景象，在咱的眼前
那么允和城内，为什么你讲伫内底？迄伫眼前呢？可以了解在眼前吗？像我们说那个目睭啊，可以看万象，对不对？就看不到自己的眼睛，对不对？咱目睭看到家己目睭诶。有诶较巧的就讲，我来摕镜照就看到啊。镜是伫外口底，伫外口所以我们眼睛真的见不到眼睛啦。所以那个啊，很奥妙是啊，我们的那个啊，刚才讲那个意念啊，它可以安尼生出万念，就是生不出自己来啦。伊家己不生不灭，如如不动拢生袂出来，会当生万念出来，这样了解吗？很多那个啊不容易了解的地方呢，都是在这里。那我们在这里了，就知影讲原来他可以跟你万言啊攀岩，就是攀不到自己所以佛跟阿难讲跟眼睛相对啊，这个暗就在眼前的，不是呢在里面不是在身体里面肉层内的，假如说是已经变成我们身体里面啦那居暗室中，咱来迄个暗室来的大无日夜灯，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也没有灯光。那么暗室中啊，皆如胶糊。即个暗室的内底拢你的迄个三焦呢六腑，就是你的迄个身躯内底遐五脏六腑啦。若不对者啊，云何之见？假如说无甲目睭啊相对，免有法度看到，知影无？所以你讲足白话对无？无真深啦有真深无？无真浅所以有咧讲经真浅啦。只是讲咱拢无研究啊，唔知影即摆研究就知影。若离外见啊，有讲一个角度，讲若若离开外口啊，会当看到的景象，内对所成啊，离开外口所看到的，已经对着内底，咱身躯内底所成的，那么合眼见暗啊，名为身中。你把睭安尼合起来，看到迄个暗的景象，做身躯的内底。那么开眼见明啊，何不见面？你把睭闭开，看到光明，哪会看到你家己的面？各位浅显，咱的目睭啊，莫用镜看会到家己的面袂？会袂？看袂到系啊，所以佛陀来讲，较需要你若安尼闭眼见暗开眼见明你若无看到你家己的面，安尼有了解佛咧讲的意思无？所以伊甲阿难伊咧讲，开眼见明，闭眼见暗见明做见外，见暗做见内。伊直讲这安尼都无合真理啦，拢唔对。咧讲迄个唔对的内容啊，拄则咱讲的就是唔对的内容。较需要开眼见明，是成立，安尼咱就目睭若闭起嘛，就看到家己的面。闭眼见暗啊，安尼目睭闭起来就看家己的五脏六腑，安尼有合理无？拢无合理对无？所以阿难讲的都唔对，有了解无？那么若不见面，较需要看袂到家己面，内对啊不成，就是讲咱那个闭眼见暗那个内对啊，都未成立。
见面落成啊，看到面较输啊，真有法度实现。那么此了之心啊，举于眼根呢，那在这个虚空，较输啊，看会到面。这个咱的心嘛，迄个了知迄个心甲咱的眼睛啊、眼根，都比伫个虚空啦，刚好安尼，咱的了知心会走虚空去袂？袂所以咱就知影讲，佛咧讲真切真详细，那么何曾在内？为什么你讲闭眼见暗的时候是伫个内底？落在虚空，较需要你的了知心啊，伫个虚空，智慧如体，那自然不是你的身躯，自然不是你的佛性本体，即应如来今见如面啊，意识如身，那照你迄个道理就是今嘛释迦菩萨这个释迦牟尼佛本身呢，今嘛会当看到你的面，嘛变做你的身躯啊，所以讲的拢无符合真理。然后佛呢都详细解说，那不符合真理在哪里把它指点出来，还有了解无？看各位好像很沉重，很轻松啦，伊讲的都足浅呀，足平常的。那么如言已知啊，你的目睭已经知影。那么身和为觉，身躯合起，甲迄个角无相合，你的目睭开眼明，闭眼见暗，拢伫个目睭啦，目睭已经知影，可是目睭知影，身躯唔知啦，安尼有了解无？真清楚嘛佛咧甲学咱讲。讲你目睭安尼开眼见明，闭眼见暗或者见外见内，即马你的身躯甲你的目睭拢合袂做伙啦，目睭知影尔，身躯拢唔知啦。那么譬如此言，你一定执着伫咧讲，虽然两绝，讲身躯甲目睭因两个分开啦，有两个。有两个地角，有两个了知心啦。那么应有二知应该有两个会知影。即如一身呢，应成两佛，就是你一个身躯修到成道以后两个佛啦，就是你两个身躯啦，那么是故应知如眼见暗，明见内得无有是处，所以讲到尾再甲伊讲那个结论答案，讲你安尼讲安尼闭眼见暗的时候明为见内无一块了，安有了解无？真浅对无？有没有很这个粗浅？不深啦，我咧讲讲拢白话。那么阿难言，阿难呢，他又回答：常闻佛呢开示示众。因为阿难呢，这个侍从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讲伫身躯边咧侍候释迦牟尼佛，所以佛在开示示众时候，他都在旁边都有听到。那个示众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出家两个，在家2个，拢咧修道示众。示众知道吗？比丘就是和尚啦，比丘尼就是尼姑啦，在地的居士优婆塞然后呢，在给的女居士那个优婆夷，迄就是示众，就是拢有心嘛咧修德，由心生故
种种法生，有法生故呢，种种心生。这个心生法生，法生心生呢，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都会用到。我们先呢，讲说心生啊，法生。咱心嘛，先生出来，先生出来以后，就去完成咱心所想的代志啊。譬如讲，我即马开始来洗衫，即马等下就去摕已经有穿过衫，洗，那个叫做心生呢，然后就法生。这样了解吗？譬如讲，咱的心来看电影，心生了，然后呢，就到了戏院去看，那个叫法生，心生法生，安尼了解无？咱的日常生活内底安尼对无？拢心生法生，拢心生法生较济啦。然后呢，底下那个法生心生啊，颠倒过来。就是讲，咱本来心无想要做啥，但是外口的迄个境啊，促成啊，我们去做。譬如讲，都无想要去滚番薯，看到讲，安那吹番薯才有对，若无紧滚来吃会，放了身躯会歹去，好啊，无来滚，迄叫做法生呢，来心生，安尼知无？由外境啊促成内心啊，那个叫做法生，然后心生，然后由心生然后促成外境，那个是心生法生，安尼了解无？因为咱凡尘拢离为开安尼啦，一定是心生法生，无就是法生心生啦。所以而咱伫咧佛边听到有咧讲咧，比如个小尼姑甲迄个在家技师咧讲，伊拢咧听，所以伊即么来讲出来。我们呢这个转过来，我今思维而咱来讲，我即嘛伫咧想思维，那个思维啊。那个念虑念头的套路啊，迄是拢咱的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啊，而咱用的都是用生灭那一面，用生灭，即思为体呀，使我心现，这而咱讲我即思维，即思为体啊，使我心现，迄个思维体啊，就是我的心性，随所何处啊，心则随有，随所何啊，就是看咱去看到啥，知影啥，就甲什么合作伙，那叫随所何，随所何的时阵啊，心得随有，一非内外，中间三体，唔是伫咧内底，也唔是伫咧外口，也唔是伫咧中，唔是第三个所在啊，都伫咧迄个思维体，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思维体呀，就是会当想东想西迄个思维体，是不是根尘相对所产生的六识，对不对？是使以生灭不停的所以而咱这样讲呢，佛一听呢，又是不合真理。然后佛告阿难，如今说也，有法生故种种心生，随所何处心随有者，就是讲法生为外口的景象，然后种种的心就出来了。那么随所何？看到啥？看到什么景象？就甲迄个景象合作伙，迄个合作伙的地方所在，那个地方所在心随有，心就有，伊呢甲这个心当作是咱的真心，
心无体，安尼来讲心嘛，伊就无体啦。我们刚才讲啊，妄心无体，这边呢佛就讲出来，那一种水手河啊，是不是妄心？妄心是不是没有体呀？它变化，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掌握那个原则啊，就是妄心无体，然后真心有体，所以我们平常假如说有空闲，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啊，是不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那个真心，对吧？因为妄心都放下了万念那个都是妄，为什么说妄？因为它变化无常，一直在变化所以不真啦。那真的不会变化真的如如不动。所以我们万念放下，这个妄就尽了，真就显，真会显现，所以我们生活之中就可以来做，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可以时时刻把我们那个真心让它呈现，真心都照出来，各位都了解吗？万念放下的时候是不能去注意看到境界那个看到什么境界，也是万缘里面的一缘，也是缘那个也要放下。所以自己哇，这个非常高兴是不是心生了？那个是不是缘？要不要放下？那个也放下，所以全部都放下。妄才会尽妄尽真才会显。真一显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那个极那个不变之体也极，那个极就呈现了然后完成的所有的事所有的念头就叫造这就是佛性的随缘之用。不变之体也极。随缘之用也造，造而常极，就是造了以后随缘之用又要回到那个极，回到变之体，然后极而常造，佛性本体又能够起随缘之用，很活泼啦，有了解无？袂安尼死板板足活泼的，能够随缘之用，就能够不变体。都能够照顾到，随缘之用就是事来则应，然后我们事气又则静，又回到如如不动的本体。你有较了解无？越就会越透彻明白，对不对？我们都熬过2年多了说不知道不承认，说我们知道一定不承认，说我们全部知道又不敢承认。我们现在都是卡在不上不下。只要我们多用一点心一定会透彻，一定对真理会全盘了解，所以这个熏习非常重要，我们对真理熏习的已经都够了，自然而然，我们就会走入真理世界，走入真理的领域，自然会进入的，所以那个佛对那个阿难所讲的这一个里面的都是从那个为心里目金河所在，是从那个延伸出来的，对不对？释迦牟尼佛问阿难说你的心跟目心里目金河所在的都一样。那假如说这个问我们的话
为心里目，今何所在？各位浅显，我们的心里目啊，你都一样。最高品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心与目啊，没有形象，没有形象，是啊，了了分明。咱有了了分明对不？有迄个知觉性对不？迄个知觉性就是我们的真心所在啊。你看咱哪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不是什么都没有啦。绝对有什么？有那个放不下的那个真心，那个我们自己呀会感受。有啊，还有一个第二棒，更较棒，都放不落来啊！那个就是真心啦，那个就是心里目今何所在，都是啦。还有了解无？还有不能住相都是底下啦。你假如说跟释迦牟尼佛讲，都是底下，他会说错了，因为住相就不对了。不住相才对。不住相，就是真正的它整个呈现。所以我们那个真啊，真是有影得很用心才会出来。出来以后啊，我们一找到了，一劳啊永浴，是讲你找到都袂无去啊，永远都拢在。那成就、成道、成佛就是他，都是你啦。了解无？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用心。所以这个这边呢，就讲这个水所合的话呢，是心无体，因为那个就是妄心，它妄心无体，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那是心无体呀，则无所合，就没有那个所合啊，若无有体，何能合者？无体。无伊的本体，然后呢能够合啊，得19界。我们都知道呢，6跟6、64啊，3、6、18，没有第19，对不对？没有第19了。然后因为7层合，只有6层，没有7层，对不对？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只有个？只有6层，所以假如说无体能够合的话，就有19界啊，就有7层，然后佛就讲是也不然，这个真理啊不是这样，这个不对，不是这样。那么若有体者啊，假如说呢，是有体的话，那个思维啊是有体的话，如以手啊自治其体，你即马用手啊，把迄个体甲捏落，如手之心啊，为乎内出，未从外入。你即马所知啊，知影讲你的手啊，去捏到迄个体，这个知影的心是为你身躯内底出来，还是为外口来？各位前学，我们的那个手之心啊，是从内出呢，还是从外入？我们呢一般的那个手之心，都是从我们那个内心里面跑出来，从内出，不是呢这个从外入。那么若复完内出，还见身中。假如说呢，为内底出来，咱的迄个手之心啊，是为内底出来，然后呢，还见身中，就会当看到咱身躯内底的五脏六腑，当看到咱的境界长，头毛咧长，
下尾会看到讲中了母袂？所以未来底出来就无合道理啊。可是我们以为是从内出，对不对？然后佛这样讲呢，让我们知道说，从内出啊不对。卡斯啊，那未来底出来，一定啊，因为心有灵知的作用，心伫倒位啊都要拢足清楚的啦。心既然你的身躯内底，你身躯内底的五脏六腑啊，精加咧长，然后头毛咧生，你拢知影。筋转脉啊，筋咧长，你的脉咧摇，你拢知影。确实咱逐项拢唔知对无？逐项拢唔知呢，讲未来底出来都唔对啦。所以我们真的错，真的是错到不知啦。唔知影甲唔对甲你唔对啊，拢唔知影。这样了解吗？所以佛呢，就是要我们对那个真心透彻的了解，不含糊啦，无安尼含糊。然后我们众生呢，都是把那个认识的心以为在身内的身躯内底，所以佛都一再讲，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是吧？然后我们都会回答无所不在，不是大家拢安尼咧回答，有无？可是迄嘴咧讲啦，拢无体会啊，无体会迄个无所不在的内容，所以那个我的意思啊，就是要我们知道，身体啊，是所有红众缘聚会借我们用，不是在身体里面。也不是在身体外面，因为身心向外向要修，无人修啊，所以不是伫内底，不是伫外口，所以才讲不即不离，有了解无？然后呢，各位假如说看那个不是我们那一个不是有笔记吗？有没有？它里面有偷根偷尘，有没有？我们那个佛性离开我们的，然后离开呢六尘，偷根偷尘，离也独立，离开所有的因缘，它独立存在，独自存在，拢伫咧无去，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真心的奥妙，就是这样。然后我们要深入去了解。那么往后这个《楞严经》一直讲都是在讲这个内容。所以假如说从内出的话，知觉性未来底出来，就要看到咱身躯内底的五脏六腑，看到肩胛咧长，头毛咧生，筋脉摇拢清楚，安尼才会来生息。那么若从外来先合见面，假如说这个知觉性迄个了了分明，是为外口来，那假使外口来，就要先见到咱面啦，无这个代志对无？无讲咱的知觉性为外口来，然后先看咱的面，咱面拢看袂到。那么阿难言他就回答：见是其言心之非也。阿难言伊讲见看到就是目睭看到，心知影迄个心不是目睭啦，为见非义，心来讲迄个目睭看到，安尼不是道理啦。所以这个叫做强背硬板，硬要甲拗过安尼，那个阿难硬要甲拗过，
然后佛言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讲，肉眼能见啊，他说目睭啊，有那个见性，所以这边呢，佛就讲得很详细的。那么汝在世中门见不？你伫个房间内底，房间门你有看到无？讲世人则是于此啊，上有眼唇，伊一口气无来，目睭拢要好好伫咧啊，应接见物啊，安尼伊应该有法度看到物件，因为目睭拢好好，眼见啊，目睭好好，会当看物件。若见物者，较需要当看到物件，因何名死？免来讲都死啊！死人目睭还阁记得对无？一口气当时目睭拢好好啊，有法度看到物件无？无法度所以佛就是咧讲咱用目睭啊，认为讲看到是目睭，安尼唔对啦。看到就是咱的佛性，咱的佛性咧看，佛性照目睭，佛性面孔。佛性照着鼻啊，佛性照着嘴，照着身躯，照着意，会当呈现万象万事，对吧？所以才好做如来藏，如来含藏万象万事，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啊，拢是咱的真心佛性，性外无物啊，咱的性外口无物件啦，所有的物件，所有的万象，拢是咱的佛性。这个我们就要接受，要一段时间啦。讲物件是物件，哪会咱的佛性？物件是物件，哪会咱的本体？我们都会很讶异呀，很奇怪。可是，在真理呀，我们就是了解到，没有我们的佛性，就没有山河大地，就没有万象。所以山河大地万象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拢是咱的佛性，拢是咱的本体。今嘛先了解这个道理，然后慢慢的我们就现在先知其然，若所以然慢慢解收，了解以后，拢融入啊，就能够为什么无极啊，能够生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相中相凑，一本呢可以善于万殊。然后我们现在啊，修到万殊呢，就是要归本，要归回到原来的佛性本体。能够归回到原来的佛性本体啊，就是回归无极，已经又回到原来那个地方所在所以所有众生啊都是如来，所有众生呢都是佛。安尼对家己有信心无？要有信心呢，这个很重要，因为自己对自己信心有了，发挥的力量就很大。那假如对自己没有信心没有力道了应对那个挫折的时候就没有担当，拢赶紧要过来求外道来帮助。那假如说我们能够相信自己就是佛，自己就是如来，遇到什么挫折自己要用智慧去解决，自己能够承担他就会很高兴原来天地之间是一体的，一体中没有困难没有挫折没有障碍。他有了解无？所以或许都说呢，回去的时候谢谢你给他们听。那个里面老师讲的很详细把整个真理呢都在几个字里面都呈现。那我们北部有录那个CD，
一直反复的唱啦。你开始放拢唔免搁再去调，伊直一摆唱完搁一摆，一摆唱完搁一摆，唱完迄地全部拢是谢谢你，可以得到吗？没有的话这个向这边拿我们有送到这边来，还有一面呢就解说，那个解说啊，谢谢你的内容啊，那个解说我们讲解啊1个小时10分钟，把迄个内容啊有水。虽然没有讲得很详细啊，可是大概大致啊那个意思啊，都能阐释出来。哥要听听那个意思，然后要会唱，唱久了还蛮好听的，很感人呐。还活着的时候啊，要说声谢谢你，要谢谁呀？对，就是要谢谢我们真心佛性啊，我们真心佛性啊，陪伴我们啊，经过千千万万年，千千万万生，所有的生死啊，佛性都陪我们，都陪伴我们，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这个努力。那么底下呢，释迦牟尼佛又讲阿难，又汝觉了能知之心呐，肉心有体，为复一体呀，为这个有这个多体，是一体呢还是多体？那么今在汝身呢，为复遍体呀，为不遍体，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那个觉了能知之心呐，就是那个了了无明，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肉心有体。现在呢，你以为啊，那个根尘相对的那个六识啊，是有体的话，为复一体，它是一体呢，还是多体？还是有足多液体啊，有足多那么今在汝身啊，现在在你的身上，为复遍体啊，为不遍体？它是呢遍满你整个身体，还是呢不遍满你整个身体？这整个身体呀，全部都有呢，还是呢只有某一个角落有？肉一体者所以有佛呢有分成4个内容，一体、多体、遍体不遍体，有分成4个角度啊，然后呢解说。肉一体者啊，则如以手自一之时，今嘛你用手抓你我们有2只手2只脚，你干那甲抓一支就好。我呢4肢啊应结，你抓着支4支2支手2脚拢有地感。若悬结者啊，假如说全部拢有地感，自应无障，安尼你都唔免抓，唔免去抓一支啊，迄个感全部4支拢有。若自有所，你抓有迄个地方所在，有抓到一个固定的所在，则如一体啊，自不能成。你讲你这个一体，安尼都袂当甲真理相合。那么若多体者，较需要有真侪体，则成多人，就变成很多的人。合体呢为汝，多一体是你，已经足侪人啊，多一体就是你，这就是讲一体呀，甲多体。那么底下呢，就遍体呀，跟不遍体。若遍体者啊，同前所住。较需要遍体，甲头前你抓一支4支来呀，抓着一支手。各位先生，我们抓住一条
另外3只会知道吗？咱若抓到一只手啊，剩的这3只啊，会知影讲去用抓到无？没有嘛吼，对不对？所以那个那个一体多体啊都不成，然后遍体也不成，无迄个代志的。那么若不遍者，假如说不遍体的话，当汝处头啊，一处其主。讲若无遍体你头壳甲你讲一下完讲一骹，头有所觉啊，实应无知啊。头壳有地这样讲到啊，骹骨应该无地讲。那么今汝不然今仔你唔是安尼啊？所以你看佛在讲啊，是不是拢足浅足详细，对不对？很详细的说，是故应知啊，随所合啊，心则随有，无有是处。所以应该用智慧来知道。你咧讲随所合就心就随有，安尼无一个对。那么阿难白佛言，听到一个呢向佛啊，这个表白说：世尊，我亦闻佛呢，以文殊等啊，知法王子，那个法王子是菩萨，法王就是佛，谈实相时啊，世尊一言，心不在内呢，意不在外，那个实相啊。就是真实的那个实实在在的那个形象实相。那阿难呢，他就讲，如我思维他已经那个佛讲心不在内呢，意不在外所以现在他又思维又是用我们那个根尘相对的心在想。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之故在内尘因为身体里面五脏六腑都没所以底来对唔对。那么身心相知在外非异身心身跟相连结拢会知影，安尼心伫外口嘛唔对跟道理无合。今知今嘛因为拢相知，腹内无见内底都看袂到五脏六腑中间一定伫咧中啦。即嘛阿难佫互伊想到一定伫咧中。那佛就讲，如也中间中必不明。你讲伫咧中，安尼中一定袂好，一定真清楚伫咧中。那么无所在一定中无伊个地方所在就是有它的地方所在，会当甲指明出来。那么今汝推中即摆你伫咧讲中间，中何为在？中伫倒位？你讲我听看卖。中何为在？伫倒位为乎在处为当在身。是伫咧地方所在，是伫咧身躯的。那个佛跟阿难讲，那个处就是地方所在。那么为当在身，还是伫身躯的。若在身者，就伫身躯的呢？在边为中。那身躯一定是伫咧边唔是中。若是伫中都甲内底同款甲伫咧身躯内底会当看到五六腑同款那么若在处的假如说是伫咧地方所在未有所表未无所表伊有表示出来，还是无表示出来那么无表示出来，甲无共款。若有表示出来伊就无固定表示出来迄个中间没有这个固定。所以为什么呢？
如人仪表，较需要有人已经甲伊表示出来啊，表为忠实啊，表示讲，伊就是伫个中，那从东看啊，它变成西，那南观呢旁边看啊，它成北，那个表体呀、表示出来迄个体啊，就是混乱，心啊，已经杂乱，那么心就已经乱了，所以迄种表示出来，拢会变化。那么阿难言他就讲，我所说中非此两种，我咧讲的中唔是这两种，不是真言，刚才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讲，眼跟色啊为眼，生于眼识啊，眼有分别，目睭啊，有迄个分别的作用，然后色尘啊无知，那个外面的形象，那个神没有知觉性，然后事生其中啊，则为心在，所以他呢把那个事啊当成心呐，是心，事心不是真心呐，事心就是生灭的妄心，这样知道吗？它属于妄心所以阿难呢，讲那个事生呢，其中啊，则为心在。那佛呢，讲汝心呢，落在根尘之中，你的心伫六根跟六尘的中。那么此心之体呀，为复兼二，为不兼二。这个心体是有兼两项，兼六根，佮兼六尘。两项啊是讲无兼，若兼二者啊，假使两项拢兼，物体啊杂乱，迄个物，甲体啊，迄物件，那个尘啊，尘就是物，然后根呢就是体啊，那个物跟体啊已经杂乱，物啊非体之，那个物件六尘啊。伊无法度知影，迄个觉性唔知影，然后体啊六根六根知影，所以两项合起来，一个知影，一个唔知影，安尼呢成敌啊两立，变做一个知，一个唔知，就变成那个对呀，敢若敌人。那么引何为中？安尼什么是伫中？那兼二不成。为六根六尘两项甲兼咧，袂当甲真理相合，那非知啊不知，那个非知啊，就是尘非知，那个呢根啊不知，因为已经呢分开了，他都不知，即无体性呢，综合为相，安尼都无体啊，所以那个妄，那个。我们那个妄，就是呢根尘相对啊所产生的那个六识，叫做妄心。妄心无体，综合为在，综合为相，是什么形象？是故呢应知啊，当在中间啊，无有是处。你讲伫个中无一块着，已经拢无符合真理。我们呢，今天就讲到了地方，剩下呢这个10分钟呢，给各位提问，剩10分钟，各要踊跃，能够把心里面的疑问能够提出来，也可以就我们今天所讲的不了解的地方呢，说明。好，请说。第二题是：能生万法者，因为生灭法，非不生不灭法，本性清净，最终还是要证无疑之境，不生万法，还是真如来。这个要怎样解释？
因为你讲的这一些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已经到蛮微细的程度了，所以或者刚才有讲，就是我们认为说，心在身内不对，心在外不对，所以它是属于不急不离。那个呢，我们要知道说，不是呢生之如来了，那个是我们的那个知觉性能够呈现，然后发挥我们佛性的那个前提大用。因为问比较详细那个比较高的一个程度了，所以讲解的时候就是要详细去讲解，所以问的时候你就问题不要太长，太长会含混，变作混合，混合答案正确的变作不在。好，再说。第二个问题，六祖坛里面，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口气，六祖还在人外吗？因为他是对着神秀那个句而讲的。神秀那个身是菩提寺心是明镜台，然后实勤拂拭使了尘埃，这个是早已相。然后六祖所讲的那个句菩提不是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赐了尘埃？那个是着空神秀是早有，然后呢六祖是着空，两个把它合起来，既不着有也不着空，就是中道了，那就是道。可是我们一般的解说都会把那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赐了尘埃，认为都是已经是见性了。可是我们从那个句语的本身来探讨它的意思。当然那个菩提本无树是不错了，就是觉嘛，哪有？然后明镜亦非台，也没有一个明镜台。那个呢，我们要了解反而神秀的时时勤拂拭，勿使了尘埃是努力的方向。就是我们的心不要有尘垢，这个反而更让我们能够受到利益。那假如说本来无一物何赐了尘埃，那个是修持的程度。那假如说我们在开始毛病脾气很多的时候我们又讲本来无一物何赐了尘埃，都什么都不用修，等于是脾气毛病都不要改，你也行得呗。所以着有不对，着空更不对了。佛就讲，宁可着有如心山，不可着空如镜许。那个着空很危险，你什么都不做了就消极了。那么真正的到达那个道的时候那个是在讲我们那个真心真心是无所不在，真心它是这个尽虚空遍法界那个真心尽虚空遍法界有另外那个讲的方法，不能就讲本来无一物何赐了尘埃。你这样一讲的时候我们都什么都不用做，都不用修，都不用改，那这样可以吗？可不可以？要修要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它那个含义一个就是着有，六祖是要把那个有对把它去掉，不要着那个有，它是用空来对掉那个有，是两个相对的。你了解不？说我们生死跟涅盘，没有生死就不用涅盘，因为有生死才要涅盘，你知道不？
所以生死是假的，涅槃也是假的，所以才讲生死涅槃等空法，相等都是空中的花。那我们假如说看到涅槃前面加一个大涅槃，那就不一样了哦。大涅槃就是佛性本体的状态，跟那个涅槃跟生死相对是不同的。很有了解不？所以要了解到他讲的那个方向，你的讲的是相对的，还是一个绝对的？你像说那个智显禅师那个一即忘手之，更不加修持。他那个更不加修持就是本来无一物而次了尘来。可是他是在那个他用那个镰刀在割草，镰刀去打到小石头，小石头去撞到那个植子，然后发出声响。他是从众也际会领悟说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这样，所以才讲一即忘手之，就是忘掉能知跟守知，没有能知守知，没有能守，就是已经一体了，就是佛性整个呈现，所以更不加修持，没修已经搞动龙养骨路不斗萧然机然后呢这个次无中机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显演上机，那个才真正的是本来无一物而次了尘来。你知道不？他讲的背景要了解，它是相对的呢，还是绝对的？绝对的会讲到佛性本体。那讲佛性本体是什么样的状态，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没使含理糊理。像智显禅师就讲得很明白，为什么？因为那个龟山那个和尚就跟他讲说，还没有入胞胎之前你讲句来，我要祭你就是受祭你讲一句，你也未进入胞胎，就是还没有投胎啦。你也搁在空中你的佛性还没有进入胞胎，还没有投胎那个之前你讲一句来，我们不讲吗？我们还没有进入投胎的时候我们是什么状态？我们会讲说他的中阴身中阴身是状态，可是他那个心意你是什么心？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所以那个智显禅师一讲出来讲不出来请龟山那个和尚告诉他，龟山和尚说，我讲是我的跟什么关系？你讲才是你的他回去一直翻所有看过的书经书找不到答案他就收拾行李回家了，说我爱吃袂就好无饭通吃，我等下吃袂啦。一回去整理完才产生的那一个现象所以他就体会到完成的万象万事都是演戏则生也善救昧。你看他也不知道也念力得镰刀去那个扎到小石头，小石头会飞去撞那个竹子，全部都不知道可是整个都呈现咚一声那一声促成他领悟了。所以说一即就忘手之，不要在那个相对的里面去用心，已经是一个绝对一即忘手之没有能知，没有守之，没有能守，能守双明，所以更不加修持，那个才真正的可以本来无一物而次了尘来。了解意思吗？在相对的时候
不能讲成绝对。在绝对的时候啊，一定要有前因。它之前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讲绝对？一定有它的根据。含理合理。所以或者都只说，我们研究真理啊，一定要透彻了解明白，讲清楚说明白才可以，不能呢含混，含混不可以的。所以有疑啊要问，所以问这个就很好。你看我们一般解说啊，都说六祖已经见性的已经很高了。那你跟前面那个那个神秀那个怎么说？就呢怎么样对不起来了？他们相对的，那个生死跟涅槃啊是相对的，这样了解是吗？所以我们就是要有那一种实事啊，求是，实在的事要去求它的真理所在。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多谢占道天师德、饶天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获学机会学讲。我们听楞严经有没有心得了？会不会感到很深？没有声音吗？比较小声哦。对啊，有了，比较大声的。我们呢，从这个楞严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那呢，大部分呢，那个明心见性啊，一定可以很透彻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前面这一段有关于我们要这个明心的部分，我们的心有生昧的心跟不生不昧的心。上个礼拜呢，我们也有把它呢集结出来。各位有没有听懂啊？它有生跟有不生不昧。我们从那个嘴巴的那个舌头啊，舌头呢，它不变之体，不变之体呀，在经典里面啊，它的字叫做极，极界的极。那我们呢这个佛性有随缘之用。那么随缘之用在佛经里面，它讲照，它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有没有听得很习惯？有。那我们呢要了解到，它极而常照，就是佛性本体本身，它如如不动，可是它可以对万象万事全部呢都能够呈现，全部呢能够包含，所以那个整个出来的那个功能作用都从如如不动的本体出来，所以那个叫极而常照。那我们从文字呢不太容易了解意思。假如说解说那个极就是我们舌头本体，然后那个道就是我们吃花生有花生味道，吃梅子有梅子味道，吃饭有饭的味道，吃面有面的味道，那个呢很多味道，那个就是我们不变之体以后呈现的那个随缘用。那么用了以后那个叫做照。那照以后它又会回到本体回来，叫照而常极。那么照而常极呢，就是我们花生吃完了，花生味道就消失，对不对？换梅子吃的时候有梅子味道，
那饭我们吃饭有饭的味道，吃面有面的味道，是不是啊？我们一吃完以后啊，那个味道消失了，消失以后啊，它又回到本体回来，这个叫照而常起，这样了解吗？了解。我们从文字一听起来，起而常照，照而常起，好像跟我都没关系。可是一分析以后，原来关系这么大。那个我们研究六祖坛经呢，六祖是讲说，不断摆思想，有没有？那个习而常照，那个就是不断面的摆思想。我们起心动念，它都不断。我们对万象万事的认知啊，我们都能够发挥，从那不变之体出来。所以那个起而常照。然后照了以后啊，它又回到本体，叫照而常起，然后起照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这点么了解不？所以啊，我们平常就是少接近心理心法。不知道说原来跟我们这么亲切，日常生活之中啊，我们都在用，那个即照同时啊，佛性的本来面目，那我们从这个《楞严经》里面啊，我们来这个了解到佛所阐释的那心，他是要告诉我们啊什么样的心，所以在前面啊，这个地方就已经明白的讲出来。可是各位假如说住在文字啊，那就完全都不了解。它言在此啊，意在彼，知道意思吗？文字啊，讲话是在这里，可是它意思在别的地方。那我们先把前面呢，这个七次，那个我们那个心啊，的地方所在，先把它了解以后，我们再来说内容。我们讲到第六，对不对？20页。20页，阿难白佛也，这个阿难人向佛，这个讲说世尊，我昔呀，往昔见佛，以大目连复见也。须菩提、富罗那，舍利佛，这四大弟子，因为他们都跟随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身边呢，帮助释迦牟尼佛大转法轮，所以常言觉知分别心见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既无所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则我无着，名为心不。这个阿难，他一听了以后啊，这个所说出来的地方所在都被佛破斥了，都不对，都不对啦，说无有是处。那么现在最后一个讲说呢，这个之前曾经因为阿难侍奉释迦牟尼佛，所以都时时刻刻在身边。那么对那个佛所讲的一些那一些经典讲出来的话，阿难都记在心而且阿难记性很好，只要一听进去他都能够记住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跟这个四大弟子讲说心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那阿难他就想出来说，既无所在，拢无，一切都不着，都不要着相，这样呢，名之为心这样就是心，则我无着，名为心不，
说我都无着，这样呢是不是心？那佛就跟阿难讲，佛告阿难，汝言皆知啊，分别心性啊，既无着的，世间虚空，水陆飞行，知所物象，名为一切。汝不着者呢，为在为无。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问阿难说：你现在讲我们那个觉知啊，那个分别就是了了分明了，觉知了了分明的心性，既无着者啊，全部呢都无着。那么底下呢，佛就讲说世间呐，整个所有虚空以及呢水陆空中的飞行，水底的路上的空中的知所物象啊，所有有形有相，名为一切，叫做一切。那么汝不着者啊，现在你不着，为在为无，你不着呢，是有形象还是没有形象？这个释迦牟尼佛问阿难，那底下呢佛就讲，无者啊，同于龟毛兔角。假如说是无，这个没有，在完全没有，那么就像呢龟毛兔角。这个有名无实，只有名称啊，没有实在的。龟啊没有毛，兔也没有甲，这个只有名称而已。这个真的就是没有无。允何不着？无的无啊，没个不着啦。那有不着者，不可啊，名无。假如说有不着的话呢，可以讲无，那个无相啊，才可以说无。然后呢，无相得无啊，没有形象才可以说没有。那么非无啊，则相。那假如说呢，不是像龟毛兔角，那么就有相。像我们语言呐，文字也有相。各位先生，这个我们以为啊，语言呐没有相。各位先生，有没有相？有。就是有。语言一样有相，因为讲出来了，有声音，有所在，所以语言啊有相。那么相有啊，既然有呢，则在，就已经在了。允何无着？已经在就不可以说呢，这个无着。那么是故啊，应知啊，一切无着，名觉之心呢，无有是处。这个时候啊，这个佛就跟阿难讲，说呢，这个一切无着，你认为他觉之心呐，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那么我们回顾啊，从头开始从第一个那个心在我们身内第一个。从呢佛问唯心与目啊，今何所在？我们现在各位先生来领悟我们心在哪里，好不好？很懊恼因为我们都认为啦，完成的所有人都认为心是在身内。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而且大家都共识，认为心就在我们的身内因为佛讲心有灵知的作用，灵明知觉灵知凡心所在之处，你的心在哪里你一定对那个地方一切都能够分明了知，就是能够了了分明。你的心里头，这所在你用真了解，所以佛就讲，你既然讲
我们的心是在身体里面，那么一定可以看到五脏六腑，一定也可以看到指甲的生长，头发也一样在生长。各位先生，我们可以看到吗？看不到，对不对？所以佛就讲，既然看不到，那心的凝住作用就消失了，就不是了。这样了解吗？这个就是否定心不在我们身内。那底下的6个地方那个是被迫，然后能够把想到的全部讲出来。第二个就心在身外。那佛就讲，既然心是在身外，那身心就已经不相安。心有所知身不能觉。这个身有所觉心不能知，就身心都分开了。然后佛就拿手给阿难看，说你看到我的手吗？阿难说有因为手我们看到手是眼根眼根始于身始于身体方面那心分别吗？阿难说分别。那佛就讲，你既然眼睛看到始于身，心能够分别是心身心相知，为什么在外？所以又把外拼掉。那阿难又被迫那在眼根里面眼根就是潜伏在眼根里面阿难最大的问题是第一个在身内，那底下都是没法度不对然后再想出来然后佛就说既然潜伏在眼根根眼根合在一起就像我们这个戴眼镜他就问说，当见山河之时你看到山河，难道看到你的眼镜吗？阿难说有看到。然后我就问他既然是潜伏在眼根根眼根合在一起那么向外的时候可以看到山河大地，然后那个回来，我们知觉心回来，一定可以看到自己的面孔。他问阿难说，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面孔吗？他说看不到。我就讲，那你潜伏在眼根就无有是处。对。然后呢又想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到底是什么？就想所以各位先生，那个前面的这个已经要把我们那个整个真心都呈现出来所以那个第4个那个阿难又讲他又一直在思维，用我们的思维心一直在思维他是的都一样是在哪个地方呢？各位先生，在哪个地方？无所在那个还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是等一下我们要透彻了解以后明心见性了以后才说的。那个中间的过程就是把凡尘所有的物象全部都用我们的那个生灭心去思维，它到底是在哪里？这样的话就会把我们整个，我们不是要万年下一念不生吗？对不对？要把我们整个妄全部认识，它什么不正确？到底是哪里正确？都一样不对都一样出问题，是哪里不对了？所以他就一直在想，用生命心一直在想想说我们凡尘所能够这个知道的
就说呢，开眼见明，然后闭眼见暗。那我一听呢，开眼见明，跑到外面，闭眼见暗，就跑里面，他就问，说你闭眼见暗的时候啊，到底跟眼根相对还是不相对？我们闭眼见暗，那个暗有没有跟眼根相对？有没有？没有。那么唔知，跟眼根相对你若目睭无看，你那会暗，有没有相对？就是跟眼根相对。所以那个佛又讲，你说开眼见明名为见外；闭眼见暗，名为见内。那个无有是处，不对。然后我那又想，无要讲啥。你讲随手合啦，就是看到什么就知道什么，看到树就树看到厝就厝，随手合则心则随在然后佛就讲，那个随手合你就认为那个我们的妄心有体，那假如说妄心都无体，那就变成那个19界，然后7层合。那只有361866乘6是没有19然后也只有6乘没有7所以佛又讲说你那个随手合无有是处。然后阿难想一想说我知道了，知道说说看，在中间。然后佛就讲那个中一定有一个地方所在。你把它标示出来，哪一个是中？我们把它标示中，从中看呢，它不是中变成西了。从南看呢，变成北了。中就变无定位所以我就讲，说那个中间就是佛性所在，无有是处。然后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就是最后一个第7个，既无所在，就是我的心。这样了解吗？我们看经文我没有讲了，可是那意思已经整个呈现了。所以把那个我们最重要的要认知的把它呈现出来。因为生活之中呢，我们所用的都是根尘相对，根就是6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6根，然后尘呢就6尘，色、声、香、味、触、法，根尘相对产生6识，那个6识我们把它等性因为成相会一直变化，所以我们的心也会跟着一直变化，所以叫做生灭心，也叫做识心识心它是生灭，这样吗？这段要听清楚因为关系到我们领悟以后进入真理世界，所以这个是属于生灭心。生灭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不要去除它了，只要它知道它是功能作用。那刚才我们有讲，是功能作用只是吃土豆对不？土豆吃完就无你就回到本体回来，对不？所以功能作用是这样它呈现的只有一次。我们看到万象，看到一个然后你转个形象不一样，它刚才的已经消失了，对不对？所以也只有一次。然后你转了以后它又回到本体，现本体回来。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是属于生灭的生灭心。那我们要了解到唯心与目今何所在？心跟我们的那个觉知性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就回来第一个在身内，那不是在身内。然后我们从真理来分析，身体是水火风土4大呢
这个外面的物质啊，然后集合借我们用，对不对？然后水火风土啊，它没有知觉性，有没有知觉性？水火风土那个是无知之物，不知道。可是我们现在的身体呀，知不知道？拢了了分明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佛经把那个真心啊，就讲出来了，在哪里？就是把那个觉知啊，咱古的拢个剔出来。春辛苦的水火风土，水火风土我们想想啊，一口气不来，水火风土到哪里去？归还给天地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那个知觉性啊，是不是还在？因为它没有形象，不会死啦。它也没有分，也不会死。可是啊，就是了了分明所以我们都会讲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中间，既无所在。然后我们就会讲说都尽虚空遍法界，有没有？所以我们就从我们的身体最亲切的地方着手。我身体呀，有四大假合水火风土就我们用，然后有不生不灭的佛性也一样在我们身上。所以它的那个答案不急不离。不急就是不住，不住在身上；不离也一样从身上发挥知觉性。这样有没有一点了解？就是我们把整个身体的构造那个水火风土重点忌讳借我们用我们再把水火风土整个能够分析得出来，它是没有知觉性。然后我们现在身体有知觉性，知觉性就是佛性。那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现在跟生灭的身体和合。我们修呢，就是要把生灭的认识的透彻，然后呢，能够住在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上面。这样了解吗？有一点点可能不要紧那假如说一听就能够全了解，那根基太好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原来对吧？尽虚空遍法界不是骗人的，因为知觉性我们看到知道什么，全部都是佛性本体。宽不宽？不宽广？很宽广的你为什么知道？灵知为什么有灵知？佛性本体不是身体知道，是佛性知道。这样有没有对佛性认识了？所以领悟就要从这个地方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假的，要还给天地，一口气不来都衰害啦。可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都不用还没有形象，可是了了分明，切实存在，对不对？我们是要这个切实存在、了了分明的这个知觉性我们能够守住它。这个叫做气生灭守人常，常光就现前。还有印象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研究一定要从这个地方下手。我们的佛性尽虚空遍法界，不生不灭，如如不动。我们一再讲说我们有玩过相机的人都知道，照相的时候那个按快门的一刹那，绝对不能晃动，晃动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那我们佛性在身上，假如说它是在玄关，我们玄关不是一直在动吗？
那假如是的话，那我们看的形象一样模糊不清。可是我们头动形象都很清晰呀。那为什么？是因佛性如如不动。然后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呀，都不用带佛性去，对不对？像佛学在基隆下来，也不用把佛性带下来，对不对？在这边就有了有没有？而且都圆满不缺，对不对？有没有缺啊？都圆满不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动的身体，不动的是佛性。不管你到哪个地方，纵然到美国、到大陆、中国大陆一样，佛性都在。有了解不？所以很奥妙的。那我们就是住在身体，住在身体呀，身体呀有变化，而且很大。身体的那个快乐，身体的痛苦啊，对我们来说比佛性都还重要，重不重要？我们都看得很重，对不对？那个叫做本末倒置，该注重的我们都没有，不该注重的我们很注重，很注重的我们一直调养，直直甲补，直直甲补，会死袂？以前迄叫做忘恩负义，对不？拢无想讲咱直直甲顾，直直甲补，结果伊一口气唔来，是不是这样？爱搁直甲照顾免？正确，无照顾有法度修德，就是要他能够正常的能够吃饭睡觉，对不？然后我们才能够修才能够成。那所以就是要抓对方向，唔通中拢一寡迄去取对吧？甲咱加倒，不应该注意，咱拢叫注意啦，有没有？我们想想看有没有？唔免注意咱足在意的，这应该爱努力的拢甲挂一边有没有这样？咱真巧真戆，承自己很笨吗？一定不承认的。讲我上巧，拢嘛蒙批，有没有啊？红批也真欢喜的。滚筋大细条，对不？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真切就显现在眼前，有没有？你看身躯是你第一最会风土，它没有知觉性为什么有？有就是佛性所以佛在问我心里目今何所在？知影无？知道在哪里了吗？我在我讲几波，还不了解呀？就是那个知觉性，它既无所在。所以我们不是有听那个金经吗？金刚经不是告诉说应无所住，然后耳生其心，有没有？无所住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不能落入形象，不要住在形象都没有住在形象，那没有住在形象我们能够做到了，就进入空了。那空的时候假如说没有耳生其心会变完空了。那耳生其心在空中能够生心，就是有，有呢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研究道德经不是讲常有跟常无吗？没有，两个合起来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
我们要了解到啊，我们的佛性就是常有跟常无啊合在一起。有看不见，无可是啊了了分别，对不对？你有一点了解不？明心的部分我们就是要知道生灭的，我们日常都在用，应对进退啊，都用生灭心，起心动念也是生灭心，可是要知道它是用一次就好。我们不是有用了就丢吗？有没有？不知道什么产品呢？说用了就丢，那个就告诉我们了。生灭心就是要用一次，你丢了它就回到本体回来，你不丢了就把它当成本体了啦。这样了解吗？所以今天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有没有？佛性呢不是在我们身体里面，因为它的灵知作用唔知影五脏六腑，无看到人家咧动，虫咧生，拢无但是伊有咧动有咧生无？确实有啊，咱哪都唔知，就表示我们的心不在那边。不在身体里面，就在灵知作用。那我们的灵知作用是不是已经可以拓展到整个虚空，对不对？怀疑有没有？就是要相信我们的知觉性非常宽广这个所有的完成的万象万事整个呢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宽不宽广？那我们就不必在这一些万象万事产生分别，因为它全部都是我们真心所呈现，没有心哪知道相？知道相是不是都是心？所以心跟相它是合在一起。那之前我们有讲这个心静一如，不患思维，但不持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有没有？还记得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心静一如。我们心跟外面的环境就是现象它是一体的。那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体要不要分别？不用，不用分别，一体了没分别，也不会产生喜欢讨厌，对不对？没有喜欢讨厌就不取舍，不会取舍就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解脱了没有？就解脱了。可是我们分别心强不强？为什么很强呢？就是从我相住在我相，把这个身体的我当成真的，住在这个身体，要给他利益我们这个到人太久，既得利益已经蛮固定了，有没有？现在要把它呢这个既得利益全部都去掉，容不容易？就是不容易所以修道是难在要跟自己作对了，毛病都出在自己本身身上。只要我们把不正确的观念全部去掉就恢复本位。本位就是佛，就是菩萨就是摩诃萨都是菩萨中的大菩萨。那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呢？愿不愿意所以就是要认识我们是真理了就可以回到
本位，我们都是佛，我们可以呀、跟南极老仙翁啊一起呀、站在高高的地方来看大地的混沌。第几次了？第8次，我们一次也没看到现在要记得要看，站在南极老仙翁身来看看第8次大地混沌，也就是圆会第8个圆会。那我们了解到南极老仙翁还没有到之前就没有圆会吗？有。那我们往后有没有圆会啊？有。所以啊，它绵延不绝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都一直这样延续的。然后呢，沧海桑田一直变化。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地球我们经过下一个也会不知道是住在哪个地球不一定是一样的啦。所以无量的佛世界我们为什么都不去啊？去不去啊？没勇气啊！我大家加混乱了。所以要了解到所有的佛世界我们成就的都可以去可以去所有的佛世界度众生。那我们呢，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因为善恶都分明，善的很善，恶的很恶，所以活菩萨他们都到娑婆世界来示现，就是在这边呢行功力的会比较快。假如说我们到北极泸州北极泸州呢长寿天他们寿命平均都1000岁我们想想看，1000岁是多少？是我们人生的几倍？他为什么有办法生存了那么久？有他的条件就是大家都善，他那个善能够使这个地生长的万物都是养生。那因为我们凡尘有一半是恶所以地生长出来的有一半是生，有一半是有毒害生。刚好养生也害生，半一半，所以我们就寿命只有100岁。要吃到100岁还要条件，对不对？还不容易我们就想一想看吃到1000岁。然后女孩子结婚几岁啊？竟然也知道就是500岁。500岁才结婚我们现在假如说500岁结婚的话，那所有坤道都不用结婚了，要没结婚就死翘翘所以了解到那个整个那个凡尘的善跟恶很鲜明。那假如说我们一直又经过到那个生会的时候人要灭了，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只有10岁10岁查某囝当时要结婚10岁就死较紧结婚的嘛袂赴人结婚就死翘翘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外在的环境随着我们众生的造业而决定众生都是行善寿命就很长。众生造业恶很多寿命就很短因为地生的万物随着我们众生的那个善恶变化，这样了解吗？那我们假如说善都多，那出现的这一些宝物那个七宝它就会很多。那假如说我们都是作恶，这一些七宝
存入地下，然后呢沉入海底，不见了。我们众生呢见不到，因为都是恶。善的时候它都浮现，都浮起来，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共业非常重要。众生共业，大家都认为这样是对去做，大家认为这样错，那个共业是很重要，会想到我们整个人类的那个生存。所以现在我们从大的来看，智慧开天，然后五慧观，五慧过去了现在已经走到慧慧。然后呢，智慧开天，丑慧辟地，隐慧降人。然后丑慧辟地的时候现在又进入地要混沌。所以往后的108年地一直下沉，不是说50年后那个哪一个国家现在淹水那个国家，泰国，50年后泰国整个在海面底下，旧的拢去海水淹去，已经无陆地整个东南亚也一样，一直海水上升，陆地下沉，这个是大的方向。所以我们要了解以为说这个是我们什么减碳不减碳造成，其实那个是一个定数。就是会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很少去研究一些道理，而这个呢，就是在那个小徒儿验师真那里面有连带一篇老母13叹，那里面的一叹就写出来，老母就讲出来，说呢这个只会开五会关，天已经关了那接着地就混沌，接着人就灭，人灭以后混沌进入下一个圆会，那下一个圆会出来以后又是只会开天，丑会辟地，到隐会的时候人又降生。那我们看老母那个信子十戒，就会说，我们在洗澡老母把我们衣服先衣先鞋都收起把我们赶到凡尘来。对不对？有没有看其实那个是讲好听是我们起心动念然后才降入凡尘。而且现在不是有很多修了道没有修吗？那个种子不灭下一个圆会比较清醒的都不愿意到娑婆世界来，不愿意到凡尘来，不要现象。不要太苦了苦不苦反正都是苦，只要落入现象都是苦，所以都不愿意到凡尘来。那有求没修他就没有主宰的力道，他自己没法都主张了，那个业力把他推，你不得不来。就像我们现在业力把我们推到凡尘我们不得不来，来不来为什么要来这么苦？就是被业力推来的，我们都不知道，都按你生出来，有原因的会生到凡尘，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一落入凡尘是不是都不一样的？有的人那个呵护长大，有没有？有的人在地上抓那个鸡食在吃，有没有？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就是在凡尘的所作所为，我们都一直在利益众生行善。那出生的时候呢，人家都呵护一直保护你长大，好不好？那有一些父母亲很忙生下来以后你自己自立自强，有没有？就让他
放鸡去草，鸡无要食草吼，可爱牛才要食，放牛去食草，吼。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落入凡尘啊，都有其因果啦。所以或者说哈，我们老师那个谢谢你那一首歌啊，哦，感悟啊，生命，哦，有没有？因果情绪也是心内的累积，有没有？啊，老师那个哦，那个谢谢你，真的是哦，可以说泄露天机啊。哎，他的整个哦，哎，都讲出来了，只是我们都没有去体会而已。哎，体会了哦，哎，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哦那个韩剧那么多人看，因为他把握哦，就是分香气呀，相交替这几个字啊，啊，咱得围笑围靠跳舞，不管大家看较美美吼，有没有？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哦，哎，最后那两句啊，哦，就体会到能够爱人啊，是很福气，有没有？哎，然后学会了哈，圆满了生命里面的圆昧圆寂，圆昧啊，算语啊，哎，我们跟家人有没有哦算语的时阵？哎，还有没有结缘的时候？哦，所以那个圆昧缘起啊，就是哦我们在凡所有道域，哎，啊都点哦，老师都把它点出来，所以啊有了道，让我们永远不孤寂，有没有？哎，就是要研究哦，这么殊胜，这么好的，哎，不研究太可惜了，可不可惜？哎，所以哦，要从呢心理心法进入，这样听懂了吗？哎，所以的为心里目啊，今何所在？知道它在哪里了吗？这个还不肯定，哎，要不甲多在心骨内底，哦，对不对？哎，多在心骨关系啊，都已经那么久了啊，千万要赶出去哦，让它无家可归。所以要了解到，我们把它赶出去啊，不住在身上，变成整个西方都是家。我们不是唱一首歌吗？好大的一个家，有没有？哎，那好大的一个家，哎，我们都嘴巴会唱而已啊，哦，都没有体会啊，哎，所以要了解说，哎，我们啊，哎，现在的努力的方向，就是把灵知的那个真心啊，能够启发，能够呢守住它。那个叫气昧啊，守真常，常光呢就现前，常光啊，哎，就是我们本身啊，佛性本体呀，所发挥的光芒，那个就会呈现了在我们眼前，所以成佛都不用怀疑，我们一研究啊，心理心法，可以有这个信心啊。哎，就是了解到原来就是这个要成道要成佛就是这个尽虚空遍法界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哎，我们都能够在生活之中都能够体会，能够呈现，就已经呢努力在修道。还能在不？而且这个上个礼拜回去啊，在高铁上面看那个新闻，那个美国弥勒宝堂出的新闻嘛，老师不是一直在强调嘛，一定要研究心理心法，可以让我们超生了死，然后可以成道，可以成佛，各位有没有看？真的有啊！以或许的感觉啊。迄父母拢讲到遐深，嘿，摕到拢个束之高阁，
迄上实在啦，食饭较重要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前面啊这一段那个佛在问阿难唯心与目啊，今何所在？那个是要启发我们啊对真心的认识，然后对真心认识，那个真心啊，即心即佛，那个心就是佛了。所以成佛一定没有问题。所以前面才讲这个十方如来同一道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不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之为迹象，有没有？这看过呢，问题啊。我们才看过在前面没多远的地方啊，这个十方如来同一道，都相同的这个道啊，然后出离生死，脱离这个生死，脱离六道轮回，皆以直心呐。这个直心呐，就是正念真如。正念就是没有念我们有念，叫做这个邪念，已经不对了，不正确了所以正念真如，那个呢叫直心。那直心呢，也就是我们的真心，也就是即心即佛。所以只要我们肯用用我们的直心呐就可以成道。这样了解吗？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抽离了所有风土已经呢不跟所有风土混在一起的那个知觉性，就是我们佛性本体。那个呢，也就是真心，也就是直心。它同一道呢，出离生死，就用这个直心，用这个真心出离生死。心言直故，也直，然后讲出来的话也直。各位先生，我们日常生活讲出来的话直不直啊？不直不直在哪边都有自私自利的气度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心都没有直啦，讲出来的话也没有直。我们在那个应对进退，那个都是我们讲说都应付就好有没有？大部分都是这样所以离修道真的还有一段距离。那我们心直言直，如是乃至终始地位。终就是结果那应成道成佛，始就是开始，我们开始修道如是乃至终始终这个过程的中间永远都没有委屈相，委婉曲折我们现在那个看那个电视剧它都委婉曲折，我们才喜欢看，对不对？那个滴滴的要看无？你切到以后切掉，这边看，伊要不做结果就怎样？要不要看？因为没有委婉曲折所以社会教导我们就已经不教咱都爱委婉曲折，要修成道就不委婉曲折。就是要直心，就是要真心。那我们开始当然会有一点吃亏了，可是没关系吃亏就算给你一劳永逸吃一点亏成佛了，成道不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吃一点关系，真心一定吃亏。因为现在那个私心自私自利的心都很浓厚。我们要知道，准备好骗会不会？不管
准备互人骗个欢喜，对幸福绝对成就的。我们就是不甘愿。其实你看不甘愿是不是假的？对不对？后后来。样的最好方法，甘愿互人骗，我嘛欢喜互你骗。你看会不起冲突？不会高不高兴？所以我们这个观念要改变还真不容易我们要了解到完成了，都是在要落入这样纵然我们会赚钱，到整个一口气都不来了，要送给谁啊？带走带不走要不要送人？你都不行就是要送人，那干嘛去争呢？真的不要的吗？自己讲，不跟人都会让人，所以后学就讲修道就是跟自己很多自己放下身段了，自己能够放得下了，海阔天空真的都是无忧无虑了，所以那个世祖跟着法龙禅师讲，所以都还记得吗？已经忘光光的了。你等于脑海里我搁再给人。那个世祖讲，百千法同归于寸，和尚妙在心也，一切戒备门。神通变化，悉住记主尽在汝心。一切也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人归人，性相平等。大道虚妄，皆是绝律。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缺少以佛无私，跟佛一样差别，更无这个别路，没有别的方法，就只有这个法。但你任心自在，莫关，然后呢这个莫怀那个头脑，就是不要有那个烦恼，然后呢就不做善，不做之恶，修恶触目一眼，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这个是世祖道信，世祖道信祖师呢跟那个法龙讲，那法龙的那个句语干嘛？对，恰恰用心时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的恰恰无。那可以体会这个意思了吗？那个我们呢就是恰恰就是刚好要用心的时候恰恰用心时，然后恰恰无心，没有心用，所以无心可用的心就是直心，就是真心。那所有的生灭心都没有了，所以心我们要真的无心，生命都不要了，无心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法龙的
恰恰用心时啊，这恰恰，然后无心啊，恰恰用，无心的时候给我们用直心，都是真心。那当用啊，下无，当我们用心的时候，恰恰都没有生昧心。你有古的意思能找出来吗？有没有？所以那个法龙讲的就是帮助我们生昧心，要用直心，要用真心，了解吗？所以我们只要记真理世界，那个宽广无，非常宽广，真的所有的万象虚幻不实，都假的啦，不要呢真的万象。所以摩尼佛问阿难德：唯悉尼木所在。然后这个7个地方呢，把所有的万象万事啊，不管是有还是无啊，全部包含在。那我们把这7个地方所在全部都破了，不住在这7个地方所在啊。我们呢忘就尽了啦所以那个万年放下，就是放下这个地方所在啦，知道吗？有内容的你要放下什么？放下这个啦心在身内，心在身外，心潜入眼根心见明暗心随有，心中间。心无着，全部去掉，忘尽，忘尽接着怎么样啊？对，忘尽显，那个真显呢，直心就是真心，就是即心即佛。那个司空山净禅师不是教导那一个方要那个禅恳的那一个吗？说你要问道呢，还是要问佛？佛跟道不一样。他说你要这个问佛的话，即心即佛；问道的话，无心是道。有没有？都没有印象啊。我们都一个一个把它连贯意思都见。在讲的时候有时候是先讲一些纲要，然后呢，把那个内容慢慢我们往后解说。解说的时候因为虚习的时间久，然后呢，了了不明就现。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刚刚没有讲那么详细啦，可是现在越来就细了，有没有？都录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原来我们放下一些完成的万象万事，不管是无，全部放下，忘记，然后显。所以那个一念不生就是真。那个真显，那个真就是佛的本体。追求这个啦，追求这个才是正确的。不然呢，我们呢中间都有很多不该努力的，甚至跟人家吵得很厉害，没有，点滴在心头，知道就好了就，所以我们往后就是朝心性的方向来努力，努力把心呢整个呈现。要记心灵之作用，凡心所在之处一切机能分明。你像没？我刚清梦，心有灵知，灵知觉，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你的心里都一样，你的经能分明了之，你像没？对了，就是这样所以都清清楚楚，
所以会一直讲说我们是古今啊，不离当下。有没有更详细的？那个十事古今啊，就是过去在未来，那各有三事啊，就9加现前一念啊，就10事。那事的古跟今啊，是不是显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不要起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三事啊，摄受我们不住，我们就进入6道轮回。过去世虽然没摄受我们不住了，未来世也摄受我们不住，现在世也摄受我们不住，我们就偷到了，现在了解吗？有没有一点困难？好像不一点，是很困难，不能做到，而是看我们有心。有心做的话，一定可以达到。我们也都有看那个弥勒鲁巴，有没有？弥勒鲁巴的那个修，为什么要修那么苦呢？就是害人，害死人了。还要用那个苦来磨练，把那个业障全部都磨掉。所以他一直就是经过那一种很苦的那一种那个生活。他师父啊马尔巴，他故意的要让盖房子，然后背石头上去，对不对？然后盖好了以后说错地点了啦，是在这边，不是那里呀。你把它拆下来盖到这边来。他又把那个石头啊拆下来，然后盖到另外一座山。有那个地帮他，那个马尔巴说，这个石头不是你搬的啊，这个是谁搬的啊？他说师兄的。不可以，要你自己搬，就是那么苦啊！中间很多次都想放弃呀，可是他一生啊不能放弃，还是要努力修了。到后来你看没得吃的，吃那个青就是生的那一些就吃到全身花绿，那人们见到他，问他说：“你是人为啊？”他说：“我是人啊。”怎么会变得这样而吃啊？有没有？有没有看？那个弥勒，所以他说我们凡人啊，在凡尘多生活一天啊，多造一天的罪，然后入地狱啊，唯恐不死。这个时间唯恐不长，是不是这样？今也是那个是老实话，现在都天啊，继续吃，继续做生灵的对不？是多到这一天，没有？安尼命愈长罪愈重，爱较早死。所以我们不用那样，我们可以不吃那一类的东西，不跟他结恶缘，我不跟你搞我透对不对？我们这个南部比较有养那个家禽我们自己有时候是要去重量嘛，有没有？你自己吃了台湾那都过去，有没有？那个就是跟他，我吃你的时候是几斤几两以后你要讨回去不能超过，对不对？这样，要杀的时候，做鸡做鸟不是去，都上你去出世，和你去做好嘢家里，还有很多借口嘞。要杀就杀，你还有一些借口。
然后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么大的能耐，有那么大的功德吗？可以啊，就是使他呢，能够生。那一些啊，他就讲说有这个啊，你有德的话我生，你无德的话还你，是这样。那我们有没有德啊？都没有啊，自己要有信心啊。要有，因为我平等了，内心之中啊，平等了，那叫出来。讲的见性是公，平等是德。你都平等了，没有分别心的，德就出来了。所以日常生活呢，就是要培养，尽量把分别心淡薄降低，然后啊，这个利益众生，只要之间一样会习惯的，不然不习惯，对不对？做坏也习惯，做好嘛也习惯。那我们喜欢好还是喜欢坏？往好的方向生很短暂啊，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哪一天这个把命要交回了，也都在那一阵子啊，我们休息50天有没有？也跳不掉有没有？你都想讲要来给他换一个，有气不来啊，不见了，无脆弱的啦。所以唔能靠势啊，唔能靠势。我真用，我较老才收，袂有你观察底节唔是要底老的对不对？所以啊，有时候啊，那个年轻人很快去倒位啊。所以我们再完成了这个要把握再生的每一天，就要赶快能够呢及时修道。哇，已经多小时了，时间过得很快所以我们呢这个接着啊，就从留30分钟啊，不过你都唔问呢。你都唔问，我唔知讲留10啊。要是你们像台北那个前线啊，我都这样讲的参这问啊，讲着要问，那样的话我就会留很长，因为我们这边人多了，不敢说也可以问。因为安很乱，所以才留下时间。既然你们要30分钟，会满你们的愿，人3分。那我们呢就看了22难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呀，偏袒右肩，6、7着地呀，合掌恭敬，而拜佛言。这个前面的叙述，那个请法的那个礼仪，是呢，来最小之地，这个阿难呢，跟那个释迦牟尼佛，堂兄弟呀，释迦牟尼佛年纪最长，他呢最小，所以是如来最小之地，然后蒙佛呢慈爱，佛呢。都很这个照顾他。虽今出家呢，是教已经出家了，在修道了。可是内心里面还仗势的克谁啦？克谁讲我的堂兄就是佛，所以灵呐，就是有一点骄傲然后呢他的堂兄很可怜。所以多闻就是多闻，一直呢听呢修持法门，
胃的无漏还没有达那个无漏，所以那个无漏就是已经成就了，能够成菩萨成佛啊，就是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翻成呢叫做烦恼，无漏啊就是烦恼，那没有烦恼就是已经成佛成。那我们了解说，在这个面啊，那个肉，那个啊就有一点那个精神外放，等于外放了就肉，所以那个无肉就是精神都能够回光返照，都能够收回。那不能折伏啊，收毗罗座，就是没有那个功夫啊，没有定力，那个大梵天的收毗罗座啊都没有办法折伏。那么胃啊手转，被那个座转到呢那个摩登伽的那个寝室里面，绿云神就是没有办法主宰自己，当有不知真迹守，就是呢我不知道真如实际啊，他所在的地方地啊，就是呢所在之处啦，唔知讲真如实际啊，地都一样，安尼叫你起唱，譬如安尼摆布啊。那么唯愿世尊啊，大慈开示我等生摩他，就是希望呢释迦佛希望他的堂兄呢能够呢大慈啊，能够可怜他能够呢开示我等，因为还有非常多的大众啊一起在听摩他。就是那个修道成的一条道路奢摩他路。那奢摩跟那摩地啊跟禅那，我前有讲翻成中文啊，3个叫正定。那奢摩他着重啊是领悟真理，三摩地啊就是实修实践啊实际去做。然后禅那已经有功效呈现，所以3个内容啊不一样。虽然翻成都是正定，是从佛性里面出来的正定，很不同。那么密律基啊，这个呢奢摩他路啊，忏提的是一忏提啊，没3根啊，没有3根呢叫一忏提，那毁灭律就是毁，也就是毁掉，密律基呢就是恶知见，就是我们的负面的念头叫律基，那个恶知见。那么作是语五体投地。2只手2脚，然后还有那个额头五体呢，都呢碰到地上，那其大众筋壳翘住，大众也很喜欢知道这个所在真如那个实际。真如实际的所在各位知道了吗？真如实际呀，知道了吗？无采咱讲电话先，讲有没有声？我们讲如实际呀。那个翻译名词糟糕，都没去啊。他讲的就是我们不是昧的问题。那个真如实际非常
常切实的他的地方所在。那我们的地方所在啊，知不知道？那个灵芝就是他的地方所在。大众啊，轻咳处啊，都是啊，好像那个精魂口渴啊，一直在等有那个啊，也可以喝，还翘住啊，一直等安尼头入关关等等下亲闻是非，就是呢能够啊听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能够教导那么尔时呢，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啊，极光晃如今日这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从那个面门这个面门啊，就是我们那个五个忌讳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五同时在放地。那个佛在那个放光动地我们一样放光动地，只是我们都不知道。那个面门就是要我们聊我们那个六根性啊，上个礼拜所讲那个六根性，然后放呢种种光不只有一种种种光，那么其光呢晃耀那个光亮。好像有100个、1000个呀，我们一个很亮的，对不对？它好像100个、1000个，所以我们的佛性啊都是这样有1个、1000个的亮，可是我们现在拢敢躺起来，自己遮住它，所以见那个亮那个亮呢都不见。那普佛世界啊，6种震动，都有佛世界6种震动，如是方啊，围城国，所有10方，东西南东南西东北西北上下10方的围城国土，然后一粒围城啊，就是一个国土，非常宽广，我们所看都太渺小了，咱看到这个娑婆世界的国土呢，这边呢就讲10方的国土，一时啊开现，能够同时啊能够展开显现，佛之威神啊令之界啊，而且然后佛的那个威神力。令呢世界，所有世界呢就合成一界那么其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一切的知大菩萨，所有的这个大本国啊，合掌成不用呢赶到普陀林来，所以呢我就是聊到那个我们一直到正定自在本国，自在自己的不生佛性本体上面，然后呢就可以听到那迦牟尼讲经说法。各位浅显修成了以后啊，你就坐在你里就可以听到呢这个十方之佛在讲经说法，有奥妙听到好像在说口，他们都不用来去了，只要自己的现文里面在正定之中啊，就可以听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免来去。这一段呢就是讲这样啊，佛告阿难，这个佛跟阿难讲说，一切众生呢，从无始种种颠倒业
这个自然如二叉戟，这个众生啊，从无始以来就是太久了啦，没就故为故，拢颠，我们众生呢都是颠倒，然后业种啊，咱种业啊，种多自然这个造业，然后好像呢那个二叉戟，印度的水果一地有3颗，一个地头有3粒就二叉戟。那么知修行人啊，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北城声闻缘觉即道知天魔王及魔见主亦有不知两种根错乱修习所以说这个佛就明确的把它讲，摸到根的成仙做佛啦，摸不到根就瞎修，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根本，然后错乱修习，故都修为行啦，所以各位一定要佛的那个那个因那个成佛的因是呢，我们的真心就是直心那个才是那不是的话呢，就不能成啦。我们从四相，或者都一直强调那个事跟相出不了的。你做他搞拢转累了了那个只有自己业障以及跟真结，那个跟佛成佛没有交集。是我们想象努力的方向都是朝事跟相一直在努力，对不？对不对？他可以成佛成道。你看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就那个不能成的啦。事相变化无常，你底下变化无常的内底，要成道，要成佛，不能成的，一定要不生灭啦，一定要如如不动。那我们对我们自己那个不生不灭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都认识了，都启发了，然后利用了，那我们就一定可以成就，时间早晚一定成就，对吗？要听进去我们的佛老师不是说嘛要听进去然后要做。告诉我们说一天20分、30分2个小时，一定要挪出时间来做。那不了解的话，要先听。听了以后了解要做，就可以脱离苦海，就可以超出六道轮回，生了事，是真正或许上个礼拜六要看那个老师说在美国说的那么详细老师很疼爱他们叫熊，很多地方都一直在讲，因为安尼再三交代5小时了，现在一个空地高温了我们就留着这个下个礼拜再来讲，然后呢现在就给各位提问，要问不然下礼拜我们要收10问。好，请说。后学多辅做万缘放生，及法部分生命等，也就是处于快熟对的状态。换句话说，只是并没有熟睡，因为人总过来轻敲一下便醒来，但是眼神不对眼睛亮。会自动清醒，精神好，是做对了，还是根本就算睡着了？各位的用心程度那个手
报的那个方向都不太一样，呈现的那一些功效也不。可是只要我们心思啊一定要正，不能心动念，不能胡思乱想，对自己没信心啊。那不管遇到什么都是业缘呐，把它放下，他是能睡啊，睡了他精神就那个对我们身体也有帮助啊。还有吗？第二个问题，每一个大圆会信仰传扬三喜，即像现在的普度众生吗？住上呢都是这个样子的，大致都有青阳期，因为呢青阳期啊就是万物啊生发的时候，红阳期呢就是万物啊成熟然后呢白阳啊就是已经结果了，都有这个我们所有的万物啊都是这样金，然后呢到红，然后白，都有这个过程，大致上呢都是相同。倘若有招众生都人，还会有大圆会吗？众生都怎么样？度尽了，众生度尽了，众生都成佛。那成佛到佛世界，所有的佛世界啊，非常的宽广，所有的佛世里面也有万倍，有全部都是菩萨，有全部呢都是阿罗汉，然后呢也有那个圆觉的一些参在里面，所以要能够度尽众生都成佛啊，那个是要很大那个心以及很久时间，是我们想象想得美啊。第三个问题，灵性和活性的差别之处是灵性有前世带来的气体之心，以及血液来投胎是吗？这个呢，我们就是要因为跟各位有关系。佛性呢，它是常不迁，没有不是我们。可是我们的秉性跟习性，秉性完成接受呢气秉去，那个叫秉性。那习性是我们六人为自己养成习惯。那个习惯性啊，从我们的生活看得出来，性啊，就是我们接受这个气数。而且之前不是讲嘛说假如两个已经有相熟识啊，然后见到面，试验他有气秉之性里面就讲。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你是身体土吗？然后你会头摇一摇，我就尿真头痛，然后身摇一摇，不舒服这个就叫气扁。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呢，又遇到，然后讲一个方向。说你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啊？什么满脸春这个时候啊，你的反应全身都10公斤了，走路啊都会挥了，叫气秉之性。我们有没有啊？这个不讲还不容易发现，然后那个气都是气数，这摆人你最近有迄个烦你爱修心，然后你最近都诸事不如意，有没有？那个叫气秉性。
就是去有气刷拔掉啦，安尼知影无？所以这拢去用安尼啊。伊甲你讲你会安那，你一直想讲你会安那，那袂啦。结果你想法全正是拢成事，那个叫秉之习性，就咱的习惯性啦。你用倒手食饭，用正手，迄叫做习惯性啦。你若用倒手，你就倒手啊管。这样了解吗？还第5点，在上班需要计划很多事，未来心是吗？那个叫做要吃饭，所以就是了那个策划，你在当下专一就是道了，得一啊，万事毕。你知道这个一能够你在策划的时候就全心投入策划，那策划完了抛开，不再去管它，这样能够了解。不是吃饭的啦，大家拢要做便当，还是吃饭所以上班啊那个随缘之用一次而不再提。还有吗？我们做万言放下，不念不生，所以连3年都不应该有24小时保持无念，是吗？对，正确。那个所有的念都不要说这善的我都要赶紧别的善念，不可以。因为在真理界里面没有相对，是绝对，是一体呀。你说谢谢你里面不是讲吗？造化之中我们原来是一体，有没有？一体呀，一体哪有善恶？所以连善都不要起，没了。有。请问刘讲师，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于立德，在心灵，在于至善的解说和看法。大学大就是人得一呀，人得一为大，然后就是学大，我们要学人得一得到大了以后应该要怎么样学到那个大，所以大学就是学大那我们了解这个大，就是进入性理心法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是佛性本体呀。那个在明的那个明是使我们的佛性能够光明，所以那个是修在明德的第一个明就是要修又要修，我们佛性才会恢复光明然后在亲民，那个亲民我们要了解去发挥度化众生能够自己当新民新的一个人民，然后要使所有周遭的人也一样能够当新民然后在至善，那个至善宝地我们就是要了解，要到达善之又善至善那个非常不容易还要自力就是要一直努力朝那个方向这个就是大学的3纲领。还有吗？还有这2个小时有些学生说求道修道办道已经好几年了，但是后来又去看青海无上师，又过了10几20年后归空了。请问这样的道心算不算道？归空后往哪里去？灵性要归去哪里？这个因为他心不定得到最好的还不知道是最好，
然后还要再再往外去找，他等于是说他已经呢迷失自己啊，所以那个五祖啊那个对六祖啊，用袈裟围着说金刚经，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五祖呢言下恍然大悟，接着就讲何其自性啊，本来清净，有没有？那个何就是为什么啦，期就是期待，我们为什么期待？就等于是向外面去找自性啦。为什么向外面去找自性呢？因为我们自性本来它就清净，本来它就具足，本来就可以生万华，你为什么又要外去找呢？这样的意思吗？所以对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得已经就是最殊胜的那个受记了。那你还要再去拜别人，再去追求，你就否定了，你把前面的都否定了。那你否定了，你要去哪里？要去走这样啊？去哪里叫头大？到处流浪做游魂了。还有吗？名字是这样，名字是我勾出天盘。就是像他的其实他的名字是我勾出天盘。勾出天盘。已经是当油粉了，够不够吃？他自己放弃了。不是我们不要他了，是他自己放弃。还有吗？还有啊。回空后是我又要到地阎罗王那里去。慈威说你求到的时候那个表文都不是天，表文不升天呢，三官大帝没有接，三官大帝没有接，生死簿没有除名。那你这个过往了，空了，你就要去地狱报道。那像他这种其实是九年七祖也会被拖累吗？一样，你都没成就了，你的九年七祖哪能沾光？都被你拖累了。本来还不错，去有你安尼变解全是艰苦。最后一点，金线断了怎么办？金线断了。怎么办？这个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经线就是从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然后相中相凑它有我们要了解说有掌天盘，有掌道盘，都承续下来，这样呢就是一个经线并没有说中间怎么样就断了，那我要跟着等于。所以要了解到，全部都是在心你心断了它就拢断了了你的心不断了你心中有弥勒祖师，我们老祖师，有我们基国老师，有我们掌道盘的老师它断不断？不断，哪会断？伊家己断伊干那要断就无法度了解吗？各位学姐了解吗？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都相信我们走的是正路是非常正确的道路没有拐骗没有骗人，很切切实实。有影呢，一个人都要几要到10分难怪要30分钟。还有好，你说。有位学姐在说，在921大地震前，后学在921大地震就梦见儿时棺木鬼魂飘飘，第二次
前年梦见柬埔寨大水灾，今年金边和泰国又大水灾，最近又梦见夫金大水来了，跑出去外看，外面好多人手伸在水外，水外头都趴在水下头往下都死了，我很担心众生受劫，又不知要怎么办。你是想一直把他们捞起来？只有祈求台湾平安，是否有什么方法？我们要知道，这些我一再的告诫，说这个灾劫连连，一直都接踵而来。我们就可以看确实世界各地灾难重重，都一直一个接一直逼到我们众生的这个现实生活来了。所以那个是告诉我们要赶快努力修道。我们是以道来拯救天下，不是用我们的手去拉了。用我们的手去拉都有限，而且也不成就。要用道，就是用真理来救众生。那个才是正确的。所以只要有缘，我们随缘。有缘呢，一喜欢听你就讲给他听。他不喜欢有厌恶的神情出现，你就去补，就不要讲，不要让他造业他毁谤经典，毁谤真理罪过很大。所以我们就随缘能够呢度众生就度。那我们也讲了这么久，有六祖坛经，有道经，有现在的楞严经呢，我们请他看，请他听。这样呢就帮助他，真正的能够听得进去，看得下去他就会改变，一改变了，就有成佛的希望。还有吗？没有了，那还有10分钟，好，请说。刘讲师好。好。刚刚讲师课堂讲说13汉里面有只会开天，不会闭。那刚刚课堂说现在天已经关可是在我们这边只会开天守卫，不会生人。那后来成语是灭人、灭地、灭天，那这两者之间会有冲突吗？没有，它是一个气数固定的自然的变化。只会开天。假如说各位有看到呢，那个黄母13叹在不知道第几叹，大概第几吧。他就讲只会开天，然后5会关。接着底下呢，并没有讲地跟人可是我们从的真理来推敲，天，先开天，然后辟地，然后人降世。现在呢，关天一样的地混沌，然后人灭，然后天地混沌。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运作，自然现象的运作我们看那个科学家都说我们这个地球有几十亿万年那我们也都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这么几十亿万年的过程，没有。可是呢，以现在的科学家所能够吸收到的知识就是我们整个天的变化影响到整个冰山融化，融化整个地球水面上升，陆地下沉，就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那个陆地越来越少，就已经沉在海底下。那我们人都当鱼爱生蚵生蚵来水里穿开。那个是自然现象，那是一定的。不过你也不用烦恼，因为那个地混沌还有10800年，现在才开始
到人灭那更久，2万这个多年，21000多年，咱的佛性不对咱的身躯拄袂着了。第二个问题，好，请说。不是那我们万年放下的时候，就是用恶念一直起，正念也一样。可是我们又鼓励大家发善愿，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冲突？你真爱吃杂菜米了，你都把它混在一起要分开，角度不同。我们那个心存善念是在日常生活之中，那个心存善念，不是恶不是善，是要进入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没有善恶所以那个是要进入佛性本体。进入佛性本体跟我们日常之中的应对一不一样？不一样的你把搞对。那我要怎么回答？就是说，当有时候我们静下来，有一个念头，想说，比如说我想去度化众生，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这个正的念，我们你说好，那我们就当下发一个善愿，可是在我们里面就说，这个也要放下。好，这个发善愿。好，请坐。那你这样的话是常发愿不是发愿常。有意思吗？你的愿不是咧发所以不是无的，所以那个愿是生灭的。一个愿下来不生不灭，真都无够，常来实行都无够，过来生过来死，拢要为记你这愿，那个才叫做愿。你念的都爱过发，念的都爱过发那个生灭的，那个不要了。这样懂吗？拢无讲，我咧讲拢无讲还有5分钟。好，那第三个问题还有我们讲生魂、觉魂跟灵魂。那因为我们对这个事情是体验不太深，所以说能不能请院长是把这3个稍微解释一下？灵魂跟灵性之间是不是等同，还是说它有不太一样？好，请坐。我们呢要知道说，那个生魂生魂不只有我们人类，植物也有。我们植物也有生。植物它没有觉啦，它只有生。说生魂就是植物，然后觉魂就是那一些动物。动物它知道饿，你打它，它知道痛。那个就是有生魂，有觉魂。然后我们人最灵，它还有灵魂，有生魂，有觉魂，还有灵魂。可是我们就是要知道那个魂怎么写？云鬼，对不对？云就是佛说，佛在讲鬼，就是我们的魂就是走路6道轮回，6道轮回里面轮转才叫魂所以我们都讲性，对不对？那性怎么写？立心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立志心，我们要立志，然后生，那个就是我们佛性。所以佛性跟灵魂，它呢各位要了解到，不一不二，不是一啦，但是也不是二。因为我们到地狱去我们的佛性也陪我们去。那为什么我们是到地狱去受苦？因为我们造业，所以要到地狱去。那佛性是无所不在，你到天堂，你到地狱它都跟它都在，它都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佛性它是非常的修养好。你们这个我拢袂离去，有没有就讲义气？就义气
你要去倒拢陪你去，要天堂要地狱啊，都陪你去。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到地狱去受苦啊，那是灵魂的事啊。那我们一到那个受苦的那个场所啊，我们就是了解，就是跟我们有身体的那个一样的感觉，不然所有的刑具对你都没有作用。你哪能用佛性？佛性它不痛不痒啊，不饿啊，拢袂惊。你若讲用佛性去地狱的时阵，迄是要去度化众生啊，度化地狱的众生啊，是要去受苦。所以受苦的时候啊，那个灵魂啊，它有身体的自己在，所以所有的苦啊，都承受。那个承受那个苦啊，是很难过的。我们现在要体会的话，到那个大医院的那个那个复健室去看，那个大害啊，就是地狱的情形。这样了解吗？生魂、结魂跟灵魂。可是有时候生活里面它还是有感知啊。你看我们现在种植物的时候，我们说还给它放音乐啊，它是有感受，所以在生活里面它还有觉知，所以它不纯然只有生活。那我们生功说法完之点，只走开对面，所以好像并不是存在我们它有生活。你又很喜欢吃早餐，又把它呢搅拌。因为完整的万象都是佛性所以丸子点头，丸子也是佛性可是那个角度跟你在讲那个灵魂去地狱是不一样的。你说那个食物像永靖、英景种花卖花那个地方啊，它就有那个放音乐，然后晚上点。让他们看，让他们听，生长的会很好，那个促成他们生长，那个一种刺激性，并不是说他们有生那个结魂出来。无你去拍看卖，这个英语改遐植物你甲拍，甲问讲你会听袂？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词、各位先人，大家好。我是三道天师的老先贤大德，也感谢呢各位先贤给获选机会学讲。我们3个礼拜一直呢在把这个7次那个真经处都已经分析它的内容。那各位先贤能够听得懂吗？讲无人甲我应我们的心在哪里呀？因为佛呢曾经呢问这个阿难。所谓心与目今何所在？就是问我们的心在哪个地方？那我们众生呢，都认为我们的心都在我们的身内、身体里面大家都这样的认为。那我呢就有讲说，心有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的地方一切心能分明了知。那假如说心是在我们身内的话，那我们一定呢可以看到5脏6腑，抓生法掌，抓呢就是指甲，指甲跟头发在生长自己都能够看到。然后呢心转脉摇，各位能够看到吗？都看不到，所以佛说不在我们身内这个大概是对我们最大的冲击我们的心
不在我们身体里面，可是也不离开身体呀，叫做不即呀，不离，不即就是不住啊，不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是它也不离开我们身体，这个就是比较难体会。那或许上个礼拜有讲，说我们的身体啊是天地的物质。麦克风被衣服盖住了，没有声音了，可以了吗？所以我们都要从真理的角度来了解到我们心的所在，因为我们呢以往也都听过我们的心是尽虚空遍法界。就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在。那我们平常生活之中呢，所用的心都是生灭，都是呢根尘相对，六根呢六尘相对，然后产生六识。我们把六识呢当成我们的心可是佛说那个是无常变化，不是真正的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它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所以我们一定要透彻了解，要明心见性。那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呢，或者说先了解到生灭心。因为呢，生灭心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那功能作用呢，我们也不排斥它了，要去掉它。不像我们昨天呢一打坐静坐以后把那一个全部都不要了。可是六祖就讲我们一定得要用，为什么？不断摆思想，那个摆思想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也就是生灭心我们不断除它，我们要应对进退都要用那个心，对不对？而且也用得很习惯很自然所以后来就承认那个是我们的真心。可是我们研究了这么一段长时间各位可以分得出来的吗？真心跟妄心因为真心它不会变化没有形象。那妄心生灭心呢，由形象产生由形象由事情，然后产生我们的认知，那都是变化，都是生灭。那我们对于那一些生灭变的心认识知道就好了。像我们上个礼拜说我们的那个喙棘嘴巴里面的舌头本身是不变之体，可是呢我们吃东西这个吃花生有花生味道吃甘蔗有甘蔗味道，吃梅子有梅子味道，吃饭有饭的味道，吃面有面的味道那个叫随缘之用。我们不变之体它能够产生随缘之用。随缘就一次当我们这个花生吃完了，花生味道消失那一个就不要在心上记住和诡异的话那新的来有新的味道产生，然后一样又会过去那这样的生灭心我们都在用，可是呢都用一次，我不会把它当成本体那我们全部都回归了已经呢嘴巴淡淡的，舌头又回到不变之体，所以叫做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因为以往我们只有从经典的文字听到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不知道内容的变化。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彻底了解什么叫寂而常照，什么叫照而常寂。
那个己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在经里面呢，它用己来代表，那个己有时候会用妙啦，可是用己的那个比较容易分辨。那己就是不变之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我们佛性本体它含藏万象万事，所以叫做集而常照，它都能够一对，就是能够生花，含藏的万象能够生花，万事一样，都能够生花，这叫做集而常照，不会拒绝啦。所有的万象万事我们佛性本体都不会拒绝，一定让它生花，叫做集而常照。这样的意思吗？了解。然后我们造了以后就是呢，已经万象万事有了。那造了以后那个会过去，很短暂的那一些现象都会过去。过去以后它又回归到本回来，叫做造而常起。你有了解意思不？都是在佛性之中在运转。那我们对这个佛性之中它的自然变化，我们并不了解，所以要研究。那从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十方如来同一道处理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之委屈相。各位有没有印象？各没人怀疑，那习惯咯，无隐瞒习惯，这样就不相应不相应不容易进步，一定得要互相回应，了解就了解，不了解就不了解，所以我们到时候在凡尘我们都是如来，我们十方如来同一道，就是同一个方法。要出生死就脱离六道轮回，要怎么脱离呢？所以皆以直心，要用直心那直心各位贤在那个大圣起信论西方第八代祖师马明菩萨他造一本大圣起信论，那么那一本里面他就讲那个直心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的这些佛性本体，直心叫做正念真如，真如正念，正念就是没有念头了，我们念头都没有了，叫做正念。那么真如就是佛性的本体名称，又一个名称，一真一切真，一如一切如，真如。也就是一真法界那个全部都常远都存在。那我们对这个就是少探讨不知道。那我们要了解说，直心是一个马上呈现，由佛性本体马上呈现。接着下来就身心，再接着下来是大悲心。直心、身心、大悲心，大悲心也叫做那个上圣，最上圣的我们的佛心也就是即心即佛的心所以我们用直心在凡尘生活就不造业所以皆以直心，心也直，心也直，然后我们讲出来的话也直。也是从性分讲出来，都没有弯弯曲曲所以如是乃至终地位，终就是已经成就成佛了，成道了，始就是开始修，终始地位，这个中间永远都没有委屈相，委婉曲折没有，可是我们凡尘都是委婉曲折。在用的时候不管是心，不管是言语言是委婉曲折，
那这样呢就处理不了生死，在生死之中啊，所以要聊到因为佛有先把这个标题讲出来，要怎么做？我们呢就是要用慈心，慈心不会困难。我们当下第一个呈现的那个就叫慈心，那个是由佛性出来。可是因为我们用这种心来应对凡尘，大部分都会吃亏比较多了。所以我们经验法则告诉我们不要用，都会用那个委婉曲折心，那就保护自己呀，有没有保护自己呀？真的有啊，保护我们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真的吃亏就是占便宜，所以吃亏不要害怕，要高兴。假如说我们一吃亏就一直了业障，就没有业障的啦。他一直占便宜我们那个浩然正气一直消失。那浩然正气消失我们变什么？变下等动物都是畜生。那畜生道呢它也是佛性可是它已经很愚昧了我们6万年可以一生都当人每一生都60岁有1000次那假如说我们去当畜生道人的一生60年畜生道大概最少都要240生。这样再乘以1000多少了？不得了了，对不对？当他回归到人的身体，有没有智慧？没有所以一落入畜生道智慧都掩盖起来。我们人都会盖把智慧盖住的，何况是畜生道？我们在生活都有智慧吗？有没有？有当时真戆对吧？智慧都唔用，智慧要创啥？那真宝贵，它可能唔当用，所以就这样我们就造那个业障就越多，越受就越苦，所以佛就点名是来同一道处理生死，一个方法都要用慈心。所以我们要学，在生活之中要学用慈心，也会习惯，对不对？我们都只要呢1、2、3次以后，大概就养成习惯了。用慈心到久了，自然成就了，就处理生死了，在六道轮回里面，所以这个很关键听了以后就是要做。不要听了，听了不做跟没有听一样，所以听了要做，所以我就问阿难说，我心里目今何所在？我们就是要找心把切实的心找出来，不在身内，不在身外，然后也不潜伏在眼根也不开眼见明，叫做外。闭眼见暗见内，也不是那样，那也不随手合看到什么知道什么，跟那个合在一起，也不这样。也不是在中间，也不是一切无着，所以我们把那个阿难所回答的心的7个地方所在，那个呢全部研究透彻，就是完成的所有境界境界完成的景象全部包含在里面，不管有不管没有，全部包含在那个里面。所以我们开始从2年多前开始研究的一堂课就标明万缘放下，有没有？有。那个万缘放下，就放下这7个地方所在，就是我们心的7个地方所在。全部都放下，放下了以后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的那个就叫真闲。那7个地方所在啊，就叫妄记，全部都是妄，都是假的。那我们能够呢，全部都放下，已经呢，没有妄了，没有妄啊，就是真啊，真呢就是一念不生。你看我们开始啊，就把它要怎么做都点明出来。只要我们那个时候肯做，到现在多久了？2年多了有没有功夫了？做2年多的功夫有没有啊？可见有啦，有在做啦。跟咱老师讲的，有啦，脾气毛病都有在改，只是改得太少了，是不是这样？万年放下拢有在做啦，放一挂呢差不多100年，也未到1年，放到多少了？1000年没有？还是还在100年，还是也10年啊？要10000年都放下，10000年都放下，妄就记，真就显，真一显啊，全部啊，都是整个注目一言啊，行住都是佛的妙用，快乐无忧啊，所以才叫做佛。那个都不骗人的都是要做，能够做啊，能够实际啊，是得到利益，所以要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忘记了真显。所以呢，各位贤贤，我们心在哪里啊？要把它逼出来啊！要彻底了解啊！或者不是说吗？我们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水有风土没有知觉性，有没有知觉性？那我现在的身体啊，水有风土有没有知觉性？那它是什么？它就是佛性啊，身体的知觉性啊，就是佛性。所以为什么不在里面？因为那个知觉性啊显现啊出来，让我们知道不是呢从水有风土显现，而从佛性显现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把身体的水有风土跟佛性知觉性啊，把它抽离了以后啊，水有风土归还给天地。那佛性呢，归还给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个时候啊，已经呢，回归到全部都是真，所以叫即虚空啊，遍法界。整个虚空呢都是佛性，因为呢，佛性没有形象，没有形象。那现在依附在身体啊，我们有没有形象？住在哪里？住在形象，对不对？对还是错？对还是错？住在形象对还是错？我们知道错吗？我们都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住相的程度啊，到底有多深？深不深？深。我们见到了那个水那个歹，是住相不住相？住得很厉害从头到尾一点讲水就水，歹就歹有没有？那水风土也水也歹，天地的物质我们要了解啊，水有风土就是天地的物质。我们看到的房子也是水土众缘际会，然后形成的，跟我们身体的形成是一样。我们都了解啊，房子有没有知觉性？没有。这个我们都了了分明。可是我们身体啊，水有风土有没有知觉性？为什么有？
啊，这样佛性有没有把它抽出来了？有。所以你看都是从真理的角度啊，来进入了，完全都没有含混，离拢无，完全拢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知觉性，我们在管哪个地方，是很嘈杂的地方，很空旷的地方，所见的是不是了了分明？那个都是啊，我们真心佛性所在，都有真心佛性啊。所以不管我们到哪个地方，纵然超出了我们坐太空船啊，超出太阳系啊，那个佛性的也在，有无量的佛世界啊，佛性啊都在。我们并不用带我们佛性啊到外太空去啊，不用，外太空也有我们佛性在，所以很宽广，非常宽广，不局限在我们身体里面的。那我们把它局限在里面成得了佛吗？局限在身体啊，就成不了佛，因为啊，很狭隘，狭不狭隘？我们都很狭隘，所以要了解到那个都是住相，而且在妄的相里面啊，住得很厉害。所以我们见解越深啊，主观意识越强啊，成道就越困难。这样了解吗？为什么？因为他的见解偏差，跟真理不相应，不合真理啊。那不合真理能成道吗？不能不能成道。我们一定要跟真理相合，相通。道啊都是通达的，没有阻塞的，一定要通达。所以在真的那个人事啊摩擦上面，我们一定不要用心。我们现在来回观啊。人事的摩擦是不是非常小的小事？都是无关紧要，对不对？可是我们看的重不重要？都看得很重要。是不是本末倒置？佛性要看重要，我们看轻了。那一些凡尘事要看得很轻，我们看得很重。所以老一都讲啊。行为唔白，行为看到非老，听懂意思吗？安尼台湾人啊，台湾了有，要知道说，一定呢要透彻啊，了解真理，真理透彻了以后啊，生活的天地啊非常宽广，然后我们呢，都会走入真理的领域。就呢，完成的名称叫做成道，叫做成佛，只是回归本来而已啊，对不对？相不相信你就是佛啊？要知道我们就是佛，就是大菩萨，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啊。我们唱的不是这样吗？有没有？真的在唱的时候，心里有这样想吗？是唱咧唱心咧想的，搁另外心咧想的，还是生活，另外是现实生活，都不相关，相不相关？所以呢，我们研究的那个研究呢，就是要我们彻底的明心见性。明心了没？见性了没？哇，一路拢惊，都还不够了，对自己那个信心都不够，所以要了解说，我们只能够在凡尘义力，就是呢，佛性，那佛性呢，很亲切的。当下都现成，只是古今呢不离当念，所以我们当下的念头啊，具备万万年，
不要有三心，就没有四相。哦，没有三四相呢，三世啊，摄受我们不住，不用六道轮回，是不是已经成道了？哎，当下都成道成佛，所以叫因果一致。哦，因果同时啦，因跟果啊同时呈现。了解到不生不灭的哦，我们那个心呐，哎，当下已经成道，就已经成佛了。哦，不用再等，我们都在等嘛，哦，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才回礼天嘛，哦，对不对？有没有在等啊？不是都这样吗？听好，哪一口气无来，就要等来礼天啊。要了解哦，礼天就在当下。哦，我们只要呢进入啊真理世界，就在礼天。哦，道理天。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有没有进入真理世界？这个导师哦，想不然在要应有啊应无。那我们呢，这个回来哈，再来讲这个哦《楞严经》的哦经文，我们讲那边的22页啊，中间啊，20页啊，22中间，皆有不知两种根本啊。好，最下面那个允和两种那边嘛，哦，这个释迦牟尼呢，哦，就详细的讲内容，哦，说我们不知道两种根本，哦，错乱修习，就是修道学习都错乱了，好像呢，我们呢这个主沙呢要成家传。煮沙呢要成那个好吃的白饭，会不会成？搁较煮嘛会刷烧呢袂变饭啦，袂酱，所以那个沙呢不能成饭。那么中经成劫不能得，再怎么久的时间都得不到。也就是呢，我们用生灭心来修道的话，再怎么久的时间都修不成道了。所以这个要认识要知道。那我们一般有时候也会错误的那个认知从事相去努力那佛我们要了解说修佛一定要从心从现，没有从事从相去修成的。那我们在凡人对事对行很努力去做的话，那个是了了我们业障然后跟众生结缘，这也是还好啦。可是那个不是根本根本的话呢，就是要用不生不灭的来修不生不灭的道，那个才叫根本。所以佛就把这个点出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努力那讲一定要这个认识得很清楚，所以底下呢就讲说允和两种而一则无始生死根本一种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因为佛性它不会生不会灭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一个开始的时间，没有开始的时间，也没有结束的时间它都常住，永远都在不迁不用搬家常住不迁，然后如如不动可是我们无始以来的生死根本我们并不了解所以佛就点出来，则如则以诸众生讲跟所有的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
那个攀缘心啊，就是四心，就是生灭的心，攀缘。我们跟完成看到现象，然后呢，住在相，那就攀缘。遇到事住在事里面，那个叫攀缘。我们希望人家好，我们希望人家坏，那个也是攀缘。所以我们都用攀缘心，把这个四心生灭的心认为是自性，这个是大家都这样没有研究心理心法都这样，你有了解吗？我们没有研究心理心法之前用什么心来修道？对，都是用四心因为四心我们了解它的作用也很大。我们平常呢，男女之间恋爱为生为死都做感官呢，起码四心四心里面也有真心，也有那一种那个害人的心，所以那个包含非常宽广，都是变化无常，不会常住不迁所以用这一种心从源头从开始就错误了，所以佛把它点出来。那么第二个无始涅盘菩提涅盘圆清净体，那个是我们的本来，我们佛性的本来也就叫本际，国际的际本际，就是我们的本位，每一个呢都是佛。无始呢菩提，菩提就是觉，涅盘不生不灭，那圆就是本来，本来就很清净，很清净的体就是我们佛性的体。这个第二这个是属于我们的根本。则汝今者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现在视经严明，那个视是认识的视，经就是纯一无杂，那视经纯一无杂，就是咱了了分明，那个自心佛性发挥出来的那个视经严明，严就是本来，明就是光明。我们本来佛性就非常的光明，能生诸也。佛性的本体可以生发所有的万缘，所有的妄都从真生发。所以我们要万缘放下，那个万缘都是从我们视经严明生发出来，这样知道吗？那生发出来，假如我们不攀缘，假如我们认识事来则应，事去则进，那就没事了。可是我们错认，把它认为是佛性本体，那个呢生出来的诸缘，生出来的那一些从佛性生发的那个结常照，那个常照我们把它当成本体。那么缘守于就是生出万缘，可是就生不出自己来，被缘所遗失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比较这一句话比较不容易了解，就是缘所遗或者用比喻各位就容易知道。我们眼睛是不是能够看万物？得到自己的眼睛吗？就是这样的。那个缘所遗，我们眼睛看所有万象，但是看不到自己眼睛了。所以那个视经严明，生发万物万象，生不出自己来。还有了解不？知不知道？就是这个啦。它能够生发万缘，就是生不出自己所以我们就不认识了。拢认识万象，认识万事，拢知影，都唔知影讲到底本体是什么。
就是元首仪啊，被元首遗失了，那样家己所以咱拢无认识，不认识，他才会六道轮回。假如说认识的话，我就可以保守，它抹掉，就不会遗失了。那么由之众生呢，以此本源，因为所有的众生啊，遗失了这个本来光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虽中入行啊，虽然我们佛性本体跟我们一秒也没有离开，而不自觉，都不知道了。唔知道功能本身呢就是佛，本身呢就是从佛发挥出来的功能作用，都不知道，所以啊很冤枉，妄入之趣，知就很多，去啊就是走向，知趣呢就是六道轮回啦，所有的众生之类叫做知趣，这样懂意思吗？不很深啊，那看大家那种不是很了解的状态，了不了解啊？了解所以我们呢真的是以此本源啊，遗失啊这个本源。那我们研究啊，就要把本源让它发挥，所有的本来的光明都让它发挥，那个知妙用。我们都具备，佛所看的万象跟我们所看的是一样啊，没有一样，差别在我们分别心很强，佛没分别心，差在这里而已啊。那我们呢，了解了以后啊，那个分别心就越来啊，就会越淡薄，越少。老师那个谢谢你里面不是造化之中，我们原来是一体，有没有？一体要不要分啊？就不用分了，对不对？所以老师用最少文字啊，讲最多的道，只是我们都没有体会，有没有体会啊？有啊，真的啊。所以底下呢那个小的文字各位就回去自己看，我们就光着本文，阿难，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汝今亦知啊，奢他路愿出生时啊，今复问汝，所以你现在要知道啊，奢摩他也翻译成中文叫做正定。正定，正确的定力呀，正定，这是从我们的佛性发挥出来。那奢摩他呢，跟那个毗婆舍奴，它有一点啊相同意思，我们翻译成中文叫做观，停止妄念、妄想的念头啊，全部都停止。叫做呢奢摩他，然后毗婆舍奴就是观照佛性本体，那个是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啊，他所发明，跟这个楞严经啊有一点相类似。那这边阿难的奢摩他路啊，就是啊要能够成就菩提的一条道路啊，要怎么样来十方如来呢？要怎么样成就那一条道路？所以那个阿难问的奢摩他跟佛回答的奢摩他，那个方向内容呢，不相同。可是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要从奢摩他那一个领悟真理。奢摩他、三摩地、禅那，它三个呢同时啊，阿难同时讲。那么奢摩他呢？着重在领悟圆融的真理，三摩地着重在实践，实际的去修持去做，然后禅那已经有功效呈现。三个翻成中文三个都叫正定，是从佛性发挥出来的正定。
所以正确的经文前面都加一个妙，妙奢摩他，妙三摩地，妙禅那，那个才比较符合它原来的意思，都是很微妙的，所以从圆融的真理开始，我们要做要有行为一定要知道真理。所以我们头脑怎么想，我们身体行为就怎么做，对不对？然后我们没有研究真理认识错误了，结果我们做出来也错误了，结果造业已经形成。因果定理自己造的业，自己要接受果报。那我们从开头业，所以才有一句话，菩萨为因，为机缘，凡夫为果。做的时候都不管什么结果，等到做了以后还害怕结果，是不是这样？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呢就要先研究真理，先了解奢摩他圆融的道理。圆融道理已经有了，然后呢那个三谛实践实修做下来都不会造业，然后功效现禅那三个全部正定，都是由我们佛性出来，所以把三个加起来做首楞严大定。那首楞严大定就唯有成佛才可以成，菩萨都还没有资格称呢首楞严大定，这样了解吗？我们说首楞严大定都已经是佛的程度了，才可以说。那它里面的内容包含奢摩他、三摩地、禅那，加起来三个，全部加起来叫做首楞严大定。首楞严大定呢，是百千大定的一个总根源，百千个大定都从首楞严出来，这样了解吗？都没听看那个样子好像是，头一该听，百千的正定都从首楞严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定有非常多的名称，非常多不同的内容，那最重要就是首楞严大定，它已经呢就是一个总纲，那个纲要所以佛呢跟阿难讲，所以愿出生死，要呢脱离那个六道轮回生死苦海，今问现在呢来问你问题，看你能不能够进入真正的修道轨道。即使如来即金色臂须呢五人子与阿难言，语言就是告诉阿难，汝今见不？释迦牟尼佛呢，举的那个手臂，因为呢佛全身都是呢那个金色的，所以手臂也是金色的。然后屈五人子，就是那个手掌屈。弯曲会吗？就是该合落安尼弯曲，然后告诉阿难说：汝今见不？你有看到无？阿难回答说：见。那我们见成见相也是见，见性也是见，对不对？一样都是见，所以佛又问如何所见？是不是我们会觉得说，手伫咧开伫咧合，有看无看，迄个足简单的问题哪会去问到遐尔慎重？
有没有？这个里面的内容啊，就是因为见性跟见成，见成就是见形象啊，见形象也是见，对不对？见性也是见，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回答出来，两个都包含，到底是见成还是见性？我们能够分别了吗？见成跟见性，能不能够分别？可不可以？可以。讲讲看，什么叫见性？那对家己有信心哦，讲较大声。所以我们要知道见相啊，就是现象的呈现啊，那个很容易，这个叫见成不叫见性。那见性的话就是谁看到？佛性。对，那佛性看到的就叫见性了，了解哦。所以我们又可以回想，释迦牟尼佛啊，夜睹明星而悟道，有没有？咱嘛拢咧看，暗时咧看星捌看无？咱有悟道无？因为我们都见到星星啊，没有见到佛性啊，所以差别就在那个星星一掉下来的时候啊，是我们的佛性看到的，那个叫见性咱看到讲流星，那个叫见成见成就是见相见相，相是不是千差万别？所以千差万别的相，我们一看那是凡人见性我们的佛性能够看万象，这个能够看万象的见性只有一个，这样了解吗？我们见到树木，我们见到石头，是不是同一个见性见？你看到万象都同一个佛性见，对不对？叫见性。可是我们看到树木，看到石头，看到万象，是不是都不一样？那不一样，我们进入不一样的现象那个叫做见成，叫做见相。你了解不？不是很分明。见成跟见性是不是分明？奇怪这么多人哪会这两个在印这个不用思索我们都能够非常透彻知道，原来见性就是只有一。我们看万象都是一个佛性在看，可是万象千差万别，我们一进入到相那个没完没了了，烦恼都来了，来不来？见相我们见性的有没有烦恼性里面有，你怎么样相，它怎么样呈现呢？我们见性看的都没有进入内容，会有烦恼。所以我们在凡尘的应用要见成还是要见性？我们都会了，对不对？你看研究多好能够了解不然我们无有那么见相，是形象去有形象有去对不？拢注相，形象已经过无看，马上搁咧想，对不对？烦恼自己找的所以才天下本无事，我们庸人自扰。我们都是没有进入那个见性的阶段，所以烦恼很多。现在一走路都是见性，性就只有一个，都是了了分明，没有三心四相，没有分别心，是不是整个佛性都呈现？对不对？清不清？
非常亲切。所以啊，我们这个一了解到起心法，这个晚上啊睡觉现在冬天要盖棉被，棉被一盖着偷笑，有没有偷笑啊？还是唉声叹气啊？我们进城的话要唉声叹气这个不修道不烦恼，越修越烦恼。跟你讲这个没晒，那个没晒，有没有？不是时常听到这样，你那种没晒，有没有？要不要烦恼不要啊！人对你感恩嫌，那个没烦恼。那真好很超越了所以了解到。人都等得很险观恶缘是功德，会不会观啊？要怎么观？看着他的嘴脸，然后呢连到他的心，那讲传话，这款话都无合真理啊，伊那会讲，这样的人可怜。我们要不要跟他对立？很可怜，对不对？我们不要落井下石了伊就跋落古井啊，有跋落无了解真理啊，有跋落古井莫食就要紧甲动落来，唔免较好心的啦，原谅伊对，这样你看观恶缘是功德，有没有？骂人的人知不知道真理？不知道真理的人跟畜生有什么不一样？一不一样？畜生高啊，哪里跟咱不一样？了解真理不？知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孤来来背倒凳？不用可怜他了跟他已经呢转世到畜生道了所以我们了解很超然的生活就很快乐了，对不对？我们要追求真理世界里面没有那一些不合理的啦不合理的到来是在了咱的专业太多了看到一寡经文看到一寡好嘛就要客气那个就是业障太多了那个障碍不给我们看克服要不要？要克服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的追求定力一定要朝真理的方向真理的方向它没有那个负面的啦，所以只要人家来讲负面来说是非变是非的就我们就先有打预防针不会跟他一样的。所以这边这个佛就问阿难如何见要看他是见成还是见性。阿难回答：我见如来喜必取为光明泉，耀我心目。这个是讲现象，现象呢就是这样呈现。说是佛呢，举起手臂然后呢那个手指屈指，就是拢安尼压落来，跟那头部安尼，为光明泉。那个佛呢，那个身有光明，就是泉。然后呢，照耀心目，互我的心跟我的手拢真光。那佛又问了：如江水，你看是不是很明白？如江水见，什么人问什么人看到？跟阿难讲，已经针对阿难，还在问他
你水。然后阿难回答我以大众同将眼见，哇，水声会挖去啊，是眼见啊，眼见什么？就是见成伊无见性啦，见成你看安尼才有够所以我们就发现说不然比我较戆，我就知影讲安尼见性一个伫咧见成，所以我们就说是心地非常的善良，要引导末法真的来修道，所以视线都很低程度很低，不然他已经得到出quả须陀洹，已经那个见后都觉得怎么还会呢？用眼睛来看所以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来推敲，就知道阿难是故意示现，要佛来讲那个真讲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说阿难比我较戆，较巧较戆。所以那心地很好。我讲的话众生相信的程度高了。那阿难大家相信也个不要管有来讲。那么佛告阿难，佛要跟阿难讲：如今答我，你现在回答我。如来居止为光明泉，耀汝金木这个都现象实际就是这样。那么汝目可见眼睛可以看到，以何为心？当我你是用什么心呢？看我这个驱止这个光明泉了解意思吗？了解。这个呢就是已经把它点名说呢以何为心你这个心是什么心？所以我们了解说心有四心有生灭心然后有我们日常生活应对那一种那个妄都是心嘛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研究了以后再来看那个讲的恰恰用心时那个什么心？法龙用什么心？那已经呢就是把这一些妄的心全部都去掉了，全部都去掉叫做无心。我已经无心了没有心。那没有心就即真心了。那有心的心那个有企图就是有心那就有喜欢讨心。我们在生活之中是不是都这样？喜欢讨厌很强烈喜欢想拥有就排斥然后所作所为就造业，造业就要受苦自然想。那我们了解说把这一些四心生灭心全部都去掉没有了那个七个心的地方所在全部都去掉了，叫做忘记，叫做万放下。你念起来呗，把遐意思拢甲念念已经放下了一念呢就是无心的无心真心成现。那真心成现就可以用这个心脱离生死。还有了解不？非常的清楚明白所以这个佛一直要把那个真心出来征召出来一定要切出来。以何为心？当我全了。阿难就回答说：如念经真心所在。
而我以心呢推穷行主啊，即能推我相为心。假如说我们在文字里面啊看一看，和那有跳舞，那个推穷行主啊，我们凡人不是都这样吗？像推穷行主，是不是拢是跳？对不对？结果你看推穷行主啊，是不是离真啊越离越远？所以真呢就是要放下万缘，不能呢再去推穷行主，推穷行主就是自以为是啦，自己一直找那个理由，一直扯理由，那个推穷行主啊，就是那个六祖讲的那个大家开会那个集思有没有？然后共见，大家拢用你的地位把迄个收到答案讲出来，安尼来迄个方法就真悬，是这样。推穷行主啊，就是集思，大家集合了，集会了，然后来提供呢对那个完整的那个整个意念。所以老先生常讲，修道哪有开会？可是奇怪，我们时常都在会有没有？我们开什么会？以真理的角度来讲，我们呢那个就是检讨过去，开会就是检讨过去，策划未来，对不对？那检讨过去，策划未来，把握现在，是什么要用？就是现象用佛性要不用？佛性不用。所以我们一开会以后就落入那个集善，收集那个善，所以叫教化。老先生讲，我们负担的使命不是教化，是传道。那传道唯有我们导师呢掌道盘才可以。你宗教它只有劝善，你行善了它宗教的目的就达到了，没有在往上推的那个前辈。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是办道，就是传道，不是在那个宗教方面的那个就是积善。把大家呢都能够善心培养，就完成了。所以完成很有名字的都是大家拢捌，那个就是一种教行善的教化，这样了解是吗？或者是把那个老前人的那种理念那里推广出来。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秉着现在呢站到上天大开普渡佛老师掌道盘，将道传给我们，我们也要继承老师的意思，一样传道，不是呢在劝善。当然劝善的我们也要去做是目标一定要了解，就是传道传道一定要有那个掌道盘的主力才可以，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都很幸福的，我们都是人在福中不知福拢唔知自幸福转世在这个最理想的那个修道环境。各都具备我们所有好条件都具备，
修就可惜了哦，所以要努力修。那么接着释迦牟尼佛呢，就讲一个字啊，斗。那个斗就是骂的意思啦。那个佛在骂人不会脏话，不会用脏话啦，所以他只有讲斗，说阿难此非心，这个不是你的心啦，因为这个都是变化无常。不是你的真心，不是你的慈心，你要用这个心呢，没有办法脱离生死，没有办法呢，走路啊，奢摩他路，没有办法。那么那呢，决然必作合掌，就害怕，而那呢害怕，然后避开呢他的座位，然后合掌。起立啊，白佛，就是站起来，回答呢这个释迦牟尼佛，此非我心啊，当名何等？说这个啊不是我的心，那么这个叫什么？阿难说这个不是我的心，那这个叫什么？那佛就讲，此是前尘啊，希望相想，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叫做前尘。那么这一些凡尘的景象呢，它都是虚妄，都是变化无常，都是假的。所以啊，那个相，你从这一些虚妄的相产生的念头想，惑汝真相，迷惑你的真相，这样了解意思吗？一个字一个字那个含义呀，我们都呢把它呢这个详细说明。说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这些景象都虚妄不实在那么一些希望不实在的相，你产生想就是念头。它迷惑你的真相，那么犹如实非常久远那个开始没有一个起头啊，就是一直这样过来，至于今生一直到现在认贼为止，认这个虚妄相当成你的真心，就是认贼为止。所以啊，失掉你的原常，也就是本来常呢，就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故啊受人转，所以才指六道轮回。这样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六道轮回了吗？我们就是跟他们讲的一样啦，就是因为啊，显现在眼前啊，凡尘的这一些景象。我们把它当成真啊，所以迷惑我们的真相，我们真性呢都已经不明了，不了解了所以无始一直到今生都一直认贼为止。我们有没有认贼为止啊？没有啊。我们都认为这个世心就是我们真心这个就叫认谁为止，他听命命有没有？把咱的真心都听命命非常的喜欢他，爱他，结果有没有被他害了？害得很凄惨有没有？已经安尼千千万万世安尼，害到咱拢袂醒，对不对？所以我们郭老师才讲生信我们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我们这么久了有没有留下一点点记忆啊？有啊。我们前生做什么啊？都不知道
所以我不研究真理的话，还不知道说一直在六道轮回，还经过这么久我们讲6万年只有这个缘分，那之前的6万年几千个、几万个、几亿个6万年，我们都经过了，有没有一点记忆呀？老师说深信可以耶。所以要了解说，老师鼓励我们研究了，说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在六道轮回，时间竟然有这么久，都还没清醒，清醒了没有啊？但是还很少了清醒的都还不够，可能刚眼睛开了，睡觉的时候刚眼睛睁开一点点，还没有大醒过来，所以我们要深入就是在日常生活，老师教我10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30分钟也好，把它固定做万年放下这样的话呢，一定有功效一直做，你看直心出来了，然后身心，然后大悲心然后脱离生死不爱。我们不是那个时候讲吗？失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然后生动而天水，那个都很有深度，有没有？我在家里面做失机就是静居在家里啦，龙现就是神通万物。你看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会不会神通万物？就是可以神通万物。为什么呢？全部都是佛性整个天地的造化造呢就是从无到有，化呢有到无，都一直在变化，对不对？可是我们都不知不觉，都不怎样。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慢慢那个知觉性佛的功能作用、前提作用都会呈现。呈现以后那个时候内心了了分明就不一样，不是这么粗浅的人生是很深入的一深入了以后那个是无也之法都能够得到的，非常的有内涵，所以表在凡人格都很清高那所有的容量都很大。我们现在容量不大都不敢讲，还佫加等加多大概不会了吧都宽广了度量都宽广了，是不是自己可以发觉度量大不大，自己是不是可以发觉？自己多些拢敢讲所以那个现实生活里面我们要借假来修真现象都是假啦，那借这一些假的现象，把真的佛性修出来，那佛性出来，我们自己了分明，骗得了别人骗自己所以自己有什么程度，自己一定知道要自己努力所以我们佛老师一直鼓励或者看那个美国那个弥勒宝堂那个讯文有没有老师说能戒教的时间都很短，可是里面很多段都一直鼓励研究信心法，一定要研究10分钟、20分钟、30分钟要固定一天，老师是100天各位有没有看有有看的人很少了，2、3位没看的人多了
因为都要赚钱无用，无用人看，所以有一天那个无常来召唤的时候，你要记得跟他讲，我无用。唔通一声伊来招你就去的，你要甲讲我无用。像这一次啊，我们不是50天嘛，我嘛甲讲我无用的，我讲我要辞职，我拢还未了我无用，袂使甲我带去，所以他又回来了。我们才有资源来共同研究，棒不棒？很棒对，所以要努力这个假如说再来一次的话，可能他就不讲求，你袂使大概拢无用，一定要有用的时阵，无用，你看老师拢叫我要记得休息。那就是爱有用，有用才会当休困啊要休息，记得要休息。是或许是越讲的话会越高兴看大家都能够走入真理世界能够明心见性能够走入修道轨道无比的安慰所以大家努力。白佛阿难呢，他又回答说：世尊，我佛从弟因为这个阿难是释迦佛的堂弟，阿难是最小年纪最小，释迦牟尼佛年纪最大，最大一个最小，所以他讲说我是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很宠爱的。就是都安尼互照顾。那么心爱佛故就是心很喜欢佛那个32相80种好。那么令我出家是一心爱佛，才呢令我出家，让我能够呢离开这个烦的娑婆家。进入真理领域来修持。那么我心何独供养如来我的心不只有来供养如来，乃至就是中间有非常多的他都在供养遍历恒沙国土经过非常多非常广的地方所在。成事呢知佛就是那个佛交代的事都成事他都做那个成事呢知佛即善之事那个呢在凡尘一直在引导众生修道的都是善知识那我们了解说，凡尘有很多的修正者他发心再来，那一些呢都是善知识。那么发大勇猛阿难说他发那个很勇猛的心行一切难行的法事去做呢非常困难做的这些佛法方面的事情，皆用此心都用这个心，都用四心都用推崇行主的心。那么重令办法先下面讲反面的这个前面讲那个正面，那么办法这个是反面。重令办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假如我会毁谤佛法，善根都退掉了，也是心。若此花明现在释迦牟尼佛把我所用的这个心把它发现明了，不心者，这个不是心，
那我乃无心啊，我就变成没有心了。通知土木啊，跟那个土跟那个事木啊，已经相同了。那么离此觉知啊，无所有。我离开这个世心的觉知啊，已经都没有了啦。我全部都没有了。那么允何如来？为什么现在呢？释迦牟尼佛说此非心，说这个不是我的心。我是惊怖，我实在呢很惊讶，很恐怖啊！坚持大众啊，无不疑惑。这个那要托别人为死啊！家己讲的力无够还佫拖一寡大众来斗，安尼够力。所以坚持大众无不疑惑，他们呢也都很以迷惑。那么唯垂大悲开示为悟，希望释迦牟尼佛能够呢大慈大悲，开示还没有领悟的部分。那么尔时世尊呢开示阿难集之大众，这个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开示呢这个阿难以及呢对大众讲意令心入无生法忍，要所有的大众以及阿难让他们的心进入无生，进入没有生没有昧，无生无昧那个法，人就是安住不动。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法，然后安住不动，叫无生法忍。那么以狮子座摸阿难顶，这个释迦牟尼佛坐在那狮子座，然后用手呢摸阿难的头顶，那个就是安慰啦，讲你唔免惊，不要有惊怖那个怀疑，而告知也跟他讲，说如来常说，这如来呢时常说。那阿难呢奉制呢释迦牟尼佛他就呢常听到，知法所生为心所现。我们凡尘的所有万法知法，知就是很多，所有的法就是所有一切所生发的，所有一切所产生的，都是我们的真心呢所呈现。那么一切的因果世界大到世界，小到微尘，因心成体。因为我们有真心呢，它才成就相。所以一切的因果凡尘所有一切的因果，以及最大的世界、最小的微尘，都是因为心它才能够呈现。阿难要跟阿难讲，若知世界一切所有这个世界世呢就是时间，界呢就是空间，世呢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那界呢有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叫世界。一切的世界，知世界知就是很多有很多世界。一切的所有，世界上呢，一切的所有物以及事，其中乃至就是讲那个所有的内容草叶缕蕨就是很小的草以及叶那个丝线缝衣服的那个丝线蕨打结。那么崛起根源，觉就是直问，我们来那个追求它的根源、根本缘由，显有体现，它们呢都有一个体，也有一个物的现。那么纵令虚空那么讲到虚空方面亦有名貌，虚空有名，虚空也有相貌何况呢
这个清净妙净明心。虚空那个都有名貌的，那我们清净妙净明心那更是有切切实实存在性一切心，那个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凡尘所有万象万事的所有性就是一切心而无体。它为什么没有本体？一定有。所以这个本体就是无形无相，可是切实存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体会。我们佛性在我们身上了分明就是存在。若汝执吝，假如说你执着不肯放舍吝就是吝啬，不肯放舍那个执着。分别结观就是分别，分别就是了了分别。墙壁是墙壁，花是花，窗的窗，门是门，那个叫分别。然后结观，你的感觉跟你所看到的那个所了知性你的那个了了分明那个性必为心者，你把它认为这个是心。一定是你的真心。那么此心即离诸一切色香味触知尘事业，别有前限。你这个心就是要离尘，离尘有体才叫你的真心。那离尘无体那个就是假的。所以那个离尘有体跟那个离相这个无体，我们之前也都有讲过各位都还记得吗？或许再重讲一次各位就会有那个印象回来那个时用那个茶杯，我们把这个当成是古董。各位先生，这个是古董它大概要多少钱？有价啦，这个有价可以买到，大概是10万。看它的年代越久的年代越那越接近我们这个现在时间短就越便宜古董的话，它越少，东西越好，只有一件，全世界只有一件，那更贵那时候有几件它平均了以后就开小几书要比较便宜。然后我们因为它很贵，我们就很喜欢想保有，是不是心？想有就是心。可是这个是不是很容易这个破坏？一个不小心它就碎了，对不对？那已经被我们一摔破了，我们那个爱那个心跑去哪里？找得回来吗？那个叫做离尘无体，这样知道吗？然后我们在凡尘应用，是不是都这个心？都是这一种离尘无体的心，对不对？我们的四心我们的生灭心是不是离尘无体？所以男女之间的恋爱黑暗的爱个你死我活有没有？那个为他生为他死都很甘愿你说那个是假心吗？我是真心爱你的，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讲过没有没有怎么结婚呢？所以那个真心建筑在四心上。因为四心随着环境变化，时过境迁，时间经过了，环境改变了，我们的心跟不跟着改变？所以那个男女之间情变了他都去做兵了，
无伫身边啊，哦，你看会不会情变？还真容易变哦，是真心还是假心啊？有的维护啊，好啦，变啦，办理啦，会看你做偌久，3年，2年，等你回来，结果回来了以后啊，男生又去考咯，进入理想公司里面呢，有很漂亮同事，糟糕了，你的心没有变，他的心变了，又怎么样？哭死了，会不会？不会啊，心要硬。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妄心无体，没有体了，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用这个心来修道，会成道吗？绝对不会啦。所以你在修个像那个金刚童子啊，有没有？那个道中咧打水那个金刚童子去路拢甲铺平无？因师傅一个灯啊，你有甲嫌无有？然后你看到什么？看到金刚童子，你讲妄言，说真的啦，我让你看，金刚童子就出来，主人你有什么吩咐？那个老师说，金刚童子，我都已经送40年了，你连一次都不给我看。那个我那个弟子啊，一次也没送，他竟然一翻译就出来，还问他说有什么吩咐？那个金刚童子说：“你才40年呢，一生都还没到，你的弟子已经44，40生啊，44，40岁，40年都还是44多。” 40岁较久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啊，我们中了几次了？那边后续还看到还有金金，记得拿回去送。最起码我们追生追世我有送。不然金刚童子说：“你一届也无上，一世内底一届也无上，那都不算。”所以我们要累积这个累积下来根基就好，一点就懂。没有累积下来，都点10年呀，人家不懂嘞，懂没？我们都懂了，懂几年了，已经好几生好几世啊，都累积，所以现在都懂了，一听就懂了，所以要了解说这是自己努力的啦，别人帮不了忙，也不会说明天早上睡醒过来怎么了解，会不会？我们等待。明天早上醒过来，真理全部了解了，可不可能？大概不可能了还是要努力。这个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对吧？所以要努力你用多少心啊，就是了解多少。一了解了越宽广越宽广以后啊，我们那个领域啊，就越不一样。然后呢，所想所做一定不一样。那我们周遭亲朋好友看着我们变化，看着我们变得非常殊胜了，想不想跟我们修道？渡人容不容易？就很容易，对不？咱啊足够甲人计较你若去渡人，伊讲心肝咧讲，我才无爱像安尼。你遐老甲人计较，我甲你行我还真好跟人计较，所以我们了解有一些不用讲你做了就好，你做出来了，人家都高兴所以我们了解说这边啊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
说这个心呐、要离开所有的六尘，色声香取，色声香味触法，那个知尘事业都已经离开了。离开以后呢，还有了了分明的那个前性，离开凡尘了，离开景象了，离开事情了，我们还了了分明的那个，是不是就是真心了？还有体会不？有没有？所以那个妄境啊，真就显那个妄都是有形有相，境界相着有着空，空也一样是形象。我们全部都不着了，不着境界相，不着有，不着空，什么都不着，都没有了。都没有的时候啊，一念不生，那个啊就是真，那个啊，就是即心佛，那个就是真心所以就在我们身上啊，没有离开，一秒也没有离开，所以才有那一句话说妄想原来啊本是真，有没有？我的妄想原来本是真，是我们的佛性生发的啊。除时又起一重尘，我们要除掉妄想，又加一个念头，言思动静啊，成水力。仔细看来，无别人，就是我们自己呀，有没有？所以很多句我们不是都在背吗？有没有？忘了啦，你等于我就害你啊！这个大家拢真都不接欠，讲我无欠你你等我谁害你？安尼就无采我咧好，咧嫁人到我家来，讲你呀，蛮严这个想一还真蛮严，还一大早从基隆然后坐车到那个台北车站去等，然后从台北车站再坐到这边来，然后回去就又呢，一样的路线又回去，这个目的就是要大家都能明心见性，进来成佛，所以这个花的业蛮大，所以都讲。只要这个一口气在都会讲，一口气不在我会再来，我会再来的时候可能各位也会有印象，有啦，这之前我讲过啊。那么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如汝今者曾听我法，在听我讲经说法，此则因声而有分别。等于说我现在讲的这一些话，就是因为声音，你才能够了解里面是在讲什么。这个也是妄，这个不真，了解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凡尘这个真的它不落入语言文字。那么众灭一切见闻皆知。我们呢，那个凡人打坐就是要灭掉一切的见闻皆知，然后呢，内守修行，也就是打坐以后什么拢袂使修，什么拢无伫咧修迄个内底家己迄幽玄，幽呢幽暗，无看玄就是讲什么代志无，咱凡人打坐是不是这样？拢甲修甲安尼什么念头拢袂使有对无？那个灭掉见皆知，然后内守幽玄，咧修，那些。我们知道说那成不了佛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从根源，没有从不生的佛性本体来修那个佛就讲说有为法尘分别影视，
就是法尘，法尘呢，就是我们色声香味触法，最后一个有没有？色声香味触啊，6尘的最后一个，因为眼耳鼻舌身，它没有常意的地方，咱目睭看咧要教啥人？目睭看要教啥人？甲咱记的，就是意念，意念就是第6个啦。第6个6根的第6个就是意念。耳朵听了以后，所以我听到什么，嘛爱甲我记的哦。迄就是我那教我第6个意念。意念伊要修这，你目睭看，鼻孔听，鼻孔闻到，嘴身体感觉，遐叫做华。所以这个第6层的第6个华，它就比较范围很小，只有我们那个5根肉屑的影子，底意念的内底，叫做华，安尼知无？因为我们比较少接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唔知影。即马咱就知影讲，目睭伊无常的地方，目睭看伊随放了了嘛，就爱咱的第6个意念甲伊记咧。即马第6个意念记咧，迄变做影，一个影啦，有你有教我你看到你有教我你听到你有教我你闻到味你有教我什么味恁搁来中间我会甲伊翕出来你会当讲迄就是什么味那个华，它的华的范围就只有这样，就是影子了。所以我就讲华尘分别也是，就是我们交给那个意念去管辖，你给他顾咧。我看到，我听到，我闻到，我食到，我身躯感觉到，知觉，你拢给我记的，叫做华，安尼知无？所以我们了解佛就讲，你若内头有显就变做法尘分别有事啦。敢若像咱的意念伫咧记讲，咱看到、听到、闻到、食到，身躯感觉到，敢若迄款代志安尼尔啦。安尼范围是不是真矮？对不对？所以我们假如说没有这个占道上天大开普渡没有遇到我们的佛老师讲道盘，我就没有研究这么深入、这么透彻。都唔知即马咱就是爱了解，爱研究。我非次女执为心。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我唔是讲命令你执着这唔是心啦，如意心啦，但是你都爱伫迄个心微细揣摩，来微细真详细来甲伊揣摩，肉里前尘有分别性，即真如心。已经离开，已经离开眼前凡尘的景象，它还有了了分明的那个知觉性，分别性就是了了分明啦，了了分明知觉性，离开凡尘的那个景象，已经都没有景象一个无即真如心，那个才是真正的你的真心啦。有讲清楚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佛在讲，他也不会含混啦，因为那个妄的话，离尘就无体了啦，这个离尘有体就是真心，离开凡尘它还有体，就是真心，这样知道吗？我们在凡尘看到万象，看到万事，那离开万象，离开万事呢？我们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知觉相，是不是还很清晰？对不对？那个就是真心啦。因为它
不管你用，不管你不用，它都在，不会说离开凡尘就没有了。假如说离开凡尘就没有了，找不回来，那个叫妄心。不，这个就不要。那个生灭了。生灭的我们不要，我们要呢，不生不灭。若分别性离尘无体。假如说我们了了分明的那个分别性，离开凡尘已经没有了，都无去。刚才像咱拄在讲迄个鼓动，摔破我迄个要爱的心都无去啊，找过较济嘛也袂转来，那个叫离尘无体啦，这样了解吗？所以啊，我就讲师则前尘啊，分别影视，假如说离尘无体，离开凡尘它就没有了。那就是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我们呢从那个景象去分别，它里面那个影子的事情，影，刚才一个影呢，过去就无去了，那么尘非常住啊，那个尘，凡尘的景象，它不是常住了，咱凡是所有的。看会到的物件伊拢寿命真短。以今来讲呢，讲100年为准，100年。像水泥的寿命就是100年。经过100年，它就风化，就腐去啊。你甲摸伊就腐去啊。迄个钢筋100年伊生鲜，就你甲压，本来足硬你这么个压就变软软。之前不是有很多桥梁，那个钢筋都跑出来，对不？咱去甲伊摸迄钢筋拢剥落，就是它有现象能够呈现多久，所以叫尘非常住，不是常住的。它呢都一直在变化。他说一直变化的东西都不真所以都叫妄。这样了解吗？尤其我们身体可以支撑多久？100年。到100年就不错了长寿了。到100年的时候各位姐姐，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我们都100岁的时候，这个耳朵听不太见，那个眼睛是茫茫，然后走路呢走得很慢，这样好不好？不好，不要吃几回。所以活的时候就是要好好利用，对不对？听后迄句唔互咱用迄位要食一嘴饭就安尼冒几步。很困难呢活的真是不知道是痛苦呢还是享受。人讲你好命食到100岁，伊咧想讲我咧拖命这个苦。所以我就讲这个尘非常住，若变灭时它会变化然后消灭。那么此心呢，则同龟毛兔角。咱的心就闭着骨摸，龟没有毛，兔也没有角，那个只有名称而已，没有实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心呢变成不见了。那么则如法身呢，通以断灭，断灭了其谁修正无生法忍？那谁要来修呢？修的能够成道成佛，那因为要这个留半个小时，大家都不踊跃发问，所以或许呢就说留10分钟就好。那现在剩下9分钟了，再不踊跃问以后我们就干脆讲到下课。剩下9分钟有没有要问的？好，请说。
好，请说。或者请问我们的基金现在有话说亲者说是动者不嘛？那其中我们都是信心法角度来了解。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以为说静我们现在这个身心不动，说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不是1分1秒一直在行动？地球你看是不是一直在运转？有没有？可是我们跟随着天地我们跟随天地的动，我们不自己自己产生动因为我们假如说的时候来动，就跟天地的动相反相违背，所以我们跟天地一样的动，就是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各位就可以了解说，我们是不是动者就是机？了解意思了吗？地球会使转拢卖咧，地球若卖洗，那咱一桶水咧洗水拢袂落来，对无？你桶水卖个叮当的时阵，伊都了对无？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动之中你全部的保持跟它一样的动，你就是静所以那个动者静之机，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万物一直在生长，我们人各位可以了解到，那是安那会为囡仔就变大人，为大就变老，有没有在动？咱拢点对不？我们都静态可是它一直在变化，有没有？所以我们你看那个动就是我们静的不变化的话，小孩子不会长大；不变化的话，我们不会老；不变化的话，我们不会死。是不是一切都在动？那我们跟随着天地这样运转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静。静的时候才能够了解到天地整个都运作在动，所以动者静之机。你了解不？很不容易了解就拢我静悄悄，无咧叮当有叮当无？就是有，这样对吗？还有吗？还有5分去5分了。好，请说。我想请一下那个中医生跟逝者它的关系是？逝者中医生跟什么？逝神对。好，请说。那个中阴身就是我们已经这个身体不给我们用了，然后我们一口气不来，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们就走入中阴身就是还没有到阴间，也没有上天堂，也不在凡尘那个叫中阴身。那我们要了解说中阴身跟我们在凡尘的那个修养很有关系中阴身大部分它能够支撑到49天。那49天呢，假如说我们在凡尘有修道，然后有行善，49天的时候还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志来指挥这个中阴身的行动。那假如说都不相信我们有信，也不行善，那他的中阴身在他断气了以后，没有几个小时就马上没有办法来指挥他的中阴身。所以我们就是假如说有我们的亲人已经过往了一口气不来的那个时候我们要了解说他的那个
第八阿赖耶识啊，那个中阴身都还有离开身体，都还在只是啊它不能动了，可是它都能够了了分明。那自身咧争财产啦，子孙咧搞啦咧讲什么话，伊拢知影，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反应。那到晚上的时候啊，小孩子睡觉那个中阴身啊会去照顾小孩子，小孩子他会看到，看到长辈啊，回来这个照顾他们。可是我们大人因为精神外放很厉害了，我们很少说都回光返照，照顾自己啊，不是我们佛性。所以那个中阴身的活动，我们大部分都不知不觉。那假如说我们在修持方面比较用心努力，都能够回光返照，那中阴身的那个动态，我们会感应，会知道它的活动。可是呢，必是很短暂，它要归位，看它完成所作所为是要归哪里，它会归位。那个最久都是49天，那之后就看他所作所变化。那一直到他在比如说天堂享福，地狱受罪，到的时候啊，他又要来投胎转世。那么要来投胎转世那一段也叫中阴身。那个一投胎来的时候啊，就是要跟他有缘分的，有缘分呢就有亮光。那假如说没有缘分啊，大地啊就好像那个黑墨水，黑漆漆的，它中阴身啊，它就不会去依附。那看到亮光，就是跟他有因缘，有那个因果关系啊，他就会从那个亮光里面，就一直追那个亮光。那个时候啊，是他的父母亲在做爱，所以他就投入以后啊，就怀孕了，就是他已经进入了，借着他父亲的精子进入母亲的那个腹中，已经怀孕，那个也是中阴身。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断气了以后的中阴身，跟来投胎的中身啊，它是一样的。可是投胎那个是已经他已经受完他应该受的罪过，或是享完享的福报都已经完了，然后才来，又来完成又来示现，又来呈现来完成，就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因都蛮多了，会结成一家人都有因缘，所以一定呢，我们都要去改变它，来有善缘，有恶缘有的结是恶缘，有结是善缘。那怎么看呢？看他一出生了以后啊，一直要我们用心，一直要我们用钱，他是来讨债。那他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业，我们做事都很顺，他是来还债，是不是很容易去体会？这我们都没有去想到这样的，没安尼去体会，所以就不知不觉认为说我生出来的我囝，我的财产是吗？生出来是不是咱的财产？不是所以我要了解说一定呢来了，假如说是来讨债的，我们也要欢喜心半暝爱普利先关了金铺，若咧哭会吵到别人了，紧家抱起来腰，然后去靠夹，不是时常遇到吗？有没有？那个你就是要欢喜心。